希儿，你还在生我的气吗？我为什么要生你的气？这些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希儿，我不是你的希儿，君楚离，你心里清楚。希儿，不要这样，你是我的娘子。我不是。君楚离不说话，只是无声叹息。我们先回去，好不好？顾云溪低头看了眼，才想起来这里是君叶璇的寝房，外头已经没有动静，不仅君叶璇离开了，就连容妃和青嬷嬷他们都不在。希儿，你想要什么，我都会努力满足，但请你不要再想着和离的事。君楚离终于鼓起勇气握住了他的手，这手软软的，握着真的很舒服。不仅四皇兄不允许，我也不会允许。希儿，你若想与我和离，那请你等我死了再离开，好吗？这俩兄弟都是疯子。我不是你的娘子。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娘子。我不是。跟他成亲和他洞房的男人是君叶璇，不是他。今夜你也亲眼看到了，他跟我已经……顾云溪咬着唇，脸色在微红之后又很快变成了一片苍白。你自己都看到了，你如何忍啊？你若是还能忍，你还算是个男人吗？他瞪着君楚离，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冷静。君楚离，今日这一切是我自己一手造成的，若是有错，那也都是我的错，跟你有什么关系？君楚离的笑永远如同春日的风，柔和温暖。他再次执起顾云溪的手，轻轻握着。希儿，是他的错，是那个混蛋趁着他对他们还不熟悉的时候，伪装成他的模样，抢占了他的功劳，欺骗了他的感情。顾云溪知道自己没有任何理由生君楚离的气，他才是最该生气的那个人，可他好像永远都没有脾气那般。放心，很快你会明白的，再给我一点时间，我不敢奢望，我只想要3个月的时间。3个月之后，他就该离开这个世间。希儿，你真的一点都不在意？你本来就该是四皇兄的人。胡说！全天下只有他一个人会如此认为。阿离，就算我以后不是你的娘子，我也欠你一条命，我一定会想办法治好你的。你不欠我什么？这里不是我的家，总有一日我……这里就是你的家，除非有一日我和四皇兄都不在了。真的，不吓唬你，我与四皇兄只要有一人还活着，宣王府便永远都是你的家。他无法与他沟通，根本就说不通，兄弟2个都一样。3更半夜，别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我也是个男人。我不需要你陪着，你回去。不怕四皇兄夜里再来找你？顾云溪咬着唇没说话。怕的，那混蛋今夜好像很生气，万一再来，君楚离不在的话，未必有人能阻止他，连容妃都不能。别怕，今夜我守着你。顾云溪看着他，眼底还是有几分防备。也别怕我永远不会做出伤害你的事。虽然经历了今夜的亲眼目睹之后，他的心里确实好像长起了一只小兽，但他不会，至少他会努力克制。睡吧。你以后都能阻止他吗？恕我不能。你说我是你的娘子，就算是假的，那也是他自己亲口说的。难道他就不该保护一下自己的娘子吗？若是其他男子欺负你，希儿，请你相信我，就算不要我的命，我也会保护你。我不需要。但我会。所以这不是他需不需要的问题，这是他的使命。可若是四皇兄，恕我无能为力。你说过，全天下只有四皇兄例外。君楚离打断了这个话题，伸手将他的眼帘盖了下去。不早了，快睡。顾云溪深吸一口气，一肚子委屈。最后他翻了个身，背对着他闭上眼。原以为自己一定会气得睡不着，却不想经历了今晚这一切之后，闭上眼顿时就感觉到精疲力尽，很快他的呼吸就均匀了起来，竟沉沉地睡了过去。他只剩下3个月的命了，你为什么不能再等等，至少等他无憾离开？楚离不会死，儿臣定能想到办法救他。你那么爱他，为什么就不能成全他？他是有多喜欢顾云溪，你心里不是不清楚。
他真的很喜欢那个女孩。容妃哭得伤心，有什么事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即将不久于人世更加悲惨？3个月之后，等他。容妃哽咽了起来，浑身止不住一阵颤抖。等离儿他之后，你想要如何，本宫都依你，好不好？你再等一等，好不好？君夜璇却再次沉默不语。难道你想看着你的亲弟弟含恨而终？儿臣定能想到办法治好他。治不好了！君楚离的五脏六腑里全是剧毒，根本……璇儿，儿臣说能治好，就一定可以。容妃又哭了起来，所以她还是不愿意放弃顾云熙，是不是？她非要和自己的亲弟弟抢女人，是吗？嬷嬷，送他回去休息。回到房中，容妃忍不住放声痛哭。娘娘，你身子本就不好，再这么哭下去，你自己也会承受不住的。本宫这破身躯坏了也就坏了，有何好可惜的？本宫只是心疼离儿。都是因为顾云熙。这世上若是没有顾云熙，或许一切都会好起来。真的会好起来吗？会好起来的。娘娘，你相信奴婢，若这世上没了顾云熙，2位王爷都能彻底好起来。第二天晚上，顾云熙又因为玄王爷选妃的事被容妃喊了过去。这是娘娘专门从宫中带来的贡茶，极其稀罕。王妃，你也尝尝。希儿该不会以为本宫会命人在这杯茶水里下毒吧？母后说笑了，母妃心思缜密，聪慧过人，自然也该知道，若是毒杀了儿臣，定会伤了2个儿子的心的。所以，母妃怎么可能会给儿臣下毒呢？既然这样，为何不喝？儿臣今日胃口难受，不宜喝茶，喝了怕是会吐的。青嬷嬷冷着脸回到她的身后站着，瞪着顾云熙不说话。母妃，四皇兄选妃的事情，儿臣实在是不懂，此事以后母妃自己决定便好，儿臣也没有资格多言。哼，你还知道自己没资格？儿臣的确是没有资格，还请母妃以后莫要再为难儿臣了。几次三番让他参与这件事，其实容妃的心思顾云熙早就猜透，容妃就是想要看看自己对君月璇到底有没有情。为何要与楚离和离？儿臣不适宜留在这个家，所以玄王府是你想来便来，想走便走的地方。顾云熙不作声，只是安静地看着他。其实本宫对你并没有太大的厌恶，多谢母妃。可玄儿与离儿的确是因为你闹得心里难受。这话顾云熙没有回应。断了对玄儿的念想，只要你一心一意对离儿，本宫不会为难你。他看着顾云熙桌上那杯茶水，无声叹息。本宫2个儿子如此喜欢你，本宫岂敢毒害你？顾云熙，你太小心谨慎了。儿臣只是惜命，对谁都是一样的。容妃吐了一口气，想生气却已经没有力气了。罢了，今夜本宫会邀请陆姑娘和秦姑娘来做客，这2位都是本宫目前比较喜欢的玄王妃人选。你身为玄王府目前唯一的女主人，今夜的宴会你来主持，务必尽心尽力。青嬷嬷走到顾云熙的跟前，在他身旁的茶几上放下一包药。这是……若你能找机会让玄儿服下这药，再亲自安排其中1位姑娘到她的寝房里，本宫从此不再为难。四皇兄，今夜府中有宴席，希望你能抽空参加。本王为何要参加？四皇兄，我在这座王府很多事情身不由己，但请你不要误会，说是可以，我一辈子都不会主动来找你的。所以是母妃让你来的？是。你可以不听她的。那么她就会继续想办法来对付我，直到我死。你怕？怕。没有人不怕死，不到最后一步他也不想冒险。有本王在，你怕什么？四皇兄，你认真选妃可以吗？你就如此恨不得本王去找别的女人？我现在是离王妃，不管我们过去有什么，那都已经是过去了。我以后只想好好照顾阿离，难道四皇兄不想看到阿离开心吗？你以为搬出楚离就能拿捏本王？君夜璇冷冷一笑，
忽然迈步向他走去。看来昨夜本王折腾的还不够深，还没让你看清楚现实。一句还不够深，让顾云熙一张小脸唰的涨得通红，却又很快一片惨白。现实就是我如今的确是阿离的王妃。不，你错了。君夜璇冷笑，盯着他的脸，居高临下，目中无人。现实就是你的阿离根本不在乎本王要你多少次。那四皇兄是不是也不在乎阿离要我多少次？这话让君夜璇的脚步猛地停了下来。四皇兄果然从未想过，成了亲的夫妻是要肌肤相亲的。处理他，不能。君夜璇的大掌微微在收紧。就因为他中毒了吗？难道四皇兄就不希望自己亲弟弟体内的剧毒能被解开？一旦他的毒被解开，他好起来了，便也可以与我当真正的夫妻了。你们不能。阿离喜欢我，我也会慢慢喜欢上他，我和他为何不能？你敢？你试试我敢不敢？你！君夜璇大掌一紧，再次向他走来。他敢试试看，他敢。顾云熙竟然拔出短刀，对准着他心门的位置。你以为这样就能拦得住本王？那么这样呢？顾云熙盯着他，忽然刀口一转，刀尖竟然对准了自己的脸。住手！别过来，否则我立刻毁了这张脸。你以为本王会在乎？那我先划一刀试试。他闭上眼，手腕用力。住手！君夜璇咬着牙，那双眼睛似乎能冒出烈火。他从未被人气成这般。这女人，这死女人。好，很好。到底要本王做什么？只是希望四皇兄能出席宴会，好好看看这两位姑娘，哪一位更合你的心意。你非要本王选妃不可？他难道就真的一点都不难受？死女人心里到底还有没有他？不是我要四皇兄选妃，是母妃希望如此。所以四皇兄，还请配合一下我的工作，出席宴会，和陆姑娘以及秦姑娘好好相处一番。若本王不答应，那四皇兄再也没有机会见到这张完美无瑕的脸。顾云熙手里的短刀压下，脸上竟真的渗出了一滴血珠。我答应。君夜璇脸色一变，又气又恨。我答应，滚，给我滚！四皇兄要不要先发个誓？顾云熙却还是有些得寸进尺，万一他反悔怎么办？君夜璇真想捏死他，很想很想。本王发誓，一定会出席今夜的宴会。现在给本王滚，有多远滚多远，滚！顾云熙松了一口气，转身就滚了。身后还能听到玄王爷的房间里传来轰隆一声巨响，那家伙在发脾气，不知道又毁了什么东西。顾云熙停了下来。你怪我做什么？小姐，我害怕。安夏吓得魂飞魄散的，一看顾云熙脸上那点血痕，快步走到顾云熙的跟前。小姐，你的脸，老天，真的伤了。希儿，你不是说为了感谢你四皇兄之前的救命之恩，特地给玄儿准备了一壶好酒，还不呈上来？重头戏果然还是要来。希儿，你准备的美酒呢？是，儿臣这就去准备。没多久，顾云熙就回来了，亲自端着一壶酒来到了君夜璇的跟前，伺候本王喝酒。四皇兄，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美酒，希望四皇兄能喜欢。你今夜似乎一直在管本王的酒。今日得知四皇兄出城平定乱贼，才知道四皇兄平日里过得如此辛苦。之前是我不懂事，时常惹四皇兄生气，还请四皇兄原谅。四皇兄，你若是原谅我的无知，就请喝下这一杯酒吧。哼，若本王不想原谅呢？君夜璇挑眉，顾云熙指尖微紧，小脸有些火辣。啊，尴尬。知道自己无知，以后就对本王好点儿。本王岂会跟你一个无知丫头计较？他其实除了骗了他的感情，给他安排了一场莫名其妙的婚姻，好像真没有什么对他不好的地方。就在君夜璇即将要将这杯酒喝下的时候，忽然有人站了起来，急道：玄王爷，这杯酒不能喝。王爷，这杯酒有问题，不能喝。
君叶璇眯起眼眸，目光却落在顾云溪身上。顾云溪也在看着他，指尖慢慢在收紧。今日离王妃来找过我，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说今夜会给王爷下药，到时候让我进王爷的房间伺候王爷你。这杯酒被下了药，如何解释？我的确去找过秦姑娘，希望秦姑娘能主动的靠近四皇兄。你就如此迫不及待，将本王推给别的女人？王爷，难道他和黎王妃真的有私情？四皇兄，这杯酒的确是为了跟你赔罪，并没有别的意思。你若不信，我喝给你看便是了。希儿，你不会喝酒，这酒倒了便是。哼，既然是赔罪的酒，本王喝了便是。抬手一整杯酒水被他一口灌了下去。王爷，忽然间好像明白了什么，心脏猛地被撕了一把。他好像是真的爱上了这个男人了。哪儿来的女人，竟敢在本王的地方惹是生非？来人，给本王将这女人扔出去。璇儿，她是……扔出去。之后他转身大步离开，竟一声不哼地走了。君楚离来到顾云溪的身边，柔声道：四皇兄不会有事，希儿，我先送你回去。你也生气了，是吗？我与四皇兄一样，不管你做错什么，我都不会真的生你的气。顾云溪低垂眼帘，燕北却在此时忽然折了回来。王妃，王爷让你过去一趟，即刻，不得有违。好。这次顾云溪没有反抗，但在离开之前，他还是先走到陆红玉的跟前，冲他柔和一笑。抱歉，陆姑娘，今夜出了一些意外，未能招待好，还请。你真的给他下了药？他对你那么好？我不明白陆姑娘的意思。不过我们玄王府今夜确实有一些乱，实在是无法继续招待陆姑娘。陆姑娘，改日我再登门赔罪，告辞了。来人，送客。之后盯着顾云溪。王妃，请吧。顾云溪没说什么，跟在燕北的身后往望月阁走去。君楚离跟了两步，却不知为何忽然间脚步停了下来，只是站在原地看着顾云溪渐渐走远的背影。小东西，将舌尖伸出来，给本王尝尝。身体绷得紧紧的，顾云溪浑身无力，却下意识抬起手迎合他那只滚烫的大掌。好疼，他竟然啃了他一口。好在他用力推的时候，他松口了。给我，你要什么都可以。要他的命也可以。我不要。君叶璇却依旧将他抱得紧紧的，忽然将他推了过去，让他继续面对他的暗戟。不想本王失控，就不要乱来。顾云溪果然一动不敢乱动，他在喘气，他听得清清楚楚。抵着他的那份强悍，他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继续看。君叶璇不是不知道，这样抱着对自己来说是一项极大的考验，但他舍不得放开。又不知道过了多久，顾云溪才在胸口一阵又一阵的紧绷之下醒来。醒来的时候，人都傻了，怎么会这样？他竟然和君叶璇睡在了一起，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更不知道睡过去之前他们究竟做了什么。君叶璇却还在沉睡，顾云溪小心翼翼拉开他的手，之后轻手轻脚地从床上爬了下来。顾不上自己的衣裳还凌乱不堪，他赶紧一边拉拢衣服，一边从房间里逃出去。从玄王爷的寝房出去之后，顾云溪一路低着头，逃也似的回了自己的宁熙阁。他不知道，当天就有人将这个消息送到了容妃的耳里。所以，我玄儿根本就没有被下药，但那女人竟然主动进了他的房间，待到了天快亮的时候才出来。难道黎王妃昨夜都不过是在做戏给娘娘你看？
娘娘，这件事情就交给奴婢去办吧。母妃让我搬到青台山上住。离儿会陪你一起去。青台山冬暖夏凉，你们俩在青台山住一段时间，让离儿好好养养身子。希儿，你意下如何？只要是对阿离好的事情，儿臣自然都愿意去做的。好，母妃，儿臣这就回去收拾细软，明日一早和阿离一起前往青台山。你真的答应了？既然对阿离的身子有好处，儿臣为何不答应呢？顾云溪却似乎觉得很理所当然，还一脸期待。母妃若没有其他吩咐，儿臣现在就回去准备行装了。这一下倒是弄得容妃有些反应不过来了，她就一点都不挣扎一下。母妃，那好，你回去准备一下。顾云溪站了起来，清了清身，行过礼之后就走了。嬷嬷，他真的答应，也许真的是我们误会了他。怎么办？本宫怎么能让他带走离儿？离儿必须留在本宫的身边。这一走，万一再无相见之日。嬷嬷，既然他也是一心向着离儿，要不这件事就算了吧。容妃浅叹了声，不管做什么事，也不过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过得好。离儿那么喜欢他，若是他真的一心一意对离儿，本宫就让他留在王府罢了。娘娘，谁知道离王妃是不是真的愿意离开？说不准她只是嘴上答应了，回头又要故意在玄王爷的面前搬弄是非呢。容妃皱着眉心，倒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那嬷嬷，我们现在怎么办？万一他真是无辜的？奴婢还有个办法，可以验证一下离王妃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对离王。嬷嬷，这是……放心，这是好东西，用了10几种良药补品熬成的。王妃莫要慌，真是好东西，可不是什么毒药之类的。顾云溪却只是盯着那碗汤，不说话。王妃，这碗汤的名字你应该也听说过，这碗叫子孙汤，是容妃娘娘亲自命奴婢熬制，给王妃你补身子的。我身子好得很，这汤我暂时还不需要。是吗？可王妃入门近2个月了，肚子还是毫无动静，娘娘心里焦急，觉得王妃你还是补一补的好，所以这碗汤还请王妃喝下去。青嬷嬷依旧在逼近。离王爷刚回来，娘娘吩咐过，让王爷洗漱完毕立即来见王妃，所以王妃，这碗汤你就好好喝了吧。今夜和王爷浓情蜜意，奴婢也祝你早生贵子，与王爷白头偕老。他是万万不能冒险，分分钟会死人的。王妃为何一副心不甘情不愿的模样？难道你和离王爷看起来如此恩爱，都是装的？你可要记住你的身份，你是离王妃。若是除了离王爷之外，王妃还惦记着其他男子，容妃娘娘只怕要生气了。到时候倒霉的可不仅仅是王妃你一个人，只怕连将军府都要受牵连。在顾云溪开口之前，青嬷嬷再次补充道，有一点我希望离王妃你明白，玄王爷如今看起来的确是一手遮天，他在王府做事，就连容妃娘娘他都可以不放在眼里。但王妃，你是否想过，容妃娘娘是玄王爷的亲娘，玄王再狠也不可能对自己亲娘下手，所以娘娘她做很多事其实是可以毫不顾忌的，你明白吗？一抬手将一整碗子孙汤喝了下去。奴婢现在就去催离王爷过来。之后他走了。等青嬷嬷离开之后，顾云溪自己翻出药箱，取出银针，但他感觉十分怪异，为何这碗子孙汤喝下去和之前在宫里喝的不一样呢？不对，这的确不是子孙汤，青嬷嬷给他下毒，
他竟然敢！他跌跌撞撞，却又小心翼翼地从高墙翻了出去。走着走着，渐渐就发现路有些不太对劲，好像是云离阁的方向。阿离在不在里头？若是阿离在，找到他就能找到药库了。体内的毒素被他以银针暂时压了下去，但他知道压不久的。顾云溪加快脚步往云离阁走去，却不想刚迈了2步，身后竟有一股寒风袭来。顾云溪吓了一跳，反手就要一掌推出去。四皇兄，青嬷嬷给你送了紫孙汤，你喝酒了？顾云溪心头一惊，醉酒的玄王爷可不好惹。我只是喝了紫孙汤，你不去找本王，也来这里找楚离。他是不是喜欢上了楚离？我不是，青嬷嬷给我喝的。你以为楚离真的可以帮你解开身上的药效？顾云溪，本王给你的包容是不是真的太多？多到竟让你敢如此无法无天的地步？四皇兄，我喝的不是闭嘴！顾云溪来不及解释，就被他一把扯入假山后摁在了草地上。本王允许你胡闹任性，甚至允许你伤害本王的自尊，可本王绝不允许你去找别的男人。顾云溪，你死心吧，这辈子你都是本王的。他冰冷的唇狠狠落下，将他没有多少血色的唇瓣彻底封死。你疯了！放开我！你到底喝了多少酒啊？放开我！你想让楚离给你解开身体的药性？我找阿离只是……你为何不找本王？是本王不配吗？君夜璇低吼了起来。顾云溪气得红了眼，这个混蛋怎么就不能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是我喝了紫孙汤，就想到阿离，他才是我名副其实的夫君。明明是他自己安排的一切，现在却反过来责怪他找阿离，他是疯了吗？我不找阿离，难道要找你？玄王爷，你马上就要选妃了，到时候有了娘子，你要置我于何地？是你非要给本王选妃？我身不由己，我哪次不是被你母妃拉着扯进来？王爷是瞎子看不清楚这一切吗？不过他是不是能看清楚，现在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了。玄王爷已经23岁的高龄，再不选妃，难道想独身一辈子？本王是不是独身一辈子与你何干？你在乎？王爷，你只是我夫君的兄长，我为何要在乎你是不是娶妻呢？顾云溪浅笑着将他所有的话堵了回去。君夜璇，你放开我！君夜璇，你到底要做什么？本王想做什么你不清楚。君夜璇笑得冰冷，身体却热得滚烫，往他身上用力一沉。顾云溪立即惊得睁大湿漉漉的眼眸。这混蛋竟然来真的了，身体已经冲到这种地步了。是你自己说你是我的四皇兄，这是四皇兄对待弟媳该有的态度吗？四皇兄，你不觉得你这举动太过疯狂吗？本王就喜欢如此疯狂，你又能如何呀？你太过分了！难道武力值高真的可以为所欲为？是吗？君夜璇勾起薄唇，低头在他脖子上不轻不重地啃了一口，之后那滚烫的唇竟然挪了过来，要寻找他的唇瓣。你是不是忘了当日你在马车上脱本王衣裳的时候，本王说过什么？本王说过，看了本王的身体，你就是本王的，你是本王的。撕拉一声，顾云溪身上的衣裳被他一把撕开，君夜璇将无法动弹的姑娘拥住，低头，炙热的唇沿着她的脖子一路往下。不！哼，口是心非的小东西。他低低一笑，一把扯下她的裙子。微凉的晚风袭来，顾云溪轻轻缩了缩身子。君夜璇，你放开我！你个混蛋！你难道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吗？希儿，喜欢吗？君夜璇一边吻着她的唇，一边哑声呢喃：希儿，真的不喜欢吗？告诉本王，你有多喜欢与本王亲近？快说！我不！顾云溪用力咬着唇，却还是抵不住低低叫唤。快告诉本王，你喜欢这样。君夜璇虽然冲动的一塌糊涂，可
可他忽然发现，原来自己更喜欢的是看到他高兴。原来取悦他，他也可以如此满足。不知道过了多久，顾云熙缓缓清醒过来，脑海里闪过刚才的疯狂，他心头一痛，眼睛瞬间就红了。放开我！希儿，别碰我！你恨本王？君叶璇的心脏被狠狠撕了一把，满腔热情逐渐冷却。我是阿离的王妃，君叶璇，你觉得我不该恨你吗？我恨不得杀了你！君叶璇的心瞬间下沉，盯着他写满恨意的眼眸，他冷冷笑道：好，很好，那就记住这一刻的恨，永远别对本王有任何不该有的企图。忽然顾云熙腹部一阵剧痛，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浑身像是被什么东西扯开一般，痛得他几乎要抽搐起来。别在本王面前耍心机。顾云熙忍了忍，再忍了忍，终于忍不住，忽然张嘴吐了一口血，黑血。希儿，来人，叫兰渊，快叫兰渊！忽然砰的一声巨响，房间的门被人一脚踹飞。你这算什么意思？王爷，俊叶璇，你敢伤本宫的人？本王为何不敢？你不安、慌乱，甚至恐惧。你到底要怎么样？璇儿，你伤了本宫的人，本宫不会原谅你的。那么母妃毒害儿臣的人，母妃就知道儿臣一定能原谅你。他承认了，他承认了顾云熙是他的人。你放肆！容妃气得冲了过去，抬起手就是一个巴掌。你为何不躲？你是儿臣的亲娘，亲娘打儿子，为何要躲？你还知道你是本宫的儿子？若儿臣不是，母妃如今已经是个死人了。容妃浑身一凉，到了这个时候才真真正正的意识到自己是真的惹到他了。璇儿，母妃只是怕你再被任何人威胁。你该知道，你是不能有任何弱点的。璇儿，母妃都是为了你。你明知道你有重要的使命，你王爷，这一切与娘娘无关，娘娘根本不知情。王爷，都是奴婢的错。你为了一个女人，竟然敢伤害你的亲娘！没错，毒是本宫命人下的。你要如何？你有本事你就杀了本宫为她报仇，大不了就是一死。你以为本宫怕死？哼，20多年前本宫就该死去了。若不是为了你和离儿，本宫岂会忍受屈辱活到现在？本宫养的好儿子，如今竟要对付本宫，有本事你就杀了你亲娘！你是本王的亲娘，本王哪怕是杀死自己，也不能够伤害母妃半分。但他现在眼底的确全都是杀气。来人，将亲嬷嬷拖出去，乱棍打死。容妃想要扑过去，却被君叶璇一把扣住手腕。不许碰亲嬷嬷！拖出去！王爷饶命！王爷饶命啊！一路上还能听到青嬷嬷求饶的叫声。璇儿，母妃错了，母妃真的错了，不要伤害青嬷嬷，不要伤害她。璇儿，母妃求你了，都是母妃的错，都是母妃，是我让青嬷嬷下的毒，是我的错，这件事情和青嬷嬷无关。不是，都是奴婢的错，是奴婢不想见到娘娘受委屈，是奴婢要除掉顾云熙。青嬷嬷哪怕被拉到了门外，依旧不忘大声的解释：娘娘事先毫不知情，王爷，你不要错怪了娘娘，王爷。青嬷嬷被拉走了，后院很快传来青嬷嬷凄厉的惨叫声。璇儿，求你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啊，璇儿！君叶璇面无表情，任由容妃如何的哭闹，他都不理会。青嬷嬷的声音渐渐弱了，最后消失不见。青嬷嬷真的死了。别急着说话，先喝点水。
一直在照顾我。君楚离眸色微沉，下意识往门口的方向看了看，最后点了点头，不说话。谢谢你，阿离。什么都别说，先养好身子。顾云溪这一养，便又是一日。见他无恙，君楚离才回了云离阁休息。顾云溪的房间却多了一道身影。小姐，你怎么样？你吓死我了！他们有没有为难你？没有，他们只是将我锁在房间里，不允许我出去通风报信。但谁也没有想到，青嬷嬷送来的竟是要命的毒药，谁敢信呢？离王妃之前病了好些日子，我因为陪着容妃娘娘，一直没空过来看望，还请王妃见谅。秦柔不管是说话还是举止，都是一贯的优雅端庄。这些都是我在王府的药库里挑选的好药材。玄王府2位王爷年纪也不小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子嗣，外头也隐隐开始有了些闲言碎语，所以王妃一定要养好身子，早些和离王爷生个白胖小世子才好。多谢秦姑娘关心，大家以后都是一家人，自然要相亲相爱。顾云溪眸色微动，忽然间却又不想说什么了。秦柔依旧在笑，笑容轻轻柔柔的，十分的好看。青嬷嬷给王妃下毒，叶璇将她处死了，这事儿王妃知道吗？顾云溪看了他一眼，讶异的不是青嬷嬷被处死的事，而是他对君叶璇的称呼。我知道。那王妃是不是也知道，容妃娘娘因为这件事一夜白发，一病不起？母妃一夜白头？顾云溪不知道，这件事没有人跟他说过。下毒的事情的确不是容妃娘娘的意思，娘娘是不知情的。青嬷嬷也是个忠心耿耿的奴才，明知道自己这么做一定会没命，可是为了娘娘，为了让娘娘以后可以安枕无忧，她还是决心要除掉你。王妃，我知道你和叶璇之间的纠缠，不过我不打算责备你。离王爷不能与你同房，都是年轻血气方刚的时候，偶尔做错事也无可厚非。顾云溪还是不说话，整件事情旁人如何看待，对他来说并不重要。娘娘经此一役也是看淡了，但娘娘希望王妃以后能一心一意对离王爷，以前的事情娘娘可以一笔勾销，彻底忘记。我看得出来叶璇还是喜欢你，不过容妃娘娘这一夜白头也让她对于你之间的感情看淡了许多，你明白了吗？顾云溪明白了，这才是秦柔来找他真正的目的。叶璇看似冷酷无情，但他对待家中2人却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一个是离王爷，另一个便是亲母容妃娘娘。那日叶璇也的确是被气到了，才会冲动之下处死了青嬷嬷，可他只怕也没想到这件事情对容妃的伤害会如此之大。叶璇敬爱容妃，自然舍不得伤容妃的心，这几日他已经在后悔。至于叶璇对你的眷恋，话说到这份上，秦柔嘴角的笑意没了，脸色是认真的。离王妃，你的确长得十分诱人，男人们也就这样，被绝顶好皮囊炫花了眼，心便也会适当花一花。可他终究是我们南陵的战神玄王爷，他冷静、沉稳、成熟，他的心或许会放任风流一下，却也只是会那么一下下罢了。秦姑娘的意思我明白了，不过秦姑娘跟我说这些话没有用，我对四皇兄只有敬重，并无别的想法。顾云溪站了起来，态度很明显，送客。他冷淡的态度并没有让秦柔不悦，秦柔也站了起来，冲他一笑。随便王妃怎么说，但我今夜来的目的，我相信王妃心里是明白的。叶璇决定以后不再要你了，所以还请王妃为了这个家，为了自己的名声，莫要再纠缠。以后大家安分守己，我也不和你计较叶璇的过去。
不知道秦姑娘是以什么身份在计较。若想计较，不如等秦姑娘先当上玄王妃再说吧。秦柔眼底的笑意没了，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她还能维持住自己的风度和优雅。冲顾云溪一笑之后，她走了。玄王府只能有一个女主人，离王妃。将来你还是好好住着你的离王府吧。四皇兄这么晚前来找我，不知所谓何事呢？今夜的刺客是谁？你为何故意将他放走？顾云溪没说话。四皇兄若真是要避嫌，不如命人将我带到望月阁审问，何必亲自前来，惹人非议？避嫌？本王与你有何嫌要避？顾云溪不说话，只是安静地看着他。本王再问你一次，刺客到底是谁？顾云溪不说话，不想骗他，却也不能跟他说实话。当真以为本王拿你没办法？他忽然一挥手，将他整个人翻了过来，摁在桌上。我是扯下他的黑金，可是大晚上的，月光被树影挡着，我真看不清楚他的脸。君夜璇不是在跟他玩闹着，今夜的刺客不知道做了什么事，不知道有没有伤人，更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能得你如此为后的，难道是你将军府的人？他五指微紧，顾云溪的眉心顿时皱得更紧。你将军府能有这武艺的，只有顾南风一个，是不是他？我大哥忠心爱国，他为什么要来这里当刺客？四皇兄，还请明鉴。所以你是铁了心不说。顾云溪，你是不是还以为本王会像从前那样护着你？顾云溪心里一阵荒凉，他的确不会了。四皇兄，公道自在人心，我说的是实话，你护不护我也不影响我的回答。你这张嘴还真是硬得很，看来不让你尝点口头，你果真是不愿意说了。君夜璇忽然将他一把扯了起来，拉扯的动作有些猛，他衣襟都被扯开了一片。四皇兄，我真的没有看清楚，请你相信我。君夜璇不说话，扯着他的手腕往门外面走。四皇兄，门外一人急匆匆赶来。四皇兄，希儿怎么可能会和刺客有关？你先放开他，你弄疼他了。君夜璇看着君楚离，目光依旧轻寒。他有意拖延燕仪的步伐，故意放走刺客。我没有，我只是当时我身体不舒服，我正好去药库取药，那个时候头有点晕，我中毒卧床多日，好不容易好了一些。他有意拖延燕仪的步伐，故意放走刺客。我没有，我只是当时我身体不舒服，我正好去药库取药，那个时候头有点晕，我中毒卧床多日，好不容易好了一些，今日又贪玩出了一趟门，有一些累到了。四皇兄，你吓到他了。四皇兄，我真的看不清楚刺客是谁，我真的是无辜的。君夜璇最后还是放过了顾云溪。是不是被吓到了？君楚离扶着他在床边坐下。今夜的刺客闯入了云离阁的密室，没人知道他看到什么。四皇兄对此很重视。希儿，你知道刺客是谁，是不是？我不知道，好了，你不想说，我不逼你。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再有下次，他必死无疑。你若知道他是谁，劝劝他及早放弃。顾云溪没说话，在君楚离的面前，连一个谎言都舍不得说。不知道过了多久，他忽然执起君楚离的手。我给你把脉看看。顾云溪在认真把脉，君楚离却在他收手的时候，忽然温言道：你好像很久没有回将军府看过了，明日若是身子好些，我便陪你回去走一趟，如何？顾云溪看着他，欲言又止。若你不想说，我便什么都不过问。我相信你自己懂事，会处理好一切。好一会儿之后，顾云溪才动了下唇，轻声说：谢谢。我是你的夫君，这辈子都不需要你对我说这2个字。君楚离扶着他，让他躺了下去。早点休息，你若是慌，今夜我守在这里，陪着你。这次顾云溪没有拒绝。夜里，君楚离就睡在长椅上，没有碰他，却也不离开他。
这个安静到好像与世无争的男子，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喜欢他些什么呢？你听说了吗？黎王爷被黎王妃给榨干了。胡说什么？这种话也是能乱说的吗？真是不害臊。是真的呀，我亲眼看到的。黎王爷搬进宁西阁这才几日，就已经瘦得跟人干似的。这不是被黎王妃夜夜榨干，岂会这样？我们家黎王爷的身子本来就不好，哪里经得起王妃如此索要折腾？你去看看黎王爷那模样，再这么下去，非出人命不可。是谁在乱嚼舌根，败坏王府的名声？秦柔快步走过去，厉声道：狗东西，竟敢在王府传此等流言蜚语！王爷饶命，秦姑娘饶命！刚才的传言到底是谁先传出来的？自己出来受罚！秦柔怒喝道，一副当家主母的威严。王爷，秦姑娘，这不是什么传言，这是真的，是奴婢亲眼看到，黎王爷形容枯槁，憔悴不堪，是奴婢亲眼看到的。他忽然叩拜了下去，咚咚咚地磕起了响头。王爷，奴婢说的句句属实，黎王爷的身子真的不好了，可是黎王爷不允许下人说，一个字都不给提，谁敢说出去，黎王爷就杖责谁。可他真的不好了，奴婢送完膳的时候亲眼所见。他看着君叶璇，哭着说：王爷，你快去看看黎王爷，快去救救黎王爷吧。黎王妃真是个祸水，长得这么美，勾得黎王爷为了跟她恩爱，连命都不要了。叶璇，他看起来不像是在撒谎，要不你去宁西阁看看他们，黎王爷的身子毕竟不太好。君叶璇忽然迈步，面无表情朝宁西阁走去。主子的事轮不到你们嚼舌根，来人，拖下去，杖责30，再扔出王府。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他如此护你，你竟敢伤他！顾云溪，你想死是不是？被君叶璇如此一阵粗暴的拉扯，他完全站不住，咚的一声撞在椅子上，之后滚落在地上。希儿，别乱动，阿离，听话。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顾云溪想要起来，可他身上的确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本王推你的力道还不至于让你爬不起来，你又想在本王面前耍什么花样啊？我用我的方式给他治病。四皇兄，请你。赵兰渊。君叶璇一个弯身将君楚离抱了起来。四皇兄，我只是让希儿给我治疗。君楚离的声音不大，但却十分坚定。君叶璇只当听不见，抱着他走了。秦柔却还没走。这是什么？他拿起了其中一枚针管，那针管因为秦柔手指头一抖，竟掉在地上摔断了。抱歉，我不知道他会如此脆弱。秦柔看着顾云溪，眼底有几分意味不明的笑意。这东西很重要。小玩意儿，秦姑娘若是喜欢，拿走便是了。当真？秦柔又拿起第二个针管。秦柔拿着针管的时候，指尖一抖，那针管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也断了。第二枚了，只剩下最后一枚。他到底还想怎么样？秦姑娘，你我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为何今日却来故意为难我？都是阿离送我的小东西，你为什么一定要毁掉？我怎么敢为难王妃你？只是王妃你如此对待黎王爷，确实太过分了。黎王爷身子娇贵，岂能让你闹着玩？你也不看看，你都快要将黎王爷给弄死了。顾云溪不说话，尽量不看秦柔的手要碰到的东西。顾云溪，你很在乎刚才那种小东西，那是你作恶祸害黎王爷用的工具吗？你想对付我？没用的，这座王府除了君叶璇，谁也不能杀我。你信不信？你若是杀了我，他一定会弄死你。其实黎王妃在这座王府原本是可以一手遮天的，可惜你自己不管事。我已经是他的女人了。我知道，我就知道，你这个无耻的女人，你这个贱人！你不是说男子血气方刚的年纪，偶尔风流无所谓吗？
你现在为何又如此绝望？你贱人！你想打我？我现在是无力还手，不过我这张脸还是四皇兄的心头好，你伤我一下试试。秦柔冷冷哼了哼，开始整理自己的表情。其实你真的很可惜，他那么宠你的时候，你为何不珍惜？嫁给无能的弟弟，暗中和权力滔天的哥哥在一起，只要谁都不说破，不也挺好？你想在王府要权力，整个王府的下人哪个不听你的？可惜你连这点权力都不愿意去抓住。现在男人不理你了，你想要再抓住，却已经没机会了。顾云溪，你傻不傻？我若不傻，哪里轮得到你这种小妖精在王府作威作福呢？外头忽然传来一阵吵杂声，秦柔眉眼一挑，走了出去。秦姑娘，什么事？我们在宁溪阁的其中一个房间里发现了大量的毒物。毒物？秦柔眉眼一亮，立即道：黎王妃圈养毒物，对黎王爷意图不轨。来人，带回去，给容妃亲自审讯。真是天助我也！君楚离的确是中了毒，和之前的毒素完全不一样。你到底对离儿做了什么？你说。母妃，我对阿离的治疗只剩最后2步，你信我，我真的可以治好他。阿离身上的毒并不仅仅是毒那么简单，我怀疑当初是有人想给他下蛊，但不知为何下蛊不成，蛊成了毒。这毒在他身上至少有10年之久，怕是阿离从12、13岁开始就被这毒缠身了，是不是？这死丫头，真是自己诊断出来的。母妃，我的确懂医术，请你相信我一次。若我不给阿离治疗，阿离的命只怕活不过2个月了。容妃心头一沉，心如刀绞。以现有的医术是没有办法彻底去除他体内的毒的。最可怕的是，你们用穆安宁的血给他压制住毒性，痛苦是可以暂时被压制，但是每次压制之后，他体内的毒素就会越积累越多的。你都知道？容妃有些迟疑了，她看起来好像真的很懂的样子。娘娘，这段时间他日夜和黎王爷在一起，黎王爷在他面前能有什么秘密？秦柔一句话将容妃心底的疑惑一瞬间理清。你到底对阿离做了什么？到底给他注入了什么毒？你快说，再不说，本宫杀了你！我注入的都是分离之后的血清，不是毒，只是血清如今和他体内的毒抗衡，才会导致他的身体虚弱。再过2日，可是蓝先生说，黎王爷那一缕脉搏随时都会消失。秦柔是最懂得如何拿捏容妃的，事关黎王爷，一点点风吹草动，容妃都会崩溃。蓝先生说2日也未必能熬过去。不可能的！贱人，你敢毒害离儿，本宫死也不会放过你，本宫杀了你！那巴掌一个个落在顾云溪的脸上，很快顾云溪便唇角渗血，目光混沌。可惜的是，这房间里竟然没有一把刀子。娘娘，黎王爷和玄王爷都喜欢这张脸，娘娘要当心，可别毁了他的脸才好。顾云溪视线里的容妃状似癫狂。母妃，阿离是我的夫君，我毒杀他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你毁了我无所谓，不过你确定要让自己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吗？容妃的心一阵收紧，秦柔脸色变了变，但立即换了一张温和的面孔。娘娘，玄王爷和黎王爷都钟爱这张脸，毁不得呀。母妃，你听出来了吗？他说四皇兄钟爱我这张脸，他这话是如何说得出口的？容妃回头看着秦柔，秦柔眼底掠过一抹慌乱。娘娘，我自己有眼看，我也没必要在你面前伪装。我爱着叶璇，我自然也希望他以后能回到正轨上。所以你就要利用母妃的手来毁了我，来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哼，你的目的是达成了，但母妃从此又会被四皇兄记恨，到头来只有你秦柔一个人坐享其成。秦柔没说话，容妃刚才是发疯了，但她不是真的疯了。对不起，娘娘，我真的只是妒忌她的脸。我知道青嬷嬷死了，你恨透了我，
但是母妃，我几时做过伤害你、伤害阿离的事情？毒害阿离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我只是想治好他。我是离王妃，我不是玄王妃。若是离王没了，我什么都不是。君夜璇不会来救他，他已经彻底放弃他。如今的顾云熙想要自救，只能努力说服容妃。只有阿离活着才能保障我以后的荣华富贵。母妃，不管出于任何理由，我都没有伤害阿离的道理。你相信我，试一试我的办法，阿离还有活下去的机会。若是放弃，阿离活不过2个月了。容妃冷静了下来，顾云熙说的不是没有道理。有没有可能你心里觉得，若是没了离王爷，叶璇就可能会毫无顾忌将你留在身边？我与叶璇相处不多，但我知道他很爱离王爷，他也很喜欢顾云熙。秦柔走到容妃的面前，娘娘，我的确是想借助你的手除掉他，因为我知道若是我动手，叶璇一定会杀了我，就像杀了亲嬷嬷一样，所以我不敢。可这个女人不能继续活在这世上，叶璇对她的喜欢我都看在眼里，有她在，叶璇和离王爷不可能好起来。娘娘，我的确是想利用你，可难道你就真的愿意看着自己2个儿子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顾云熙知道自己的机会已经错过了。母妃，娘娘，你别再听他胡言乱语了。这次秦柔冲了过来，一个巴掌将顾云熙所有的话语打散。视线里，容妃的眼神逐渐变得锐利冰冷，她手里不知道拿着什么东西，是一把刀子。顾云熙，你去死吧！但她的刀子竟没有没入到顾云熙的身体，而是被一只大掌给握住了。叶璇，回头就看到君叶璇站在顾云熙的跟前，正握着容妃的刀子。来人，送容妃娘娘回去休息。他回头看着被绑在木桩上的女子，眼神复杂。顾云熙迷迷糊糊看着他朦胧不清的脸，哑声道：可不可以再信我一次？顾云熙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在一个并不熟悉的房间里。阿离，他猛地坐了起来，坐起来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脑袋还是晕乎乎的。小姐，你可终于醒了。我睡了多久？1天1夜。不行，不行，阿离等不及，我必须马上见到他。1天1夜，老天啊，他竟然睡了1天1夜，距离最后2次注入血清只剩下2天的时间了。安夏，我的针管和分离器呢？快点帮我拿过来！快，我要去见阿离。人给你带来了，刀子给本王扔下。四皇兄，你得先发誓，不会伤害他。君楚离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伎俩，竟然逼他。本王不会伤他，将你手里的刀子扔掉，别再挑衅本王的耐性，否则本王现在就弄死他。不信你试试看。君叶璇是真的被气坏了，那份寒气就连君楚离都觉得瘆人。还不让他放下刀子？若是他真有个3长2短，本王定会亲手撕了你。顾云熙咬了下唇，知道阿离在他的心里无人能比，这个时候他也无心计较什么。他就算再残酷无情，至少还是一个重承诺的人，都发过誓了，不会反悔的。他伸出手递到君楚离的面前。阿离，将刀子递给我，危险。顾云熙在床边坐下，回头看着蓝渊。我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救他。但王妃，恕在下直言，李王爷现在的脉搏非常虚弱，随时都有断掉的可能啊。阿离的身子我比谁都清楚，只剩下2次治疗了。四皇兄，我护阿离的心和你是一样的，你可以不信我任何的话，但对阿离的守护，请你一定要相信。最后2次治疗，我用我的性命来做担保，阿离活，我便活。阿离若是真的有事，那就请四皇兄替我好好照顾希儿。他不是不信顾云熙，但天有不测风云，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四皇兄，君叶璇却盯着顾云熙，面无表情。蓝先生现在也没办法了，是不是？穆安宁的血治标不治本，只会加重阿离的病情，是不是？你当真不怕死？我怕，但我欠了阿离一条命，为了他，我可以死。希儿，你其实并不……闭嘴！君叶璇冷飕飕的目光落在君楚离身上的时候，始终是带回了一点点的温度。王爷，李王爷这病，我
真的无能为力，继续这么下去也不过是苟延残喘。所以若是离王妃真的有办法，不妨一试。王爷娘娘，离王爷他没有脉搏了。容妃眼前一黑，咚的一声倒在地上，时间仿佛停住了一般，没有人敢说话。忽然蓝渊吓得猛地扑了过去，一把握住君楚离的手腕。王爷，离王爷活过来了，他活过来了。君夜璇还是没有说话，心情大起大落，竟在沉默了片刻之后，忽然张嘴，一口血喷出。王爷，君楚离还在咳嗽吐血，只是吐出来的血已经带着一点鲜红的色泽。1个时辰之内，不要让他喝水。顾云溪咬着牙，努力支撑着自己的意识，但这已经是他能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之后，他眼前一黑，这次终于彻底晕死过去。王爷体内的毒和以前不太一样了。如何不一样？是不是又有什么变化？自然是有变化的，我也不清楚王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王爷体内的毒至少被去了80%。80%？君夜璇忍不住回头看着还在床上昏睡不醒的顾云溪，他真的做到了。你确定？属下确定。不过王爷现在身子还有些弱，还需要好好调整。蓝渊回去照顾君楚离了，房间里只留下君夜璇和依旧昏睡的顾云溪2个。他有多久没有好好的看过他了？这张脆弱的小脸，今夜不知道被打了多少个巴掌。君夜璇伸出手，指尖还没有碰到顾云溪的脸，外头忽然传来燕北恭敬的声音：王爷，秦姑娘来了。秦柔走进来的时候，步伐和心情一样十分沉重。叶璇，我听说离王爷醒了，他真的好起来了吗？他看到君夜璇身后那张床上睡着一个姑娘。叶璇，他为什么在这里？叶璇，我们不是说好了吗？这段时间先不惹容妃娘娘伤心，是不是？他脸上的伤有几下是你打的？什么？叶璇，命人将他绑起来，煽动母妃亲自去审讯，再借由母妃的手将他除去。本王竟不知道，在本王的地方竟然还有人敢如此设计本王的女人。今夜若他晚到一步，母妃手里的刀子是不是已经刺入顾云溪的心窝？他的女人差点就死了。叶璇，她不是你的女人，她是君楚离的王妃，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吗？叶璇，难道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容妃娘娘了吗？君夜璇不过是向秦柔迈出了2步，秦柔就立刻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压力，压得他胸臆间的血气不断的在翻涌，他快要呼吸不过来了。叶璇，我只是想帮你。你猜本王信不信？本王再问你一次，今夜你打了他几个巴掌？秦柔现在看着他，分明有一种即将被凌迟的恐惧。既然你不说，那么本王就当是他脸上所有的指印都是你留下来的。君夜璇抬起手，秦柔吓得惊呼了起来：一个，就一个，真的就只有啊！君夜璇一挥手，秦柔就像是断线风筝一样飞出去之后，砰的一声跌落在地上，脸上火辣辣的疼。他吐了一口血，下意识抬起手往自己脸上抹了一把，温热粘稠。低头一看，手背上全都是血。我的脸！他的脸被毁了，被君夜璇给彻底毁了。为什么？我这么爱你，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他的脸被毁，他这一辈子都被毁了。你如此在意他，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他在意的是黎王爷，他根本不在意你。秦柔现在不怕死了，便是再也不怕自己说错什么。脸被毁了，他的人生再也没有希望。
你放任他留在君楚离身边，是因为你怜悯你的弟弟，也是因为你知道你弟弟身体不好，不能要他。可你的弟弟现在好起来了，你的女人马上就要治好他的夫君，等他的夫君好了之后，他们就可以在一起。等君楚离好了，他也可以做那些你对顾云溪做的事，那是他的娘子，他也会像你要顾云溪那样疯狂要她。你想死是不是？君叶璇眸色轻寒，一脚踩在他的身上。你就算杀了我，也改变不了事实。君楚离会被治好，他会像个正常的男人那样要你的女人。这不是不允许任何人碰你的女人吗？等君楚离要了她，你是不是连自己的亲弟弟也要毁掉？你是不是？秦柔最后一句话没机会说出口，君叶璇一脚将他踹了出去。侍卫看着奄奄一息的秦柔，战战兢兢。王爷，送回相国府。转身，眼底的戾气还来不及散去，便看到床上的女孩已经醒了，此时正愣愣地看着他。他眼中那份属于野兽的血腥暴力，让顾云溪心头一凉，动彻心扉。他走过来的时候，顾云溪下意识往床内侧躲去，只是一个眼神，便让君叶璇住了步。毫无温度的目光锁在他的脸上。没有人说话的时候，房间的温度低得可怕。怕本王？君叶璇眼底仅存的温度很快就散去。哼，你同情他？顾云溪摇了摇头。我想去看看阿离。现在不想和君叶璇单独在一起，莫名的不安。所以你心里就只有楚离？他不知道自己在计较什么。刚才秦柔的话像刀子一样戳得他的心千疮百孔。我是阿离的娘子，所以他心里难道不是应该只有阿离？四皇兄，一切都结束了，现在阿离开始好起来，大家是不是也该回到正轨上了？君叶璇不说话。四皇兄，以前的事情我都忘了，我现在就只是阿离的娘子，也请四皇兄将以前的事情忘了。阿离会康复，母妃也会变得正常，这个家会好起来的。却不想，就在顾云溪以为他会放手的时候，君叶璇忽然掌心一紧，将他一把摁了下去。所以你们都好了，就只有本王，只有本王是这世上最可恶、最十恶不赦的魔鬼，是不是？所有人都得到了救赎，每个人都像是获得了新生，却只有他。四皇兄，我求你不要这样。四皇兄，这个家是可以好起来的。四皇兄，我求你。顾云溪的声音带着几分无助的沙哑。男人大掌压在他的背上，轻易的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脆弱。这个家真的可以好起来吗？他没说话，但也没有更加放肆的举动，只是坐在床边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不知道是因为紧张还是不安，顾云溪的眼皮渐渐开始沉重了起来。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竟然睡过去了，一觉睡到天亮。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已经回到了明熙阁的房间里。那日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君叶璇。希儿来了，快过来坐。母妃。容妃现在看到他，心情多少有些复杂，迟疑了下，才浅叹了一口气道：“过来坐吧。”顾云溪坐在床边，执起君楚离的手给他把脉。如何？比昨天又好了不少。最后一次血清，我决定放在10天之后再进行，让你的身体先缓和一下。君楚离对此没有任何意见。容妃也知道，顾云溪说什么，这个儿子都会言听计从。希儿，容妃看着顾云溪，正想说什么，不料顾云溪竟忽然脸色一变，捂着唇，一转身冲了出去。希儿说过要你冷静休养，你这么快就不听他的话了？可是他看起来很不舒服的样子。本宫去看看，你别慌。顾云溪就站在长廊尽头，正在干呕。看到他这模样，容妃心头一紧，有些什么在心间掠过。希儿，你怎么样？没事。顾云溪好不容易缓过来一口气，
想安慰两句，一张嘴竟又忍不住干呕了起来。快，送温茶水过来，快！他这模样看起来实在是不对劲。荣妃看着万分紧张，心情忐忑不安。好不容易顾云熙才止住了呕吐的冲动。我真的没事。你，荣妃欲言又止，让兰渊给你把脉看看。母妃，我自己就是大夫。你是不是？只是这2日身子不好，昨夜又受了凉，今夜又吃坏了肠胃，胃口不舒服。我真的没事，母妃你不用担心，我们先去看一看阿离吧。可是，荣妃看了看他，又看着刚才他呕吐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东西吐出来，哪里是吃坏了肠胃？真的没事，刚才估计要吓坏阿离了，还不赶紧回去。我怕阿离要自己出来找我。阿离的身子刚好了一点，现在可不能乱吹风。他这么一说，荣妃哪里还敢耽搁，赶紧和他一起回房间看君楚离。小姐，你已经2个多月没有来月事了。你说什么？小姐，安夏，别胡乱说话。小姐，我没有乱说话，你这样子。这样子像极了他小时候看到梅大年怀孕作呕的模样。小姐，你就找个大夫看看好不好？我自己就是大夫。可你从来没有给自己把过脉。安夏差点就哭了。小姐自己也不知道啊，顾云熙的手指在颤抖，想要给自己把脉看看，但不知为何忽然间她没了勇气。小姐，顾云熙一点反应都没有，最后扶着她上了马车，出了门。夫人，你这胎儿怕是保不住了。顾云熙没说话，指尖冰凉。真的怀上了？小姐真的怀了身孕而不自知？大夫还有没有办法？安夏吓得连呼吸都一阵困难。那大夫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胎儿脉象非常虚弱，夫人的身子也是孱弱的很，就算现在开药补胎也是难。只是难，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是不是？10之8九保不住啊。回去的时候，顾云熙一直不说话，手脚冰凉。小姐，不管怎么样，小姐现在先养好身子，也许还会有希望。安夏，我在的，小姐。我亲手害了自己的孩儿。顾云熙闭上眼，眼泪终于忍不住沿着眼角滚落下来。我亲手给他喂毒，我害了自己的孩子。小姐，你根本不知情，不是你的错。我没事，这件事情不能说出去。小姐，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四皇兄，1个月之后，我会亲自告诉他真相。君叶璇眉心轻轻皱起，依旧没说话。我很喜欢她，真的，从未如此喜欢一个姑娘，但她不知道，当初救她的人是四皇兄你。是四皇兄救的人，从一开始就是四皇兄的姻缘。君楚离只是一个闯入者。他以为是四皇兄抢了我的功劳，强占了他，可事实上是我强占了你们的缘分。只怪我当日糊涂，在他醒来的时候告诉了他我的名字，他便认定了我是他的救命恩人。那之后其实有很多次机会君叶璇是可以说清楚的，但他没有说，只为了他这个即将病死的弟弟。在军营里照顾顾元熙的也是君叶璇，可顾元熙记住了这个名字，君楚离。四皇兄，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君楚离也知道从头到尾最自私的人是他自己，可他真的不舍。再给我1个月的时间，1个月之后我一定会将希尔还给你。四皇兄，请你再让我一次好不好？夜深了，君楚离亲自送顾云熙回宁西阁。希尔，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你自己的身子都还脆弱不堪，却只知道关心别人，
我健康的很，怕什么？顾云熙勾起唇，眉眼弯弯，这明朗的笑意任谁都看不出来他笑容之下那颗凄苦的心。他很快就不属于自己了。1个月，他知道只要自己开口请求，四皇兄一定不会拒绝。四皇兄从来都会让着他，从小到大一直让着。若有一日你发现我骗了你，你会恨我吗？你会骗我吗？我不知道。无妨，每个人活在这个世上，谁能不撒几次谎，骗几个人啊？希儿，若你有苦衷，我也会原谅吧。君楚离忽然快步走过去，在顾云熙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之前，将他一把扯入自己怀中，用力抱住。阿离，他为什么会如此悲伤？明明一切都已经好起来了，为何却从他的身上闻到了绝望的气息？阿离，他到底在想什么？没人知道，那个不知名的角落里，一道玄色身影无声离去。那无情的风一阵一阵掠过，撕碎的又是谁的心？燕北，王妃，你真的在这里，太好了。王妃，你快去看看王爷，他伤得很重，可他心情不好，不允许御医靠近。连御医都不给靠近，我去了也没用。王妃，不管怎么样，你都是玄王府的人，王爷这次真的伤得很重，你就真的见死不救吗？顾云熙是不可能见死不救的，所以最后还是跟着燕北来了。只是没想到，还没进门就听到砰的一声，一个什么东西从房间里飞了出来，砸在地上，是一个小宫女。顾云熙看到那小宫女伤得完全爬不起来，她终于忍不住了，快步走了进去。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啊？心情不好就可以随便发脾气伤人吗？别人也是有家有亲人的，也是家里人捧着长大的心肝宝贝，你凭什么？但他没说完，话就卡在喉间，说不下去了。一地的血，都是君叶璇胸膛上那伤口留下来的。他此时坐在椅子上，正抬头看着他，深沉的目光带着几分隐忍的痛楚。四皇兄，你怎么样了？君叶璇垂眸盯着他的脸，薄唇微微动了下，没有发脾气，没有骂人，也没有动手伤人，只是眉宇间有着一抹委屈。他想摸本王的身体。这些伤口已经好几日了，为何一直不处理？给他洗完澡，顾云熙让他靠在床上，他拿起药开始给他的伤口消毒。没人伺候。只要玄王爷放话，整个南陵1半以上的姑娘抢着来伺候你。也包括你吗？四皇兄，本王还没碰你，叫什么？不过这叫声还真是挺好听的。许久不听，如今听一下，身上伤口的痛楚都好像减轻了不少。他忽然抓住他给他上药的手。你弄疼本王了。你伤得这么重，消毒的时候肯定是会疼的。那你承认弄疼本王了？我不是故意的。疼，这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吗？他又不能给他打麻药。既然你承认弄疼本王，那就得要负责，让本王不疼。我这里没有麻药，疼是必然的。不过我剂量轻一点。或许你可以做点别的事，让本王好受些。那你例如叫给本王听。顾云熙愣了下，随即脸一红，气笑了。你疯了！君叶璇没说话，大概也没有多少说话的力气了。他看着顾云熙的脸，这张脸他有多久没有好好看过？事实上，如今视线里的这张脸已经开始有些模糊，终究只是血肉之躯，流血流多了，意识就开始崩塌，不过是在强撑着。他感觉不到安全的时候，强大的意志力总会支撑着他的精神，不让自己倒下。可现在，在顾云熙的面前，他感觉到了安全。死女人，轻一点儿，
四皇兄这几日受的伤，为何都没有好好处理过？就只是撒一点金疮药止血，连包扎都不愿意。四皇兄，胸口的伤有一些严重，里头的小沙子必须清理，得要重新将伤口切开，会很疼，你要忍着。本王一直在忍着，你们还要本王忍到何时？忍到死去那一刻吗？那一刻，他的眼底只有绝望。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绝望到这个地步，手就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烫得他猛地收了回去，一不小心扯了他的伤口一把。对不起，我要将伤口切开了。你若是怕疼，我给你想办法弄一些麻药。皇祖母只睡1个时辰。顾云熙无声浅叹，他还在替他考虑，等皇祖母睡醒了会来找他的。今日是中秋，他下午还得忙，的确是没有太多时间去折腾。四皇兄，你忍耐一下。男人的眉心始终皱得紧紧的，他知道他疼。以后受了伤，只要有机会就一定要先好好处理，否则像现在这样重新切开去清理，不仅费时费力，还会耽误痊愈的时机。他没有说话，顾云熙也不知道自己的话他到底有没有听下去。不要再伤害自己。没想到他竟然一个反手将他握住。死女人，我痛啊！不疼，很快就不疼了。消毒水的刺激比刀子割在肉皮里还要痛。他是医生，他比谁都清楚。你别怕，很快就不痛了，真的很快。他低头在他的伤口上轻轻吹气。真的痛。等好了就不疼了，真的，乖一点。不要丢下我。我不会，至少现在不会。希儿，你怎么样？顾云熙想说句没事，可刚张嘴便又是一阵干呕。怎么回事？我没事，多谢四皇兄关心。黎王妃这是害喜了吧？害喜，这2个字让坐在顾云熙身边的2个男人手一抖，惊得差点集体从椅子上滑了下去。你怀了孩儿？他的女人怀了他的孩儿，是真的吗？希儿，你真的怀了身孕？黎王妃这模样，看起来真像是有这么回事。请御医看过了吗？御！君夜玄吼了一声，周围的人一个个吓得纷纷后退。哼，四皇帝不用太紧张，老五还没说什么呢。君楚离眸色一沉，他是病了10几年，但不代表他是傻的。这种时候，四皇兄的反常会让人起疑。大皇嫂，希儿不舒服，我先送她回去休息。还请大皇嫂跟皇祖母说一句，请皇祖母和父皇莫要见怪。他站了起来，一把将顾云熙抱起，竟真的就这样走了。全场一片哗然。一来，这举动实在是不合礼节；二来，这黎王爷看起来好像真的好了。黎王妃真的将他多年的顽疾给治好了。最后让大家彻底冷静不下来的是，玄王爷也走了。这没有一句交代，就这么跟在黎王爷和黎王妃的身后走了。让兰渊滚进来，快！我真的没有怀孕，我只是肠胃不舒服。君夜玄将他轻轻地放在床上，回头便冲燕北吼了起来：人呢？啊！燕北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还以为是黎王妃受了伤，被王爷一吼就差点跪下了。已经命人。王妃可是有害喜的症状？王妃，让属下给你把脉看看，可好啊？不需要，我自己就是大夫。兰渊，你觉得你的医术比我好？兰渊顿时脸一红，不地自容。我不是这个意思。那就让属下看看，可好？两位王爷现在这个架势啊，
王妃是躲不过被把脉的，毕竟王爷有子嗣，这是非同小可的事情啊，那可是马虎不得呀。王妃，我说了我没事，我只是吃错了东西，肠胃不适。既然不是，那就让他给你把脉看看。君夜璇在床边坐下，这次竟当着所有人的面将顾云熙抱上了自己的腿。君夜璇，你放开我！他怎么能这样啊？她是阿离的王妃。君楚离握着他的手，柔声道：希儿，你可能怀着四皇兄的孩儿，不要太激动了，以免伤了孩子。事到如今，他的身份在他们这些人当中已经不是秘密。君楚离虽然很羡慕，可这一刻激动和兴奋盖过了一切。四皇兄和希儿的孩儿便也是他的孩儿，这辈子他都会将他们的孩子视如己出，他会爱他们的孩儿胜过爱自己。希儿，让兰渊给你把脉看看，别慌，我和四皇兄会一辈子守护你。顾云熙觉得自己就是这世上最诡异的存在。王妃啊，就让手下给你把个脉，可好？顾云熙却摇了摇头，沉默片刻之后，他将君楚离的手推开，冷静道：不必了，我的确是怀了身孕。房间里头鸦雀无声。玄王爷对此有什么看法？嫁给弟弟，却怀了哥哥的孩子。四皇兄当初安排这一切的时候，可曾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还是说，四皇兄根本就没有想过，我会有机会怀上四皇兄的孩儿？本王会想办法。四皇兄能想到什么办法？是让阿离一辈子吃这个暗亏，一辈子给别人养孩子吗？顾云熙闭了闭眼，将眼底的绝望掩去。还是说，要让这个孩儿一出生就被人称为野种？谁敢？君夜璇脸色一沉，谁敢骂他的孩儿是野种，他杀了他全家。别生气，给本王一点时间，本王定能想到办法。顾云熙心情始终是很差，有些事情无法说出口，出口便都是绝望。这件事情与你无关，四皇兄没有必要。希儿，我头疼，我浑身难受，希儿，我生病了，事情我们以后再说，好不好？我生病了，真的，不信你摸摸看。顾云熙给他施了针，君夜璇连药都不愿意喝，搂着他就要休息。起初顾云熙是不肯的，无奈他体温真的很高，不好好休息一下，这烧退不下去呀。他半推半就的，也只能躺在他的怀里，被他抱在怀中，最后累极睡了过去。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的，总感觉肚子有种奇怪的触感。顾云熙睁了睁眼，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衣裳被人拉开了。这混蛋！正要将压在自己身上的男人推开，却不想再定睛一看，才发现男人并没有压在他的身上，而是趴在他的肚子上。他的脸贴着他的小腹，只是轻轻地贴着，一点点重量都不敢压下。希儿，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什么事？关于1年前那件事的真相。1年前救他的人是君夜璇。顾云熙花了整整1日的时间，才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了下来。君楚离还在外头等着，怕他不肯原谅自己。自从说完真相之后，他就一直没敢进来，像个犯错的孩子。顾云熙现在也没有心情去哄他，心里全都是君夜璇的影子。王妃，李王爷他自己犯了错不敢进来，我也没有办法。王妃，你腹中的孩子不能留。顾云熙看着他，面无表情，一点反应都没有。蓝渊无声浅叹，他自己就是大夫，其实他心里比谁都清楚，是不是啊？王妃，阿离还需要一次治疗。
王妃还要用自己的血来当药引吗？这件事情除了顾云熙和安夏，大概就只有蓝渊一个人知道。他知道王妃那间小药房里的毒物具体的作用是什么。王妃，恕我直言，你之前往体内注入的毒已经伤到了孩儿，如今王妃腹中的孩儿也不过只一息尚存，他饱经剧毒的侵害，就算有机会生下来，只怕也是个……蓝渊知道自己的话很残忍，但就算他不说，王妃心里也清楚是不是？这件事情还是得要说清楚，拖不得。就算生下来也是个肢体残缺的孩子，更何况也活不久啊。顾云熙闭上眼睛，肢体残缺便是畸形儿，还是一个一出生就带着剧毒的畸形儿。王妃，这孩儿要不得，趁着他如今还小，王妃放弃他吧。你知不知道，当他知道自己有了孩儿的时候，他有多激动？若是让他知道他的孩儿终究是保不住的，他会有多绝望？她怀了你的孩儿，哼，你终于如愿以偿，和你喜欢的姑娘在一起了。离儿呢？你可有想过，你还有个亲弟弟？君夜璇不说话，容妃气道：“你们在一起了，你弟弟怎么办？他有多喜欢顾云熙，你是不是不知道？”他还是没有说话，这倔强的模样让容妃心如刀割。为了一个女人，你就如此置她于不顾吗？你是不是忘了10几年前是谁替你挡了那剧毒？是谁为了你饱受病魔折磨了10年之久？儿臣没忘。你既然没忘，那就应该知道，你一辈子欠着离儿，你欠了他。母妃。君夜璇抬头迎上他的目光，那一刻他眼底有沉重，也有哀伤。你，儿臣。君夜璇深吸一口气，此时看着他的母妃，傲气没了，冷漠也没了，只有最后一丝丝如沐之情。儿臣也是你的儿子。容妃浑身一震，死死盯着跪在堂前的年轻男子，这话竟惊得他忘了回应，甚至忘了呼吸。他怎么能有如此懦弱的想法？你可以不是本宫的儿子，但你是他的儿子。他猛地抬头看着高台上那块无字牌位，他的手在颤抖，他的身体也在不断颤抖，就连声音都是沙哑而颤抖的。你是他的儿子，你身上肩负着所有人的希望，你不能有轻，不能脆弱，更不能有弱点。你必须能人所不能，必须比任何人都要强大，必须忘记这世间所有的轻，所有的痛。你不需要感情，君夜璇，你不需要，你不需要母妃，也不需要妻儿，你不需要，你知不知道？楚离跟你说了什么？该说的都说了。君夜璇握紧了他的手，这一刻就像是在等待判决一样，等待着他会继续恨自己，还是选择原谅他。给我3年的时间，希儿，3年后，我的一切从此只会属于你和孩儿。3年，等他完成给母妃的承诺之后，此生他就只为了他和孩儿而活着。相信我，希儿，3年之后，这一切纷纷扰扰与我们再无关系。以后你要做什么，我都会陪着你，可好？顾云熙不敢回应，他眼底的光让他心情说不出的沉重。他不知道他以前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但却知道从前的玄王爷有一种厌世的颓废。接下来那段时间，君夜璇就像是出门上班的丈夫，一旦下班，第一时间就会回到妻子的身边，尽一个丈夫的职责。今儿晨里，王爷还去膳房走了一趟。他去膳房干什么？给小姐你做早膳呀。安夏想起那时候的情形，又是无奈又是好笑，却又有些心酸。小姐这几日胃口不好，玄王爷都记着呢。他不知道从哪里听说，
什么酸枣糕可以开胃。昨夜回来的时候就抱着一堆新鲜的酸枣，不过回来的时候太晚，小姐已经休息，她让我将酸枣保管好，她便陪着小姐你休息去了。我还以为王爷忘了这事儿，没想到他今晨天还没亮就命人来找我，让我带着酸枣去膳房。安夏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实在是够丰富了，他竟然有幸亲眼看到高贵不可侵犯的玄王爷在膳房里忙碌的身影。不过玄王爷怕是一辈子都没进过膳房吧？他上战场杀敌是无所不能，在膳房却跟个傻子似的。这么晚，为何不休息？会累坏自己。不累，今夜想跟你说一说话。父皇非要让你一天到晚杀敌吗？就不知道心疼一下自己的儿子。各国每年不知道派出多少探子奸细前来，我们南陵不也一样，到处派出自己的探子。所以这些所谓的奸细根本捉不完，他就不能歇一歇？这身躯有多少血可以流啊？真的是不知疲倦的吗？心疼你的夫君啊。我的夫君是李王爷。让他再快活几年，过几年有他受的。什么意思？不用管，反正以后你的夫君只有我一个。他发现他最近很爱笑啊，每次只要他一笑，顾云熙就会看得有些入迷。过去那一年，他其实也是如此对着他笑的。又看着我发呆啊？当真这么喜欢我？你怎么不自称本王了？君夜玄朗声笑道。还在生气吗，小东西？没有生气。给你准备了饭菜，快吃。你还没用完膳？这个点太晚了。我吃过了，我只是想看着你吃。看本王吃有什么好看的？他也吃过了，不过是啃得干粮。顾云熙没搭理他的话，给他盛了一碗汤。父皇还要你忙到什么时候啊？再说完了。所以再过段时间他就可以回来好好的陪他。阿离的治疗只剩下最后一次，但这一次至为关键。是不是需要我做点什么？需要找一个极寒之地，让他休养3个月，用寒气防止他体内的蛊毒死灰复燃。蛊毒？君夜玄的脸色再次沉了沉。你确定他中的是蛊？起先那人应该是想给他下蛊，以我猜想，是因为功力不够，下蛊不成，蛊死毒流。当初阿离到底是在哪里中的毒？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无穷。其实当初那黑衣人要对付的人是我，是阿离发现有人对我出手，以身护我，替我承受了一切。顾云熙明白了，君夜玄一辈子都觉得自己欠了君楚离的，所以不管君楚离要什么，哪怕是要他的命，他也会给。那若是阿离一定要我呢？这段日子我过得很艰难，甚至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顾云熙心头紧绷，有种被刺痛的感觉。但我现在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顾云熙按住他在自己身上乱来的手。我还有话要说。可他的手并没有停下来，很快就将他的上衣解开。叶璇。君叶璇浑身一震，这是他第一次直接呼唤他的名字。没想到自己的名字从他口中呼出来，竟是这种感觉，酥酥的，软软的，热热的。君叶璇忍不住将他拉入自己怀中，低头，薄唇在他唇瓣上印了下去。我还有话要说。你说，我听着。不给他亲小嘴儿，他也不气馁，扯开他的衣襟，将他的身子拖了起来，用力亲下去。顾云熙差点要尖叫，才发现自己身上的衣裳不知不觉间被褪得只剩下了最后一层薄薄的布料。阿离，这个时候不许想其他男人。就算是阿离也不行。不是，我说，等一下，那里不行。
君叶璇可不想从这张小嘴里再听到其他男人的名字，趁他不注意，将他的小嘴儿彻底堵死了。阿离需要静养，需要有人守护，你得护住他，千楼。一定要我亲自护送去？你不愿意吗？其他人我不放心。那你？那是极寒之地，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去，会伤到孩儿。君叶璇的眸色微微沉了下来，盯着他醉人的小脸，一丝不舍。护送阿离，便是要从他身边离开。极寒之地3个月，他怎么舍得？他病了10年，现在好不容易有机会彻底痊愈，这个节骨眼上绝不能出任何的差错。他的手沿着他的小腹一路往下滑，顾云溪浑身紧绷，紧张又不安，万分羞涩，却又无力阻止，只能看着他，努力让自己冷静。叶璇，我们欠了他是不是？我们？君叶璇被这2个字弄得心头被一种叫幸福的感觉胀得满满的，他们终于成了真正的我们。他低头在顾云溪的唇上轻轻吻了下，之后薄唇沿着他的脖子一路往下，掠过让他羞涩万分的胸口，再往下来到他的小腹上。叶璇，好。君叶璇深吸一口气，顾云溪惊得慌忙要将他推开，君叶璇却将他的手轻轻握住，不让他乱动。不行，他从来没试过被这样对待，这种感觉就像是自己是高高在上的女皇，可他是玄王爷呀。君叶璇只是浅笑，用自己最温柔最虔诚的方式让自己彻底臣服在他的身体里。为了提前将皇上交代的任务完成，接下来那几日君叶璇出门之后再也没有回来过。虽然他没有交代什么，但顾云溪对他有信心。他说过5日之后回来，就一定会回来。你若真的喜欢他，就直接跟你四皇兄说，他会将顾云溪让给你的。希儿不是东西，不是物品，不是谁让给谁，他便能属于谁。区区一个将军府的小姐罢了，你贵为一国王爷，想要什么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是不是担心你四皇兄不高兴？你放心，母妃会替你劝你四皇兄。这么多年来，你想要什么，你四皇兄都会给你。区区一个女人，你四皇兄还不至于为了她委屈你。君楚离却看着容妃，一脸震撼。母妃，难道在你心里就从未在乎过四皇兄的感受？离儿，你不懂，你四皇兄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将来将会成为一代枭雄，他不该为了一个女子耽误了自己的步伐，他不能。所以离儿，不用担心他。母妃，君楚离急了，心头说不出的难受。四皇兄也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不是一块木头，他也会难受，也会伤心，也会绝望。他没有资格绝望。君楚离觉得自己已经无法跟他沟通了，他完全不明白母妃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总之，这次我不会再委屈四皇兄。等我病好了以后，我也可以替你打江山。以后母妃不要再欺负四皇兄了。丢下这句话，君楚离走了。他居然说他在欺负玄儿，他根本什么都不懂，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现在做的一切才是对玄儿最好的，可自己的2个儿子竟然都不理解他。小姐，你真的要这样吗？若是让玄王爷知道，他会发疯的。顾云溪没说话，取出针管，在毒物身上抽出毒液。小姐！安夏忽然有些情绪崩溃了，一把握住顾云溪的手，她哭道：小姐，你再好好考虑一下，你再考虑一下。安夏还是轻轻抱着顾云溪的手腕，不敢放开。小姐，你想想玄王爷，想想你们的将来，
你也舍不得是不是？小姐，离王爷每日都在好转中，其实还可以想其他的办法的，是不是？这是最好的办法。顾云溪的声音很轻很轻。安夏急道：但不是唯一的办法，对不对？顾云溪看着他，几分无奈。可我腹中的孩儿，作为一个在21世纪学过专业知识的医生，他没有任何理由留下孩子。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小姐，外头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安夏吓了一跳，看着顾云溪。顾云溪的针管收了起来，看着大门。房门很快就被敲响，来人只是敲了2下门，便直接将房门推开，走了进来。蓝先生。安夏赶紧趁机将顾云溪手里的针筒夺了过来，小心翼翼地放回到木盒子里。蓝先生，有什么？还没走到蓝渊的眼前，安夏就忽然闻到了一阵花香，脑袋瓜瞬间晃了晃。安夏，当心！顾云溪惊觉不对劲，正要过去，安夏已经倒在了蓝渊的跟前。蓝渊，什么意思？顾云溪想要过去将他扶起来，没想到蓝渊身后有2名侍卫闯了进来，将他拦住。在侍卫身后进来的是一个雍容华贵的妇人。母妃，就是这东西，要注入你的身体里，再从你体内抽出血，提炼那个什么血清，给离儿解毒。顾云溪一听就知道是蓝渊告诉他的。蓝渊，你这又什么意思？顾云溪眉心紧皱，还想说什么，却听到容妃冷声问道：既然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为何还不动手？他看着顾云溪，脸色一沉。你该不会是后悔了，不想给离儿治疗了吧？这个问题顾云溪没有回答。若是腹中没有孩儿，他一定无所顾忌，可今夜真的难啊！将剧毒注入体内，便像是亲手杀了自己的孩子。他左右为难。哼，本宫担忧的果然没错，你当真不想牺牲自己救离儿了？顾云溪，你是离儿的娘子，如今却为了和另一个男子在一起，如此放弃离儿。容妃越看那只没有被使用的针管，心里越气。你对得起你的夫君吗？有一件事，我想母妃你从头到尾都弄错了。你说本宫错了？哼，你不愿意用自己的身体给离儿治病，违背了承诺，你还敢说本宫错了？容妃娘娘，这个称呼让容妃更是生气，她竟然连母妃都不叫了。娘娘，我从未说过要牺牲自己去救阿离，这一点还请娘娘认清。你说什么？你竟敢出尔反尔！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你，请问娘娘几时听我说过，我答应过必须牺牲自己去救阿离？顾云溪也生气，简直要被气笑了。我救阿离，只是因为我觉得阿离值得我救，并不因为他是什么身份，有什么样的背景，与我是什么样的关系。容妃娘娘，我不欠阿离，我更不欠你。你1年前阿离救了你，1年前救我的人是叶璇。你已经嫁入我玄王府，你这条命就是我玄王府的。别说你的血能治好离儿，就算只能舒缓他的病症，你也必须要将你的一切献出。顾云溪没说话，他不是不想救君楚离，他说过要治好他，就一定会想办法将他治好。何必跟他废话？门口处，此时却忽然传来一道娇俏的声音。那姑娘从门外缓缓步入，竟然是穆安宁。娘娘，既然蓝渊已经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东西来治疗离王爷，那还跟他废话做什么？来人，将他拿下！2名侍卫立即冲了过去。顾云溪想反抗，真气一动，腹部却传来一阵剧痛。我已经安排了人将燕衣引开，但他只怕很快就会回来。你还不动手，是想拖延时间，等他回来阻止吗？蓝渊看着注满了毒液的针筒，又看着顾云溪，一脸为难。
他这么做便是断了王妃腹中孩儿最后一条活路。兰渊，你忘了你在本宫面前发过什么誓了吗？本宫将所有的秘密都告诉了你，难道还不足以让你下定决心？兰渊闻言浑身一震，终于迈着僵硬的步伐来到桌前，将针筒拿起。顾云溪也在看着他。他一直知道王府有一个非常可怕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不知道是什么，但却知道一旦说出去必然是血染江山的后果。但这一切和他和阿离和腹中的孩子有什么关系？兰渊，我知道你也给孩儿诊断过，我原本也觉得没有任何的希望。这几日君叶璇很开心，就连顾云溪都能感觉到他的人生因为这个孩子的到来仿佛获得了新生那般。若是孩子没了，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发疯，他会疯掉的。你我都知道这孩子他没机会来到这世上的，既然都这样了，不如……我想过了，我或许还有办法，我可以治好阿离，我还能用别的办法来提炼血清，只是过程会稍微慢一点，但是至少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治好孩儿。兰渊，快动手！兰渊，他是你家王爷的孩儿，是他活着最大的希望。你闭嘴！容妃冲了过去，抬手就要给他一巴掌。娘娘，不要再生事端了。容妃抬起来的手停在半空，瞪着顾云溪苍白的脸，最后将手狠狠地收了回去。顾云溪安静地看着他，腹部又传来一阵绞痛，痛得他一张脸纠结在一起。莫非他也是你的孙子？他不是。此时此刻绝不能心软，心软会害了离儿。玄儿是人中之龙，将来会和一个配得上她的女子成亲，只有那样高贵的女子才有资格生下玄儿的子嗣。那女人永远不可能是你这个不贞不洁的女人。跟他2个儿子都睡过，这样的女人生下来的孩子都是不干净的，她没有这个资格。没有时间了，你快点动手！兰渊的手却一直在颤抖。容妃急道：兰渊，你昨夜给本宫说过什么？娘娘，这都是为了玄儿。你难道希望她的将来被这个女儿和她生下来的残疾儿给拖累吗？兰渊用力闭了闭眼，终于大步过去，将针筒拿了起来。王妃，你腹中的孩儿的确不该生下来，为了王爷，你也不该将他生下来。若是王爷有一个残疾的孩儿，他的将来定会被拖累。兰渊知道自己残忍，可他没有办法，一切都是为了王爷。顾云溪用力咬着唇，看着那枚扎入自己血管中的针管，双眼一片猩红。安夏，孩子已经不在了，他已经没有脉搏了。小姐，不要哭，安夏，我们还要努力活下去。可是他们不允许我去请大夫。小姐，我们怎么办？小姐的脸还是一片乌黑，可见小姐中毒有多深。这个时候不找大夫赶紧来医治，小姐也会活不下去的。告诉他们，你去拿一点药，说他们不信就让他们跟着你。顾云溪低喘一口气，靠在床头上坐直身躯。我要施针，将体内的毒素逼到。话尚未说完，眼泪便忍不住的再一次滚了下来。孩儿，这是保护妈妈唯一的办法。没想到他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到头来竟然还是孩子来救自己。我将毒素逼到孩儿的血脉当中，你去取落子汤，我会让毒素和他一起流掉。
这是他现在唯一自救的机会。痛，刻骨铭心呐。可他不能就此放弃自己，只有活下来，才能将今日这个仇报回去。安夏，快去！告诉他们，我死了，玄王爷一定会让他们陪葬的。是，我知道了。又出来做什么？玄王爷，明日清晨就会回来。若是王妃死了，你们猜，王爷会不会放过你们？我只是去取点药，你们若是不信，便跟着我去。容妃娘娘留下你们看着王妃，你们以为你们还会有活路吗？今夜一过，等玄王爷回来，你们必死无疑。王爷，容妃娘娘一个时辰之前带着离王爷出发了，要赶赴雪山。楚离明日还要治疗，如今为何就走了？蓝渊忽然扑通一声，在君夜玄跟前跪了下去。王爷，王妃已经给离王爷治疗过，王妃现在人还在寝房里，她小产了。君夜玄推门而入的时候，顾云溪依旧躺在床上，此时安夏正在喂他喝药。你在喝什么？王爷想要说什么，却不想张嘴，竟是一口鲜血喷出。你到底在喝什么？见顾云溪脸色惨白，他胸口一痛，下意识还是想要去扶他，可药库那边那吓人的话却一直在耳边徘徊。安夏去取了滑胎药，没有人逼他，是安夏自己去取的。顾云溪，告诉我，你到底在喝什么？你在喝什么？他的手在颤抖，目光所及之处，角落里有一条染了血的裙子。蓝渊！蓝渊走到顾云溪的跟前，没敢正视他，伸手就要去给顾云溪把脉。顾云溪却将自己的手收了回去，冷冷道：我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比谁都清楚，你何必要多此一举为我把脉？那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你告诉我，你没有喝落子汤，我们的孩儿还在，你说。叶璇，不要叫我。君夜玄的声音沙哑的犹如被轮子碾过的沙粒，别的他什么都不想听，他只想听到顾云溪亲口说一句，他们的孩子还在，他没有喝落子汤，他没有。叶璇，我们的孩儿，他还在是不是？他已经顾不上手里那条染了血的裙子，大掌落在他的小腹上，可他什么都感觉不到。叶璇，你别这样，我的孩儿不可能就这样没了，不可能，他还在是不是？告诉我，我们的孩儿还在，你说话呀，顾云溪。他不在了，那碗落子汤我已经喝了，裙子上的血，那血就是我们的孩儿。说到最后，就连顾云溪自己的情绪也彻底藏不住，他嘶声喊道：我们的孩子已经不在了，他不在了！你骗我，你骗我，你骗我！君夜玄一把扣住他的手腕，猩红的眼眸疯狂而暴力。顾云溪，你胆敢骗我？你敢骗我试试看？他回头看着蓝渊，嘶吼道：给他把脉，你给他把脉，快！蓝渊双腿一弯，咚的一声跪在地上，他低着头哑声道：王爷，王妃腹中的孩儿的确已经没了。时间仿佛停住了那般，君夜玄的整个世界一瞬间变得空荡荡的，他听不见别人在说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要亲手杀了他？为什么？叶璇，到底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要他了？是我的错，我一开始就错了。你为什么不要他？他不想知道谁对谁错，他的世界已经没有对错，一切都是错了，所有人都错了，包括他自己。为什么他要出门？为什么要去执行任务？为什么不留在王府盯着他？说他一直在他身边，他一定不会给他任何机会喝下那碗落子汤。
是他错了，是他错了。为什么？在我喝下落子汤之前，孩子他已经……顾云溪无法说出“孩子死了”这几个字，因为太痛，真的好痛。孩子本来就……王爷的孩子原本好好的，是王妃自己不想要这个孩子，因为孩子是王爷你，是你强行要了王妃才有的。你说什么？顾云溪一惊，一股血气涌上心头，差点两眼一翻晕死过去。你说什么？再说一次。王妃的心里只有李王爷，为了李王爷，她明知道注入剧毒会害死腹中孩儿，她还是一意孤行，将毒液注入自己的身体里。昨夜黎王妃就是趁着王爷你没回来之前，提前给黎王爷治疗，因为她知道，一旦给黎王爷治疗，腹中的孩儿定会保不住。若是等王爷你回来，你必定不允许，你会耽误了黎王爷的治疗。蓝渊，你到底在说什么？顾云溪激动得浑身颤抖，他知道这座王府这些人对他是满满的恶意，可他从未想过他们的恶意竟然是如此大，不将他逼死不罢休。王爷，属下所言句句属实，王妃屋子里的毒物是他让安夏亲自找回来的，他所有用得到的器具，包括注入毒液的针筒，也是他亲自去求别人打造的。还有今夜的落子汤，更是安夏主动去药库取回来的。这些只要王爷命人去查，就一定可以查得清清楚楚。没有人要害王妃，是王妃自己不想留下和王爷你的孩子。王妃心里只有黎王爷。王爷，请你清醒一点儿。请他清醒一点。忽然咚的一声，那个永远矗立如山战无不胜的战神玄王爷竟在吐了一口血之后直挺挺倒了下去。为什么要陷害我？为什么要这样害我？对不起，王妃，对不起。王爷怎么样？他的内伤早就好了。既然都好了，为何一直不能醒来？顾云溪没有说话，蓝渊好一会儿才道：是王爷自己不愿意醒来。有一种病人因为抑郁引起的严重疾病，昏迷之后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愿意清醒。所以你现在知道王爷的情况了，可有对策？是他自己说的可以治好王爷的，更何况如今王爷不愿意醒来，最大的原因也在他的身上。用过什么办法？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针扎、火灸、冰敷、推拿，所有刺激身体的方式我都试过。我也试过呼唤王爷，只是王爷始终没有一点回应。闻言，燕北和燕一的目光再次锁在顾云溪的身上。王爷我家王爷是被你害成这样的，你若是想良心好过些，就赶紧想办法将他唤醒。既然所有刺激身体的办法都试过，那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办法了，那便是唤醒。我想单独。不可以。你们都在这里，我一个弱女子不可能逃出你们的魔掌，你怕什么？我这个人贪生怕死，胆小得很，我怎么敢伤害你们家王爷？燕一最后还是妥协了。李王妃，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我的说辞也不会改变，所以王妃无需多问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只是想问一句，蓝先生的每个夜晚睡得可安心？王妃，在下问心无愧，自然睡得安心。既然能安心，为何我进来这么久，蓝先生连看都不敢看我一眼？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王妃，我就在门外，你若是需要我，随时喊我便是。之后他低着头走了。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弄成这样？这模样是为了惩罚我吗？他为什么在这里？他说他有办法可以治好王爷。办法是什么？你以什么身份来问我这个问题？既然连他都没有办法，那就不妨用我的办法一试。
不过，我给叶璇治疗的时候，我不想看到这个女人。狄王妃，还请。他说今夜就可以让四皇兄醒来，是吗？燕一虽然不是很想理会他，但最后也是点了点头。没错。所以他们这里不需要顾云溪了。叶一，你明知道这女人心狠手辣。不管是谁，只要能让王爷醒过来，他就是我们玄王府的恩人。所以就算穆安宁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也没有关系，燕一根本不在乎。我不知道他是如何说服你们所有人的，但是我知道他想用什么办法，而这个办法带来的后果绝对不是你们能承担的。顾云溪，你少挑拨离间，这里不欢迎你，滚！眼看着他就要出掌，顾云溪快步后退，看着蓝渊沉声道：他是不是想给四皇兄下蛊，用蛊虫去将四皇兄唤醒？他虽然也恨透了顾云溪，但他终究是黎王妃，虽然亲手杀了王爷的孩子，却也是真的是黎王爷的救命恩人。顾云溪站在燕北身后，盯着蓝渊不悦道：你竟然同意他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救你们家王爷，你心里很清楚，就算是四皇兄醒过来，体内也会残留这个女人下的蛊虫，一旦这个女人有心加害，四皇兄的未来将会受她控制。你胡说什么？我对叶璇的心意天地日月可见，所有人都清楚，我怎么可能会害叶璇？倒是你，顾云溪，我明明有办法可以将叶璇治好，让他醒过来，你却一再阻拦，你到底有何居心？还是说你根本就不愿意让叶璇醒过来？是因为你知道，一旦叶璇醒来，他一定会亲手杀了你，为他死去的孩儿报仇。狄王妃，我看在黎王爷的份上，不与你计较。现在，请滚回你的宁熙阁，马上给我滚！3日，我一定可以让他醒来。若是四皇兄3日之后醒不过来，我任由你们处置。哼，你明知道他们根本不敢处置你，那我亲手了结自己，以此谢罪，可以了吗？顾云溪不看他，只看着燕一。用我的办法，若是能让四皇兄醒过来，难道不比让他在身体里留下一条蛊虫好？你敢冒险替他做下这个决定，让他体内留着一条蛊虫，随时都可能被穆安宁控制吗？以你家王爷的脾气，他宁愿死，他也不愿意被人控制。我说过，我对叶璇的感情比海更深，我不可能控制。好，3日。燕一回头瞪着穆安宁：穆姑娘，请回。只要还有一线生机，他都不愿意让那些乱七八糟的蛊虫进入王爷尊贵的身体。燕一，你又被他的花言巧语给骗了，你都被他骗过多少次了？刚才分明说的好好的，都怪这该死的顾云溪，他出门怎么就不死在外头，竟然还敢活着回来。下次他再出门，穆安宁发誓，他一定要除掉顾云溪，让顾云溪死在外头。燕一已经不愿意听他说话了，再往前一步，从他身上外溢的真气便将穆安宁逼得连话都说不出口。你会后悔的。丢下这句话，穆安宁举步朝门外走去。3日之内，若我发现你对黎王妃有任何不轨，我一定会杀了你。你！穆安宁气得胸口不断在起伏，气得眼珠子都在冒火，但最后也只能狠狠地瞪了顾云溪一眼，走了。黎王妃，还请记住自己的承诺。好，3日，我一定会让他醒过来。你又去找了林中那乱贼，你可知道他是什么人？他处心积虑要害王爷，岂会给你好东西来救助王爷？穆公子想要害四皇兄，为何？他姓穆，他告诉你的，所以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就只知道他是姓穆，我一直都叫他穆公子。包括上一次找他打造器具，到现在为止，我也不过见他2回。阵亡的人到处在找他，都未曾找到他的下落。之前我派人去寻找，也找不到。你却能轻而易举与他见面，说没有特殊关系，谁信？
我去的时候那院子已经被丢弃，只是正好碰到他回来取东西，便见到了。黎王妃聪明过人，知道王爷之前在忙什么，也见到那院子如今的模样。你会想不到，他也是乱贼之一。这话顾云熙没有回应，他的确是猜到了。所以，你早就知道？我的确猜到，但是我找他只是为了打造器具，他是什么人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所以，他是设局伤了王爷的主谋，你也不在意？什么？顾云熙睁大一双眼眸，目光越过燕衣，落在依旧昏迷不醒的君叶璇身上。穆公子设计伤了他，穆公子是那些乱贼的主谋。那夜王爷心绪不宁，误中圈套，背后中了一箭，那一箭就是林中那乌穷人所射，便也是你口中的穆公子。不过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姓穆，至今为止他们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顾云熙知道自己现在说什么他们都不会轻易相信，但他还必须要用穆公子打造的针管去治四皇兄的病。你真的对这个世间如此绝望了？为什么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是不愿意醒过来？叶璇，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我真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怀着他。君叶璇的眼皮扇动得很厉害，所以他其实也是很想醒过来的，是不是？叶璇，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好不好？1年了，他已经忘了他们是何时开始定情的。其实你也想像阿离一样过无忧无虑的日子，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身上到底压着什么样的担子，若是你愿意，以后的人生我可以和你一起承担，好不好？那一夜，顾云熙一直在跟他说话，昏迷中的君叶璇也不知道有没有将他的话听进去。不知不觉天快亮了。你真的执意不愿意醒过来吗？顾云熙最后放下他的手，站在床边，低头盯着他色泽越来越难看的脸。他深吸一口气，忽然冷冷道：君叶璇，你还记得你曾经有过一个孩儿吗？你还想不想给他报仇了？他已经没有办法了，置之死地而后生。君叶璇，你要是再不醒过来，我就真的要亲手除掉你的孩儿了。若是温情不能将他唤醒，那就试试用仇恨。他的手指在慢慢收紧。叶璇，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还没有碰到他的手，君叶璇的手竟忽然间抬了起来。下一秒，顾云熙感觉到窒息的痛，脖子被人一把掐住。顾云熙，你敢！你终于承认，你亲手杀了本王的孩儿。叶璇，眼前的一切渐渐变得模糊，他无法呼吸，心跳也好像是停止了那般。终于在最后一点氧气消失那一刻，顾云熙两眼一闭，晕了过去。小姐，你终于醒了。安夏守在床边，已经守了一整日。老天保佑，小姐终于活过来了。天知道，当他看到燕北抱着一动不动的小姐回来的时候，他的心有多慌。水，小姐，你怎么样？是不是还很难受？小姐，没事。小姐，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安夏咬着唇，努力不让自己在小姐面前表现出难过。收拾好行李，今夜就走。人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陷入绝望？以前顾云熙不知道，但现在他好像已经尝到了绝望的滋味。那个男人不会再相信他。小姐，我们为什么不回将军府？宣王爷之前对将军府已经有一些意见，现在我若是回将军府，只怕是会连累他们。小姐，你和玄王爷真的没办法和好了吗？只怕好不了了。小姐，
你想哭就哭。安夏，我希望你能记住，若是哭泣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让你更痛快的话，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没有人会珍惜，更不会有人心疼，哭了也不会快乐，那为什么还要哭呢？快走！小姐，我们要去哪里？不知道，先离开了皇城，找一个小村落落脚，以后的路，以后再……头顶上方的那片天，忽然间似有几分不同寻常的暗黑。顾云溪心里警铃大作。安夏，我们兵分两路。小姐，我不要离开你。你听我说，两个人一起目标太大。小姐，你的意思是，玄王爷会派人来追我们吗？大皇兄将我玄王府的人带来这里，是什么意思？四皇帝为何看起来像是身子尚未康复的模样？回正王爷，我家王爷被乱贼所伤，大病一场，醒来不足3日，目前还在复原中。那乱贼究竟是什么身份？竟伤得了我无所不能的四皇帝，本王到现在还未能将他逮回来。君其正仿佛很讶异，目光又落在顾云溪的身上，蹙起了眉心。难道是昨夜那乱贼？昨夜本王听闻有乱贼出没，便亲自带人追到城外。四皇帝猜本王看到了什么人？看到了什么？本王看到玄王府的黎王妃和乌琼的乱贼在私会。在他脸上看不到任何异样的情愫，君其正的目光才落在了顾云溪的身上。黎王妃，你与乱贼私会，你可知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本王和本王的人亲眼所见，还能有假啊？四皇帝，你可知道跟他相好的男子是谁？是谁？君夜璇又问了句，听起来依旧像是随口问的。与黎王妃私会的，便是当日射伤了四皇帝的乌琼人。是吗？人在哪儿？带上来，给本王瞧瞧。他武功高强，本王的人没能将他逮住，被他逃了。所以说，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私会对象。那便是如黎王妃所言，不过是欲加之罪。本王亲眼所见，本王的眼睛就是证据。君其正早就料到顾云溪不会认罪，君夜璇也不会妥协。四皇帝，本王只是告知你一声，本王看到了什么，倒也不是想要给四皇帝解释。既然这样，大皇兄邀约本王来此，又是为何？君夜璇又咳了声，听起来伤势还没有完全好的样子。他放下杯子站了起来。四皇帝，君其正虽然在呼唤君夜璇，暗地里却立即给朱姬打了个眼色，就怕君夜璇走过去的时候会忽然出手要救顾云溪。本王大病初愈，身体尚未康复，得要回去休息，就不奉陪了。大皇兄，告辞。没有出手，没有救人，什么都没有。黎王妃私通乱贼，如今处理乱贼的事情由本王处理。四皇帝，本王对黎王妃必须要严惩。君夜璇没有任何反应，君其正还是不相信他对顾云溪真的如此无情。顾云溪私通外敌，罪无可恕。来人，将他的衣服扒光，看看他身上有没有乱贼留下的密函。他就不信君夜璇还能忍。君其正的声音很大，君夜璇不可能听不见，可玄王爷哪怕听见了也根本不在意。片刻之后，
一名侍卫急匆匆赶回来，走到军旗正面前，轻身恭敬道：“王爷，玄王爷已经出门，真的走了。”怎么可能？他为什么对你一点都不在乎？你们到底有什么计划？他是不是装的？你说，你们到底在筹谋什么？你快说！顾云熙被他一阵摇晃，脑袋瓜像是被摇坏了一样，还有些反应不过来。本王命令你说话。王爷，想要我这枚被弃的妻子说什么？难道王爷看不出来，我在玄王爷眼里已经没有任何利用价值了吗？不可能！本王明白了，你们都不过是在演戏。他知道只要一动手，本王就可以将他拿下，所以他忍着，他假装对你毫不在意，是不是？一定是这样。他以为如此伪装，本王就会觉得你没有利用价值，将你放走。郑王怎么可能放他走？玄王爷心里自然也不会这样想。郑王爷知道我为何要连夜离开皇城吗？君夜玄不要他，将他弃之如敝履，但他不能不要自己。是因为我无意中害了阿离的孩儿，我不小心滑胎了。玄王爷对我厌恶至极，甚至以祸害皇族子嗣的罪名想要杀了我。你以为本王会相信？我说的都是真的。王爷，你若是不信，可以派人去玄王府打听消息。但是君齐正根本不愿意听他的，他一甩手，顾云熙立即被他甩到一边，啪的一声掉在地上。他以为他装着不要你，本王就会放过你。哼，做他的春秋大梦。本王就要让他知道，本王不是他能糊弄的对象。来人，哼，给本王将顾云熙的衣裳扒光。本王倒是要看看他身上到底藏了什么密函。我是离王妃，谁敢对我这样，离王爷不会放过你们的。他私通乱贼，早就已经不是我皇族的人，你们不动手，便是与他同罪，本王立刻就杀了你们。王爷，我对玄王爷来说的确是不具任何意义，你如此羞辱我，将来只会多阿离一个敌人，阿离一定会为我报仇的。王爷，玄王爷对他似乎已经真的……你又想替他求情？朱姬，你对这女人是不是太上心了？本王为何觉得你心里在想着什么？王爷，你为何要用这种眼神看我？难道你怀疑我对你有异心？君齐正不说话，朱姬的声音染上几许荒凉的气息。王爷，我16岁开始就跟在你的身边，我跟着你已经这么多年了。我若是对你有异心，我怎么会几次三番为了你？本王没有别的意思，你不必多想。我只是，大家都是女子，我有些同情她罢了。她已经被玄王爷抛弃，总归是个可怜人。本王怎么会可怜这种女人？君夜玄的女人不值得可怜。快，给本王将这女人扒光，扔到大街上。住手！住手！顾云熙这次是真的绝望了。君夜玄对他的恨意如此大，他完全不顾他的死活。过去1年多的情分早就消散无踪，摸到了自己的发髻，上头有一根发簪。王爷，他要自尽！离王妃，有话好说，别冲动。初姬急道。君齐正也瞪着顾云熙，这女人真是个疯子，竟真的要在他的王府自尽。今夜见过什么人？那个无穷乱贼？那不过是郑王的欲加之罪，我没有见过什么乱贼，我只是什么？我只是想念阿离，想去找他。此时此刻，顾云熙真的很想君楚离。虽然他不是自己真正的夫君，
可他知道阿离不会这样欺负人的。哼，在本王的身边想着别的男人，是不是想惹怒本王，让本王一怒之下强了你？他没有机会说下去。君夜玄五指又一阵收紧，虽然只是捏着下巴，顾云溪也感觉到好像喉咙都被他掐住了一般的难受，难受的只剩下呼吸的力气。既然这么想让本王强了，那本王若是不做点什么，岂不是对不起你的期待啊？君夜玄的话是冷的，表情也十分冰冷，全身上下大概只有一处地方烫得顾云溪浑身发怵。我还没有出月子，玄王爷连一个刚小产的女人也愿意要吗？就不嫌脏。好，那就等你出了月子，本王再来找你。他放了手，转身就走，果真是一点留恋都没有。从今以后，你没资格当离王妃，你就只是本王的玩物。他走了，顾云溪还被绑在床幔上。房门被关上那一刻，他忽然间失去了所有的力气，浑身无力，软倒在床头那根柱子上。手腕好疼，这样吊最多2个时辰，明日醒来之后，这双手会不会彻底的废掉？他已经不奢望君夜玄对他有任何的怜悯，就只希望别再受伤害。他还想活下去。见过玄王爷。不是要喝药，为何不过来？顾云溪看着那碗药，他闻得出来是他让安夏去熬的汤药。玄王爷，安夏现在在哪儿？本王让他去哪儿，他就去哪儿，何须你牵挂？本王耐心有限，这药你若是不想喝，本王替你倒了。顾云溪咬了下唇，没有再说话，走了过去，将药碗端起来，一口气喝完。哼，你乖巧的样子还真是十分的好看。到本王身边来。玄王爷是有什么话要说吗？你是听不懂人话，还是在故意挑衅本王？君夜玄冷冷瞅着他。顾云溪知道自己继续假装听不到，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将他激怒，但要是真的过去，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惊人的举动。哼，看来你是安逸太久了，忘了本王凶残嗜血的本性啊。顾云溪还来不及反应过来这话是什么意思，君夜玄已经直接给了他答案。来人，将那个叫安夏的丫头押过来，杖责20。玄王爷，王爷，事情和安夏有什么关系？本王高兴就好。外头2名侍卫将安夏押了过来。王爷，小姐，那板子重重打在身上那一刻，安夏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但玄王爷的人真的下了死手在打。安夏被彻底打懵了，除了痛还是痛，脑袋瓜里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小姐，救命！王爷，我听话，我求你放了安夏，我求你了。他忘不了他命人将青嬷嬷乱棍打死的事情，说是惹他不快，他真的会杀了安夏来报复他。王爷，我求求你，你放了安夏，我都听你的，你放了他，我求你。结束的时候，安夏奄奄一息，趴在凳子上。侍卫回到门边，恭敬道：王爷，打完了。升回房间里，等会儿未必不会在的。是。房中的人只能隐隐听到，正因为他那份脆弱，顾元熙的心脏更加难受，但他没有说话。这一刻，安安静静地坐在君夜玄的腿上，犹如木偶一般。出月子了。君夜玄将他的下巴挑了起来。顾
顾云溪睁着一双没什么光泽的眼眸，迎上他的目光。本王在问你话，是不是要别的人来替你回答呀？君夜璇眉心轻蹙，明显不满意。输了。你还真是了解本王的喜好，知道本王就好这一口，喜欢看你颤抖。君夜璇冷笑，目光从他脸上移开，落在他的身上。脱了，给本王看看。顾云溪的身体一瞬间变得十分僵硬，或许他早就料到他今日来找自己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却没有想过事情的走向会变得如此。他抬头迎上君夜璇的目光，有那么一瞬脑袋瓜是空白的。怎么？君夜璇看他的眼神却始终没有多少温度。又想挑战本王的耐性？我从未想过伤害我们的孩儿，你一定要这样吗？你到底想做什么？当他抬起长指，将他的发丝绕在指尖，无聊地把玩的时候，顾云溪就知道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是不是我将王爷伺候好，王爷就会放了我们主仆二人？如何放？放我离开。哼，本王该说你是天真好，还是愚蠢？放他？哼，简直是痴人说梦。至少在本王没有玩腻之前，放天方夜谭。顾云溪没有说话，心头一片荒凉，过去的情谊从此彻底消失了。他的双手落在自己腰间，将衣服的带子慢慢解开，衣衫尽退。以为表现成这样，本王就会放过你？顾云溪，你觉得本王还是从前那个好骗的傻子吗？玄王爷还希望我做什么？又想在本王面前耍什么手段？顾云溪没说话，君夜璇却冷笑道：哼，但可惜耍什么手段都没用，本王玩定你了。他还是没说话，他的手却沿着他的脖子慢慢滑了下去。很快，顾云溪浑身绷紧，呼吸还是忍不住乱了。君夜璇唇角的笑意却异常冰冷。既然这么乖巧，那就再乖巧一些。撕起来。撕起来。顾云溪瞪着他。怎么，不愿意？君夜璇靠在椅背上，冷冷盯着他。本王没什么耐性，本王数到3。1。西姑娘，你叫我什么？王爷说了，从今日开始，你只是西姑娘，不再是黎王妃。这座宁西阁你没资格住，必须搬去王爷后院的厢房。顾云溪的心再一次下沉，他一定要如此羞辱他吗？我是不是黎王妃，只怕连你们家王爷也没有资格决定。搬去君夜璇的后院，成了他后院里的什么西姑娘，那就是说自己彻彻底底成了他的附庸品，一个随时供他玩乐的侍妾。不是什么玄王妃，更不是什么侧妃，就是一个侍妾，连头衔都没有的那种。王爷说了，你一个被他玩过的女人，没资格当黎王妃。从此以后，黎王妃算是死了。顾云溪抿紧薄唇，不说话。燕北又道：西姑娘，安夏刚挨打，只怕是不能再挨第2次了。若再来一次，她必死无疑。你在威胁我？不过顾云溪的话语中并没有任何怒意，好像心如止水了。他回头走进房内，身后只丢下一个淡而无味的字：好。八姐，你为什么住在这里？顾如秋看着他，欲言又止。是玄王爷强迫你住在这里的。但君夜璇跟八姐什么时候认识的？
之前去叶璇要选妃的时候，八姐甚至连画像都没有送上来，怎么现在却发展飞速到这样的地步？希儿，我和玄王爷没有任何关系，你别生气。大哥被关进天牢了。什么？大哥？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听说是大哥要刺杀玄王爷，而玄王爷是唯一的目击者。如今大哥还在天牢待审，但玄王爷因为身子不适，迟迟没有上殿将事情说明白。你来做什么？来看看你们主仆俩有多凄凉，好让自己心情好点儿，不行吗？这里不欢迎你。哼，你以为你以什么身份来跟我说这种话？这里是叶璇的地方，你以为真属于你们？不过是给顾云溪一个狗窝罢了。安夏真不想理这个女人，反正也知道她不是什么好人，理她作甚呢？不想理我？哼，我本来还想来告诉你，昨天晚上你为什么会被打的。为什么？难道我被打另有别情？会不会连累小姐？想知道？你来这里不就是想说吗？想说就说好了，我还能禁止你说话不成？那你可知道昨天晚上你家小姐都经历了什么非人的折磨？安夏不知道，她怎么可能知道？昨天晚上自己被打晕过去了几回，又被冷水浇醒，打完了20大板，她人还是懵的。最后来，她被押回自己房间里，被丢在床上，没多久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便看到小姐过来给她上药。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由始至终她都不清楚。难道小姐也被打了？穆安宁，你有屁就放！来我这里，不就是为了来说话刺激我？你被打是因为你家小姐不愿意伺候玄王爷，你知道是哪种伺候，对不对？后来你被打完了，你家小姐也总算是良心发现，于心不忍了，她就只能答应了玄王爷的要求，就是那种不要脸的，完全没有尊严，像烟花之地里头的那些姑娘一样，尽心尽力的去伺候一个男人。你知道昨夜你家小姐叫的有多凄惨吗？据说整个院子的侍卫都能听到，她叫的像个妓女一样，外头的侍卫听得清清楚楚，就只差没有亲眼看着她表演。别说了！所以你说你活着对你家小姐来说是不是一个包袱，是不是累赘？要不是为了你，她也能坚持自己的傲气，维护自己的尊严。这就是你过来找我的原因吗？穆安宁，你真当我是傻子吗？你想逼得我自尽，用我的死来伤害我家小姐，是不是？没错，我就是想让你死。不过死不死的选择权在你自己手里。你死了，你家小姐再没有后顾之忧。等她养好了身子之后，凭她的聪慧和能力，她一定可以离开玄王府。你就盼着我家小姐离开玄王爷？难道你以为发生这么多事情之后，叶璇还会真心真意对待顾云溪？他现在看顾云溪，也不过像看着一个玩物那般。等什么时候他玩腻了，再也不喜欢顾云溪那破败的身体了，到时候再想起过去的怨恨，你猜他会不会直接杀了顾云溪来泄恨？哼，还以为你对你家小姐有多忠心，没想到只是表面的忠心。你根本就是个贪生怕死的人，对顾云溪也不过是虚情假意。哼，不需要用激将法来哄我去死，我不会死的。那随便你，你就继续用你这废物一般的身躯留在这座王府里，来给玄王爷利用钳制顾云溪吧。又或者等玄王爷玩腻了顾云溪之后，你看看你的身子能不能也让他感兴趣。也许玄王爷愿意同时玩弄你们主仆俩呢。穆安宁，你滚，赶紧滚！只要你一日不死，
他也一日走不出这座王府。莫安宁走了，走之前丢下了恶毒的诅咒。我等着看顾云溪如何像个烟花女子一样，变得毫无尊严，苟活残喘。叶璇，你找我？本王几时说过，可以让你在本王的地方随意乱走？君叶璇连头都不抬，目光停留在书信上。叶璇，我也只是听到了一些闲话，才会过去走走，看看事情的真相究竟如何。他看着君叶璇，密切关注着他脸上的表情。叶璇，有些事情关于燕一大人和顾云溪的，我虽然是亲眼看到，但不知道该不该说。燕一依旧是面无表情，也未见有任何心虚的表现。那夜我亲眼看见燕一抱着顾云溪进门。燕一没说话，君叶璇也只是淡淡的看他一眼，便又埋头看信函。倒是燕北沉着脸，不悦道：燕一对王爷忠心耿耿，对王妃，对西姑娘也是尊敬有加，你少挑拨离间。我没有撒谎，是我亲眼所见。顾云溪衣衫不整，是燕一抱着她回来的。哼，你敢说你没有做过那事？顾云溪那夜身上的衣裳是怎么回事？外套里头根本什么都没有。燕一依旧不看他，王爷不开口，他就没有必要解释。怎么样，无话可说了是不？叶璇，或许他抱着顾云溪回来的事情你也清楚，不过你是不是也知道，他在顾云溪的房中待了很久，至少有半个时辰才出来。君叶璇指尖一顿，他看向燕一，可有解释？属下无法解释。燕一咚的一声跪在地上，虽然是跪下，也虽然看起来像是认罪。属下的确对西姑娘有怜惜之心，甚至看着西姑娘入睡的模样，也的确曾心猿意马。他看着君叶璇，说着如此放肆的话，但却始终不卑不亢，也毫无推脱之词。那日的确是属下将昏迷不醒的西姑娘抱回去，回到房中。属下原本想离开，却在不经意间看到西姑娘脸上的泪痕。属下不是什么圣人，这一看便看了几乎1个时辰，才恍然清醒。属下有错，还请王爷降罪。叶璇，我也不是想要惹是生非，实在是真是亲眼所见才会来跟你说。那为何当初看到的时候不说，非要留到此时才说？叶璇一直不肯见我，我不是没来找过你，但每次都被燕北给挡回去了。看燕北的那一眼，藏不住怨念。燕北没说话，哼，懒得理他。叶璇，他和顾云溪已经不清不白，你难道还……属下与西姑娘清清白白，从未有过任何不轨的行为。穆姑娘可以羞辱在下，但请不要污蔑西姑娘的清誉。燕一冷冷道：叶璇，哼，你来与本王说这些，到底想做什么？你是看燕一不顺眼，想借本王的手将她除掉？哼，还是说你看燕一和顾云溪都不顺眼，想要一石二鸟，让本王一次都给你除掉？叶璇，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可能？你当真以为本王会为了一个女人伤害自己的兄弟？叶璇，本王现在还没玩腻那女人，本王也没有与任何男人共用一个女人的习惯。君叶璇淡的犹如寒风的目光落在燕一的身上。你若想要她，或许等本王玩腻了，可以考虑一下送给你。当然，你若是嫌弃，那就最好早些收心。王爷，属下不敢。属下纵然对西姑娘有想法，但属下绝不会背叛王爷。王爷，请你相信。你以为本王说的是气话？哼，你是什么人？他又是什么人？在本王的眼里，他如今和一个侍婢没什么区别。侍婢
可以与本王的左右手相提并论吗？王爷，这话无疑让燕一心头热血沸腾，但也却让他心里发凉。为了顾云溪，这话若是让顾云溪听到，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承受得住。那王爷何时会逆了西姑娘？这话简直大逆不道。燕北吓得咚的一声跪了下去，急道：王爷，燕一只是犯糊涂了，属下没有犯糊涂。王爷，属下是真诚想知道。未知。王爷，燕一和属下还有些事情要去办，属下先带他离开。燕一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被燕北拖走了，走得远远的，保证王爷不可能听到。燕北才瞪着燕一，气得眼都红了。燕一，你疯了！你竟然当着王爷的面说想要他的女人这种话，你是不是想死啊？你到底在想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他对王爷的伤害有多深？你竟然怜悯那个女人，你心里到底还有没有王爷？你见过他哭泣的模样吗？他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大街上荒无人烟，就因为没有人，他才敢抱着自己轻轻哭出声。你真的疯了！燕一，你清醒一点，王爷他只是在生气，他不可能真的不要顾云溪。你这次真的糊涂呀！到底用了什么狐媚手段，连本王的人都敢勾引？说，你是如何勾引他们的？我不知道，王爷在说什么？说，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去诱惑燕英？那夜他在你房间里的半个时辰，你到底对燕一做了什么？我不知道。好痛啊，痛得他浑身都在颤抖，可他始终不愿意停止他的暴行。现在的君叶璇就像个暴君一样，可怕到让人绝望的地步。你不要这样，我很难受，君叶璇。你难受？你哪里难受？哪里难受啊？杀了你，你以为本王会轻易让你死？君叶璇。最后的话，顾云溪无法再说出口。那一夜的折磨，摧残的不仅仅是他的身体，还有他的心，以及他引以为傲的所谓的意志力。他真的扛不住了，浑身都很疼，是那种不会死，但会让你窒息的疼。最后，他一直在哭着求饶，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在他差点晕过去的时候，君叶璇终于放开了他。但此时此刻，顾云溪已经精疲力尽，他像个被用坏的布娃娃一样被随手丢弃在床褥上，姿势还十分的不雅难看。本王说不许哭，你是聋了听不见吗？再哭，本王就命人将安下乱棍打死。顾云溪不哭了，眼角还有泪水挂着，却没有滑下来。本王问你的问题，你似乎还没回答。顾云溪，你又想挑衅本王的耐性是不是？王爷，说的是哪件事情？是王爷将我丢在郑王府任人羞辱，我死里逃生之后，又被带回玄王府的那一夜吗？那夜我在街上晕倒了，晕过去之前最后一个见到的是燕一。至于我是怎么回的王府，甚至我在回王府之前到底遭遇了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勾引燕一，哼，他哪来的本事啊？不过这种讽刺的话，顾云溪不敢说，一个字都不敢说。眼前的男人是个疯子，若是说了，未必不会将他惹怒。我没有勾引燕一，如果燕一在王爷面前说了什么，那一定是他在污蔑我。爱情，王爷明鉴。你想知道他跟本王说了什么吗？顾云溪连摇头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哑声道：“我不。”但本王想说，那王爷，他对你说了什么？你果然感兴趣是不是？君夜璇的目光一瞬间冷得像是万年冰川。顾云溪真的不想说话了，他好像说什么都是错的，一切都只是因为玄王爷今夜心情很不好，心情不好，所以就要在他身上发泄。他真的彻头彻尾成了一个工具人。君夜璇却还是没有放过他，捏着他手腕的五指不断的在收紧。他问本王几时才会将你送给他？顾云溪以为自己已经没有痛觉，可当君夜璇将他的手腕越握越紧的时候，他还是疼得忍不住皱起了眉头。你心里果然有他。顾云溪，你到底在想什么？你心里不是只有楚离吗？你现在连燕一都想要，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无话可说了吗？他不理会君夜璇，可不代表君夜璇会放过他。水性杨花的女人，本王当初到底看中了你什么？我当初又看中了你什么？这话他没有说出口。君夜璇不会唇语，他也看不懂。他只知道这死女人的心里除了有楚离，还有燕一。这个该死的女人，想要他们，你做梦！本王就是将你玩死，也绝不会送给其他人。他一挥手，顾云溪被他翻了过去。当那具又冰冷却又滚烫的身躯压下来的时候，顾云溪闭上眼，无力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很快，房间里头又传来男人沉重的呼吸，以及女子沙哑到几乎无法出口的低叫。最后，那低叫变成了带着哭腔的求饶，但暴风雨从未因他的哭泣而停歇。狂风骤雨不知道几时停了下来，大概是在顾云溪第3次晕过去的时候。看到他毫无反应的小脸，君夜璇觉得索然无味，匆匆发泄过后将他松开。顾云溪是真的晕过去了，这次哪怕姿势一样的卑微难堪，他也没有能力给自己遮挡一下。最后，君夜璇用力捏紧了掌心，转身走了。顾云溪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亮透。昏睡了2个多时辰，总算是捡回了一些力气。顾云溪从床上坐了起来，起来的时候依旧是一整个天旋地转。叶璇，你怎么了？是不是身子不舒服？昨夜你都没有好好休息，今日为何不回去歇一会儿？昨夜君夜璇没睡，穆安宁也没睡。这2日想着他肆无忌惮地去找顾云溪，他就睡不着，彻夜难眠。叶璇，过几日我可能要回乌琼了。我母亲的人找到了我，这次我为了你负伤离开，母亲很生气，说我回去，她说不定会打死我。穆皇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继承人，他岂会真的打死你？他是为了救他而离开白檀教的，说他在这里没有作恶，没有存心的为难顾云溪，当初君夜璇就不会对他那般冷漠。不，叶璇，若你开口挽留，你若留下，我玄王府定会招待；你若想回去，本王也会差人将你安全送达。这么多年情深似海，可对他来说不过是玄王府的一个客人。既然你心里没我，那我回去便是。若我回去，此生此世必然是注定孤独终老。白檀教的圣女一辈子都不可以像个正常姑娘那般成亲生子。他深吸一口气，努力想要将自己的眼泪憋回去。但若嫁的人不是你，我宁愿独身一世。叶璇，何时启程？本王差12旗的兄弟送你一程，
我还没想好，或许再过3日。穆安宁终于是忍不住低头掉落几滴眼泪，君叶璇却始终面无表情。那就3日后，燕一会安排队伍送你。穆安宁咬着唇，咬得很用力，要不然他真的会哭出声。若没什么事，请回吧。西姑娘，这些事都是大家的一点心意。西姑娘，你给安夏姑娘烧了吧。人都死了，烧这些还有什么用？你以为这世上真的会有灵魂的存在吗？顾云熙在安夏的坟前坐了下去。西姑娘身子太弱，若是继续吹风，会再次病倒的。顾云熙没有说话。燕一又道：就算你不在意，也该想想安夏，她泉下有知，一定不希望西姑娘你如此轻视自己的身子。为什么舍我而去？难道你不知道你对我来说有多重要吗？你曾说要照顾我一辈子，可是现在你却把我抛弃了。安夏，我什么都不懂，我的生活离不开你，你走了我怎么办？我们可以一起面对的，你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安夏？燕一的心就像是被刀子刺穿一般，和他完全的感同身受。安夏走了，带走了她所有的阳光，以后她怎么办？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只是此情此景，这样的顾云熙真的让他很心疼。希儿，你别怕，你还有我，以后我会守着你。顾云熙没有任何反应，整个人冷冰冰的。燕一看着他的侧脸，看到他眸色冰冷，他自己渐渐的也冷静了下来。听说你想要我，安夏的身后事是你帮他照料的。他点了点头。多谢。西姑娘，我对你没有任何冒犯的心，不管我跟王爷说过什么，那都是我真心实意的，但我绝对没有任何要冒犯的意思。或许你没有想冒犯我，不过你的话的确是让玄王爷将我冒犯了个彻底。你非要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本王，你是想要惩罚本王吗？王爷不是喜欢我听话吗？所以你现在想通了，本王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脱。伸出手，果然开始给自己脱衣裳。这模样，君叶璇气得大掌紧紧捏住。在顾云熙拉开自己上衣那一刻，他忽然低头，一把捏住他的下巴，将他一张惨白的小脸抬了起来。你到底在想什么？我在想，如何才能不惹怒你，少受一些苦，让我自己好好的活下去。好好活下去，这几个字在君叶璇的心脏上狠狠撞了一把，莫名的有种顿挫的痛。本王没想过要你的命。王爷其实也没有想过要安夏的命，是不是？但是安夏却还是死了。你在责怪本王？顾云熙不说话，他想摇头的，但他捏着他的下巴，他无法动自己的脑袋。王爷，你还要吗？君叶璇一把将他丢开，看到他死气沉沉的模样，索然无味。看到他往外堂走去，顾云熙才将自己的衣裳拉了起来，跟在他身后走到桌旁。过来，给本王倒酒。他不知道自己该生气还是该对他有其他的感觉，但他恨他。就算他现在看起来可怜兮兮的，他依旧是恨他，恨他心里装着无数的人，但却唯独没有他。不过他几时稀罕过？以前是傻，现在不可能再稀罕吗？别以为你这样，本王就会忘记你从前做过的事情。君叶璇气得拿起杯子，一口气喝光。说本王
本王愿意忘记过去的一切，你……就算王爷能忘，我也忘不了。他其实看得出来，他已经很累了。没话要跟本王说。来王府行刺王爷的，当真是我大哥吗？是，本王亲手将他拿下，送进宫里。除非宫中大牢里头那个不是顾南风。那能不能带我进去看看他，分辨一下他到底是不是我大哥？哼，你倒是懂得得寸进尺。君夜玄冷哼，原来今夜一整夜如此乖巧，就是为了这一刻。只是碰碰运气，看王爷会不会额外开恩。哼，若本王不答应呢？那我就更听话一点，也许总有一日王爷会答应的。你以为你这算是听话？他分明还是在挑衅他。我真的听话。本王若是相信，本王就真是这天底下最愚蠢的傻瓜。希儿，他们王府的人有没有为难你？他压低声音问道。顾云溪看着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大哥，为什么要行刺玄王爷？既然人已经被君夜玄亲自押过来，那就是说明刺客真的是他。不知道。所以你真的做了？我真的不知道。希儿，我好像被人控制了。顾云溪立即就明白了，包括上回大哥闯入玄王爷的云离阁，也是自己无意识的。那你对你做的事情可还有记忆？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去了玄王府，但被玄王爷拿下的时候，我的意识就变得清晰了。大哥，我怀疑你身上的蛊毒被人催动了。本王是个好人。就这件事上来说，玄王爷至少不会随意冤枉好人。此话怎解？大哥行刺王爷，被王爷亲自拿下，证据确凿。按理说这个案子应该早结了，但是王爷一直拖到现在，尚未结案。若我没有猜错，王爷对此事也是有疑惑。王爷可是派人去了乌琼打听大哥中毒的理由。燕姨告诉你的。他对我或许真的有几分喜欢，但这种事情他断不会背叛王爷你。你在帮他说好话？我怎么敢？我自己都过得如此困难，我哪里还有精力跟心思去帮别人？君夜玄不说话，只是盯着他的脸，似乎在揣摩他这话有几分真几分假。我大哥之前中了蛊，一直都没有解开，都是靠穆菲亚的药在压制。这件事情王爷你是最清楚的。方才我跟大哥聊了一会儿，他承认自己去了玄王府，但他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行刺玄王爷，包括上一次，包括上回他夜闯云离阁的事情。王爷，我大哥忠心爱国，在没有找到证据证明他的清白之前，这话不必说了。君夜玄冷着脸，顾云溪没有再说话，毕竟他说的没错。之后的一路上，两个人再没有说过话。回到王府时，顾云溪已经累得几乎走不动，最后那半程竟然是君夜玄抱着他回去的。王爷确定要留宿在这里吗？你今夜不怕本王？倒是少了几分早2日的惊慌失措，那时候的惶恐藏都藏不住，现在竟如此的平静。怕的。若本王走了，一个人，可害怕？怕。王爷在这里，我更怕。顾云溪，现在安夏没了，你是不是觉得本王再没有任何钳制你的人，你就可以在本王面前随心所欲了？君夜玄忽然一步上前，一把捏住他的下巴。你别忘了，你们整个将军府的命运都还在本王的手里，包括你那位住在王府的八戒。本王想捏死他，就跟捏死一只蝼蚁一样。你做任何决定之前，最好先想清楚。王爷真的是如此怕我走掉吗？你是有多喜欢我？你以为自己在说什么？我只是开个玩笑，王爷又何必当真呢？下巴又是一阵绷紧，
不过他能清楚地感觉到，他这次的力道并没有之前那么大。王爷，我全家人的命运都掌握在你的手里，我不可能走得了，你心里清楚。我也知道你将我留下来只是为了报仇。君叶璇薄唇微动，却不知道该说什么。王爷，我真的不想惹你生气，安夏已经不在了，我也怕我有一日会被人害死。在本王的地方，谁敢害你？这话让他几乎要笑了，但最终他只是轻声道：菲亚与我祖父争执之后跑了，我担心他在这里举目无亲。王爷，能不能请你的人帮我将他找到，让他来陪陪我？如此诚恳的眼神，这样虔诚的态度，君叶璇无法拒绝。在第二日，顾云熙刚起床的时候，穆菲亚就端着一盆热水进门了。我让王爷的人请你过来，是来给我作伴的。我不吃白食，我现在没地方去，身上也没有银子。你真的愿意留在我身边？我对南风没有什么奢望，他不喜欢我，但我想时常能看到他。留在你的身边最合适。希儿，我回来了。四皇兄为什么要如此对你？母妃说，你的孩儿保不住。为了给你治病啊。当初不知道腹中有孩儿，用了自己的身子为你提炼血清，已经将孩儿伤到。至于后来怎么样？后来，顾云熙依旧只是浅笑，这笑呢，看着君楚离一阵揪心。后来你母妃说什么便是什么了，我也没有必要复述一遍。希儿，你是不是有什么委屈？你告诉我。他现在这般模样很不对劲。母妃说他为了救他，不小心将肚子里的孩儿弄没了，言语中还在怪他自己不将孩子当一回事。对不起，希儿，都是我的错，我没有保护好你。四皇兄一定是怪你没有保护好孩儿，是不是？顾云熙点了点头，没说话。君楚离心头的疼更深更重，都是他的错。希儿，你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怎么想的？你还想和四皇兄在一起吗？可我是离王妃啊，我不想做什么蜥蜴姑娘，我只想做堂堂正正的离王妃。希儿是我的王妃，只要她愿意，离王妃的宝座将会一辈子属于她。这还是君楚离第一次在君叶璇的面前迎上如此强硬的态度。君叶璇目光如冰。她是我的女人。我回望月阁的小院子。希儿，你不是说……我与你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治好你的病，我也不再欠你什么了。他别过脸，君楚离急了。你从来就没有欠过我什么，如今是我欠了你一条命。王爷，我没有自己去选择什么，若你要生气，还请不要将这份气发泄在我身上，我的确是很无辜。君叶璇没说话，将他一把搂住，转身就走。四皇兄。君楚离追了出去。君叶璇冷冷道：楚离，我一直在让你，已经让了20多年。告诉我，你想和谁在一起？只要你说，我都会接受。他不是要强迫他些什么，可他刚才亲口说的，他想当离王妃。君叶璇举步离开，顾云熙跟在他的身后。离王爷，我家小姐现在的处境，王爷你不知情，你理解不了。是不是四皇兄用了什么手段，在逼迫他？南风，顾将军被人下蛊，被控制来刺杀玄王爷，此时还在宫中大牢里。什么？只要玄王爷一句话，将军府就能满门抄斩。离王爷，若你是我家小姐，你会如何？君楚离没说话，他忽然间就明白了，希儿处境真的很艰难。离王爷，你在玄王爷身边多年，习惯了玄王爷的庇佑，但若是有一日，当玄王爷不再庇佑你的时候，
其实，穆菲亚没有说下去，只是浅叹了声，也走了。走进望月阁后，君夜璇一把就拉住了顾云熙的手腕，径直将他拉入寝房。顾云熙被他扔在床上。你到底要我怎么样？你们兄弟俩有给过我选择的权利吗？不是他将我带走，便是你把我带回来，我可以如何选择？君夜璇只是看着他，冰冷的眼眸里没有一丝动容。顾云熙坐直了身躯，很快就将自己的怒火收拾好，他又冷静下来了。但每次只要他冷静，不冷静的那个人就会变成是他。到底跟他说过什么？我告诉他，我不要当什么西姑娘，要么死，要么当王妃。你还想当离王妃？为什么不能是玄王妃呢？他愣住了，这是他从未想过的事情，因为他知道他不稀罕。他以前甚至一直在给他张罗选妃的事。西姑娘，一个侍妾，毫无尊严，谁都可以欺负我，就连我身边的小丫头也可以随便被人害死。他没说话，一句玄王妃弄得他心情莫名的澎湃。顾云熙在床边跪坐了起来，这次没有躲避他，甚至他自己主动过去牵住了他的脖子。这女人又想耍什么把戏？我刚才其实也看得很清楚了，阿离在你面前根本就是个孩子。所以他大掌慢慢的在收紧，这举动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需要的是一个可以顶天立地，可以替我遮风挡雨的男人，我不需要一个长不大的孩子。过去是我错了，我认定了阿离，我便以为我喜欢的也是他，但其实你心里清楚，我喜欢的人一直都是你。顾云熙，软软的是他贴过来的触感和温度。君夜璇浑身绷得紧紧的。你以为你在做什么？勾引本王？他的气息依旧是冷的，声音也仿佛比平时冷上好几分，但贴过来的那具身躯温度滚烫的吓人。容妃马上就回来了，王爷，如果我听话，你能不能保护我？你现在光明正大的将我收编在你的院子里，容妃怎么能允许？她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杀我。王爷，我不想死，我只想活着。那夜顾云熙留在君夜璇的寝房里，但他破天荒的没有要他。父皇，儿臣此前去了一趟雪山，独留希儿在王府。听闻希儿在王府受了委屈，才会请顾将军去王府走一趟。只是没想到让四皇兄误会了。君夜璇眸色一沉，没想到刚走进大殿就听到君楚离这话，所以他刚回来便入宫，就是为了保顾南风。他这是要正面与自己杠上了吗？父皇，此事的确只是一场误会，儿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顾将军对四皇兄绝无不敬之心，还请父皇和四皇兄明鉴。顾南风眸色微动，看着他，心里划过深深的感动。他贵为王爷，竟然愿意用自己的人头来给他做担保，他对希儿的心真是日月可见。璇儿，离儿说只是一场误会，你怎么看？君夜璇没说话，只是脸色铁青。既然不说话，那就是说明这件事情他没有任何意见了。既然只是一场误会，那顾将军，朕这段日子错怪了你啊。皇上，是臣没有处理好事情，是臣的错。顾南风立即道。皇上浅笑，没再多说什么。你会将你四皇兄给气死的。我已经向父皇请示建造离王府，为了减少时间，我选了一处府邸，改造一番便好。修建王府不是小事，怎么能随随便便拿人家旧的来翻新呢？人家还以为离王爷你真如此缺钱呢。顾云熙看到了前头有个秋千，便走了过去，坐在上头。我虽然不缺钱，不过的确远不如四皇兄富裕。你想说什么？顾云熙挑眉。但若你不嫌弃，养你还是足够的。我哪里有嫌弃的资格啊？总比在玄王府当一个侍婢要好。
至少衣食无忧，还不用被人欺负。希儿，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你相信我。你不相信我？他心里有些沮丧，在四皇兄的庇佑之下活了这么多年，如今在他的眼里，自己是不是真的如此的没用？我不是不相信你，我信你有这样的心。不过人在皇族身不由己，我不奢求，只要你真心护我，便已经足够了。不过，你还在怕什么？顾云溪看着他，好一会儿才道：我怕将军府的人会因为我而受到牵连。我可以躲在皇祖母的寝宫，避开你四皇兄，但我在将军府的家人躲不开。君楚离想说，四皇兄并不是那么冷血残暴、是非不分的人。我会向父皇请旨封王，带上将军府的人镇守樊城。你意下如何？顾云溪心头惊了惊，这无疑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你去了樊城，谁帮你四皇兄对抗郑王？希儿，我欠你一条命，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那夜，他们住在了太后的宁安宫。君楚离去了陪太后说话，穆菲亚将房门关上，快步走到顾云溪的跟前，小声说：我回过将军府，南风说皇上准了，让整个将军府搬迁到樊城。希儿，你是不是觉得皇上答应的太爽快？倒也不是不能理解，皇上只怕也担心玄王爷一人做大，会威胁到他的地位。所以，就连皇上也有意要分开玄王爷和离王爷。穆菲亚歪着脑袋在思考问题。他发现跟在顾云溪身边之后呢，自己的脑袋瓜好像也开始运作起来了。阿离不可能这么快离开皇城，不过将军府可以先行。你今夜拿着阿离的令牌再回一趟将军府，告诉他们，一旦皇上下旨，一刻都不要耽搁，立即动身去樊城。你以为躲到皇祖母的寝宫来，就可以避开本王，让将军府的人撤到樊城，彻底避开本王的势力范围，便以为可以远走高飞吗？不过是蝼蚁偷生罢了。王爷，你要守护你的家人，我也只想给我的家人一条活路，王爷为何就不能放过他们？王爷，你恨的人是我，与他们无关，王爷能不能放他们一条生路？所以昨夜才在本王怀里说，你需要本王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子，今夜你就要躲在楚离的怀中，跟他说同样一番话。顾云溪，你以为联合所有人的力量就可以孤立本王？王爷，其实真没有人想孤立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王爷，你心里真的一点都不清楚吗？君夜玄不说话，只是捏着他下巴的五指在慢慢收紧。顾云溪吃痛，眉心皱了起来。王爷，是你自己将自己逼到如今这一步的，就连皇祖母都看得出来你对我有别的想法，那都是你自己在宴会上任性换来的结果。你是尊贵的王爷，可以任性，可以张狂，就算是惹了皇上生气，皇上顶多就是罚你出城杀敌。可是我呢？我在玄王爷和离王爷之间周旋，就算不是我自己的本意，可我也被牵扯到这个漩涡里。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多少人时刻拿捏着将军府所有人的脑袋。我不过是想保护我的家人，我有错吗？若是换了王爷你会不会也如此？阿离应该很快就会回来了。王爷，你一定要跟阿离兵戎相见吗？你以为阿离会为了你对本王动手？他会。这一次顾云溪没有任何怀疑，不管是看他的目光还是说话的口吻，都如此的坚定。他一定会。你，他气得双眸猩红，气得气息一乱再乱。那你呢？是吗？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是非常清楚，君夜玄，我不爱你了。你以为本王会稀罕？王爷最好说到做到，不稀罕以后就不要再打扰我们夫妻的生活。顾云溪，你别后悔。他终于走了。顾云溪软软的跌坐在地上，劫后余生。外头有人急匆匆进来，
他扶着床沿，慢慢的站了起来。刚起来，就看到一脸焦急的君楚离快步走进内堂。四皇兄他走了。对不起，希儿，我不知道他来了，我刚才……反正已经走了，没事了，真的。阿离，我想休息了，让菲亚来陪我吧。君楚离点了点头，将穆菲亚请进来之后，他就走了。你说哪有夫妻俩是分房睡的？太后难道不会起疑？你真的不喜欢玄王爷了吗？你又知道多少？我是不知道多少，但刚才玄王爷离开时候那模样，看起来很可怜的样子。他羞辱伤害我的时候，你怎么不可怜我？可怜无所不能的玄王爷，哼，他脑袋瓜秀逗了吗？可是他看起来真的很孤单，很可怜。其实，在这件事情上，他也是受害者。哼，你最好别滥用你的同情心。可我说的也是实话呀。当初你在玄王府被欺负，玄王爷不知道，为了这件事，他吐血昏迷了半个月，可见他心里有多难受。我不想听，穆菲亚，你最好闭嘴。你真的能狠得下心吗？他好可怜的。下次他来的时候，你来保护我可好？不，我可打不过玄王爷。好吧，你不想听，我闭嘴就是。不过，玄王爷刚才的背影萧索冷沉，真的好可怜。你为什么不直接利用玄王爷和离王爷来对付容妃？现在好了，将人家玄王爷给气走，以后不是还多一个劲敌？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会把2位王爷都勾引了，然后让他们和我一起对付容妃。人家是他们的母妃，亲生母亲，你以为他们真的会帮我对付自己的娘亲？更何况玄王爷是那么容易上当的人。但要是你将他气走了，他以后只会更恨你。穆安宁现在怎么样了？他应该是好了，昨日就被玄王府的人赶了出来。白檀教的人该是来找他了，但他一直不愿意回去。现在被赶出来，也该死心了吧？他不会死心的，他还有最后一张王牌。你是说容妃？他当日也在场，知道容妃和蓝渊做的事。容妃要么杀了他灭口，要么和他联手。看样子后者的可能性更大。希儿。顾云熙迷迷糊糊的应了声。穆菲亚不知道在想什么，好一会儿之后才讷讷地问了句：“你不怕吗？”已经闭上眼的顾云熙缓缓地睁开眼眸，看着墙壁上那隐隐约约的影子。只要将军府的人搬到樊城，我就不怕了。那你自己？我自己。顾云熙浅笑，再次闭上眼。这次呢，很久很久都没有再说话。就在穆菲亚以为他已经睡过去的时候，顾云熙轻轻浅浅的声音悠悠响起：“大不了死了再穿越一次。”啊！穆菲亚一愣，穿越？什么意思啊？之后那2日，顾云熙都住在太后的寝宫里。君楚离这2日很忙，一是忙着修建离王府的事情，二是忙着计划去樊城驻守的事。顾云熙，你好大的胆子！你竟敢怂恿楚离搬离宣王府，分化他们兄弟俩，你居心何在？母妃，好久不见，今日可安好？你让离儿停止镇守樊城，你到底是什么居心？母妃，阿离是一国王爷，原本就该有自己的驻地的。从前阿离是身子不好，便也从未想过将来。可是如今阿离病好，自然是要好好的为未来筹谋。你的谋划，便是给他一座鸟不生蛋的地方。区区一座樊城，想要困住我离儿，配吗？顾云熙，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什么心思，你只是想找个地方，让离儿离开本宫。母妃，你错了。我让阿离向父皇讨要樊城，自然有我的道理。你能有什么道理？阿离从前都是跟着四皇兄打天下，事实上他自己从未立过战功。如今相从樊城入手，
将来若是能将乌琼拿下，那么阿离就能名正言顺成为一方枭雄。这话容妃竟然无从反驳，可她知道这不是顾云熙的目的，绝对不是。若你真的是为了阿离着想，为何还要阿离搬出选王府？顾云熙，本宫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做的一切都不过是向本宫报仇。我为什么要找母妃你报仇啊？难道母妃你觉得自己有愧于我？你胡说！顾云熙，你我之间的事情大家心知肚明，你以为你不承认本宫就会信你？可是母妃，我没有不承认啊。没想到顾云熙竟然也往前一步，凑近他轻声道：我知道母妃你最在乎的是什么，若是让他们兄弟俩反目成仇，甚至手足相残，母妃你猜会不会很好玩？母妃，我差点就被你们害死了，我要是不弄死你2个儿子，我怎么能咽得下这口气呢？贱人，你敢！容妃气得彻底失去理智，猛地抬起手朝着顾云熙的脸用力挥了下去。奇怪的是，面对自己的掌掴，顾云熙不仅没有躲避，甚至眼底的笑意更深。容妃一愣，瞬间明白自己上当了。可他挥出去的力道已经来不及收回，这一巴掌硬生生地落在顾云熙的脸上，力道很大。顾云熙立即被他打得倒在地上，眼前一阵眩晕，完全站不起来。希儿2道修长的身影瞬间来到，君楚离将顾云熙扶起来的时候，顾云熙还头晕脑胀的。君夜璇捏着掌心，瞪着站在一旁的容妃。母妃，你到底还要做什么？本宫不是，是他故意惹怒本宫，真的是他，你们别被他骗了，他就是想要找本宫报仇。顾云熙好不容易站住，此时看着容妃，他一个字都不说，依旧是那倔强的模样。他故意的，玄儿、离儿，你们别信他，他想找本宫报仇，他想让你们兄弟相残。希儿好好的，为什么要找你报仇？君夜璇冰冷刺骨的目光也落在容妃的脸上，似乎在思索君楚离刚才的话。母妃为什么要怕顾云熙找他报仇？难道他真的做过对不起顾云熙的事情？顾云熙忽然腿一软，差点倒了下去。君夜璇下意识伸手，但在他碰到顾云熙之前，君楚离已经将他一把抱了起来。他回头看着自己母亲的眼神，从未有过的冰冷。他为了救儿臣，受了多少委屈，吃了多少苦，这辈子儿臣都欠了他。母妃，儿臣请你以后对他善良一点。顾云熙是装的，你弟弟看不出来，你也看不出来吗？容妃最后一点希望落在了君夜璇的身上，却不想自己大儿子此时竟然看着君楚离和顾云熙离开的方向，久久不能回神。你还敢看那贱人？母妃当真怕他向你报仇？你到底对他做过什么？玄儿，你在胡说什么？本宫能对他做什么？他一直在你的保护之下呀。玄儿，你这么快就忘了你的痛了吗？他为了离儿亲手害死你的。孩子这2个字，容妃没敢说出口，毕竟周围还有宫女太监，但她知道儿子是明白的。果然，这话让君夜璇的掌心一瞬间捏紧，他真的放不下这件事。万幸回来之后，穆安宁与他见过面，已经商量过说辞，还是穆安宁懂事啊。若没了穆安宁，容妃自己未必能将这件事情处理好。玄儿，穆妃只是在心疼你，难道你就不恨他？他救了你最爱的儿子，你居然恨他？玄儿，你想说什么？他没有说话，只是依旧冷冷地看着他。玄儿，他给楚离治疗当日，到底发生过什么？玄儿！君夜璇忽然往前一步。母妃，你在心虚什么？
你们到底有多少事情瞒着我？没有，什么都没有，是他不要你的孩儿，是他自己不想要。容妃惊慌失措，在儿子继续向自己走来那一刻，她忽然血气一阵翻涌，竟两眼一闭倒了下去。君叶璇用力闭了闭眼，在他就将要倒在地上的时候扶了一把。璇儿啊，这是怎么了？母妃日夜赶程回来，疲劳过度，身体为横。皇祖母，孙儿这就送她回去休息。那得叫御医好好看看呀。太后看着容妃紧闭的双眼，满脸不安。君叶璇点了点头，抱着容妃转身走了。没人知道，容妃藏在袖子里的10根手指头却在越捏越紧，掌心满满的都是冷汗。璇儿是不是已经在怀疑什么？万一让他知道是我和兰苑逼死了他的孩儿，他还会原谅我吗？真的要让离儿去樊城驻守吗？一旦驻守在边城，以后想见他一面将会比登天还难，怎么办？大概就连容妃也没有想到，君叶璇做事的效率竟是如此高。那天夜里，兰渊被带到了君叶璇的书房。书房里除了君叶璇，还有燕一以及燕北，另外有一个兰渊不认识的男子，看衣着装扮像是个大夫。就是这位夫人。虽然他当时戴着帽子，但小的认识的就是他。那大夫看着燕一手里的画卷，一边点头一边无奈地叹息道：可怜他腹中的孩儿中毒太深，小的医术太浅，无能为力。你不是说当时离王妃腹中的孩子并没有太大的问题，是他自己选择不要的？怎么能没有问题呢？那夫人不知服了什么毒，早就伤及腹中胎儿了。那夫人一定是很爱腹中孩儿的。小的提议让他早些做决定，打掉孩子。继续说。小的为了夫人的身子着想，提议尽早服药将胎儿划掉，但那夫人不愿意。小的知道她还尚存一丝希望。君叶璇的目光落在兰渊身上，兰渊心如死灰。他早知道这一日一定会降临，只是没想到会来得这么快。兰渊，你到底有没有说实话？兰渊还是不说话，只是无声地跪了下去，不解释，也不反驳。燕一一步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将他提了起来。所以他放弃自己的孩儿也是迫不得已，而不是你说的主动选择放手，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顾云溪受了多少的委屈，王爷将他当成罪人，夜夜将他折磨。只要一想到顾云溪一个人坐在街上被所有人抛弃，独自哭泣流泪的画面，燕一的心比被撕开2半还要难受。让顾如秋过来。顾如秋？燕北和燕一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这个时候叫那位顾家8小姐做什么呀？顾如秋一身淡黄色的衣裙，没有任何装饰的脸干净清爽。和别的女子不一样，见到惊为天人的玄王爷，顾如秋也还是一派的从容。听说你学过摄魂术？他学过摄魂术？燕一和燕北甚至兰渊也同时一愣。所以说现在将顾如秋请过来，就是为了要给兰渊摄魂。顾如秋抬头迎上君叶璇的目光，眼底有几分讶异，最后呢也只是点了点头，小声道：是。君叶璇抬起手指着兰渊，淡淡道：本王要知道那夜的事，让他事无巨细说出来，不许有任何遗漏。王爷，我需要一些药，还需要一壶酒。君叶璇一摆手，燕北其实还是不愿意，但最后也很快就给顾如秋将东西准备好了。顾如秋走到兰渊的跟前，柔声说：这位公子得罪了。兰渊额角渗出一股细汗，
燕一掌心捏紧，却也只是站在一旁不说话。王爷，兰渊跟在你身边10几年，他……王爷，是我将剧毒亲手注入王妃的身体里。没有人说话，整个书房安安静静的，静的连针尖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不知过了多久，兰渊低沉沙哑的声音继续响起。离王妃拼死挣扎，哭着哀求，说她还能想到办法保住孩子，但我给王妃把过脉，她腹中孩儿中毒太深，就算能保住，生下来也会是个残疾儿。事情说出来之后呢，兰渊反倒是感觉到整个人轻松了不少。毒液注入王妃的身体后没多久，孩子就没有脉搏了。我也以为王妃必死无疑，但那时候我心里只有离王爷，便将离王妃丢在房中，任由她自生自灭。她身中剧毒，又胎死腹中，基本上不可能活下去。但我没想到王妃竟如此坚强，她拼了最后一口气，给自己施针，将剧毒逼到已经死去的胎儿中，再服用化胎药将孩子打掉，以此保住了自己的命。这便是王爷后来去查，能查到是安夏亲自去取的化胎药，铁证如山，王妃百口莫辩。燕一冲了过去，抡起拳头一拳砸在兰渊的脸上。他怎么可以用如此恶毒残忍的手段来对付一个弱不禁风的姑娘呢？可怜顾云熙痛失爱儿，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活过来，还要被陷害、被误会、被折磨。这样的遭遇换了别的女子，只怕早就已经活不下去了。她那么坚强，却又那么可怜。都是我的错，王爷，我该死，请王爷将我赐死，以弥补我所犯的弥天大罪。兰渊抬起手，抹了一把唇角的血水，手指在唇边不知道擦了什么。燕一却眼尖地发现他的唇色变了。你别过来，不要过来，这是我应得的报应。他的视线依旧落在君夜玄的身上，一缕黑色的血丝沿着唇角慢慢滑落。王爷，此事都是我一人所为，还请王爷明鉴。我对不起李王妃，对不起她腹中的孩儿，也对不起王爷。兰渊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修长的身躯也慢慢的倒了下去。视线里，燕一和燕北冲了过来，将他扶起，神色焦急。兰渊眼底却浮现一抹笑意。此生能有世继在，与大家同生共死，是多幸运的事。但愿来生，我还能跟在王爷身边。来生，我一定不会再欺骗王爷，一定不会。顾云熙，对不起。那天夜里，宁安宫依旧是一贯的安静也安详，只是顾云熙的房间呢，不知从何时起多了一道修长的身影。他就坐在床边，看着已经沉睡过去的姑娘，不说话，也没有任何举动，就只是安安静静的看着。不管你心里在想什么，若他不愿意回到你的身边，我就算拼了命也不会再让你欺负他。君夜玄倚在树下，看着站在自己面前的弟弟，薄凉的唇轻抿，没说话。四皇兄，你若是真心待他，就不要再让他受任何委屈。若他还愿意回到你身边，我一定不会阻拦。君夜玄还是不说话，只是举步往宁安宫的宫门走去。四皇兄，君楚离跟在他的身后。去樊城，是你的意思，还是他在怂恿你？是我自己的意思。君夜玄回头看着他，
那双没什么波澜的眼眸还是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几许暗淡。曾几何时，你也需要对我如此防备了。君楚离知道自己的举动伤了他的心，可他之前对顾云溪的伤害太大，他现在只想保护好顾云溪。四皇兄，是我自己的意思，真的。君夜璇没有再追问，是谁的意思都好，或许已经没有区别。你走了，母妃怎么办？她想尽荣华富贵，什么都不缺。今日他亲眼看到母妃对顾云溪的残忍和凶狠，母妃在他心里那慈爱温柔的形象已经崩塌了一角，再也不完美了。我无意让她难受，更不想惹她伤心，是她容不下希儿。在宫中，在皇祖母的地方尚且敢如此欺负人，说有一日当他和四皇兄都不在的时候，母妃会如何伤害希儿，可想而知。他现在病好了，将来得要和四皇兄一样保家卫国，他不能时常地守在顾云溪的身边去保护他，万一自己不在的时候，母妃要伤害顾云溪，谁能护他？我要是用这毛巾继续给你擦脸，你猜自己会不会生气？毒妇！我是毒妇，那四皇兄你是什么？醒来了还要装晕，幼稚的小毛孩。哼哼，君夜璇真不想理他。四皇兄似乎对我的照顾很不满意，既然这样，我去向燕北请示一下，让他给四皇兄你换个大夫吧。顾云溪站了起来，还没迈步，手腕就被床上的男人一把握住。四皇兄，这盆水和这条毛巾专门给你擦脸的，擦脚的在那盆水的下头。君夜璇没有说话，只是眉宇间分明轻松了不少。你以为我用擦脚的毛巾来给你擦脸？为什么不拒绝？君夜璇冷冷哼了哼，不说话。四皇兄，你在发热，若是想好快一点，等一会儿服药了之后好好休息，别再胡思乱想。君夜璇垂眸看着他，因为要给他擦身体，离他身体不到1肘距离的胸口，声音一下子就变得沙哑了。本王没有胡思乱想。那就最好不过了。药还没有送过来，只能先给他物理降温。顾云溪将他的衣襟轻轻扯开，一路擦了下去。收拾的时候，他的眉心忽然皱了起来。刚才眼角余光看到了什么？一不小心便低头往他腹下看了眼，顿时又羞又气的，手里的毛巾差点砸在了这个无耻之徒的脸上。君夜璇难得的有一丝窘迫，想用被子盖住。你用胸口压过来，真当本王是死人没反应啊？我岂是……顾云溪立即想起来，自己给他擦脸擦额头的时候那姿势，哎呀，小脸微微火辣了下，他只能别过脸，假装不在意。等会儿药来了，喝完药好好休息。他在收拾药箱了。君夜璇的脸色瞬间一沉。你要去哪里？本王还烫着。四皇兄这烫，没准等燕北来了就好了。胡说什么？王妃，药好了。外头果然传来燕北的声音。君夜璇从未试过如此的讨厌燕北。进来。燕北端着药进去，可才走了几步，就莫名的浑身一阵绷紧，有种随时会被人千刀万剐的错觉。王妃，我要回去照顾菲亚了，你伺候她喝药，喝完哄她睡一会儿吧。我哄？啊！燕北明显被吓到了，目光越过顾云溪，一不小心对上了君夜璇的。他手一抖，药碗差点摔在了地上。药方我都给你了，要是这碗药不小心洒了，你重新去捡药熬一碗就好。还有，顺便叫燕一过来哄四皇兄睡觉。顾云溪拎着药箱往门外走去，燕北急的是满头大汗呐，又不是不知王爷看他的眼神。王妃，我不懂。不懂就学。砰的一声，房门被关上了。燕北感觉自己好像被关进了牢房里一样，连回头看一眼王爷的勇气都几乎没有。唉，房间里的气压十分的低沉。不知道过了多久，燕北才僵硬着脖子回头看着床上的君夜璇。
王爷，该喝药了，喝完药就滚！顾云溪刚出望月阁的门口，还没有来得及回宁熙阁，就被人拦住了。小九，你快去看看大哥，我怕他扛不住。顾如秋在这里等了1个多时辰了，终于好不容易等到他从望月阁出来。顾云溪心头一紧，看着顾如秋那双红肿的眼眸，心里顿时一慌。大哥怎么了？昨夜你们救菲亚的时候，大哥忽然蛊毒发作，没人能治疗，燕北将他弄晕了。等一下，我要回宁熙阁拿一些药。我上次取了大哥的心头血，为他配好了药，还在宁熙阁里。他走了2步，忽然回头看着顾如秋：“八姐，帮我去一趟云离阁，让楚离跟我一起去，我怕他们连我也不允许进去。”好，我知道了。顾如秋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八姐，云离阁在……顾云溪的话还没有说完呢，顾如秋就已经不见了人影。他也没敢多想，赶紧回宁熙阁取了药。出来的时候，正好看到君楚离和顾如秋一起过来。快，我怕大哥等不及了。顾南风果然醒了，还没到牢房门口，就听到他怒吼的声音。在顾云溪和顾如秋赶到的时候，他已经给顾南风点了穴，让他安静了下来。被点了穴道无法挣扎，蛊毒肆虐，唇角不断的淌血。顾云溪看得心头一阵剧痛，赶紧过去从药瓶子里取出1粒药丸，塞进了顾南风的嘴里。没多久，顾南风眼里的猩红逐渐散退。这药幸好管用。希儿，大哥，你感觉怎么样了？顾南风垂下眼帘，大概是想明白了，自己一定是蛊毒发作。阿离，燕医锁着他，一定有燕医的道理，只怕是顾将军蛊毒发作的时候不太受控制。大哥，你脸色很不好，先喝点水歇一歇。多谢。你如此平静，菲亚是好了吗？暂时没有危险。阿离，八姐，我有一些话想和大哥私下里说一说。好。君楚离立即出门，顾如秋叮嘱了好几句好好保重之后也走了。所以你一直都不愿意说的那个姑娘就是穆安宁。大哥，你知道穆安宁是个什么样的人吗？他以前不是这样的。顾南风显得有些焦急，想解释却又不知如何开口。你是不是想说他以前温柔大方热情善良，对你很好？顾南风看着他，知道妹妹这话并非是要讽刺他。他以前真是如此？不可能。如果我说他10岁的时候就一定是一个心肠歹毒的人，大哥你也不愿意相信了是吗？希儿，我知道你们都讨厌他，可他10岁的时候我们都不认识他，你如何？你觉得我是在污蔑他？大哥，我不是那样的人。有些事情其实我已经想明白，只是没有证据。但是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穆安宁10岁的时候就知道下蛊害人，她绝对不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你被骗了。希儿，顾南风还是不信，一个10岁的小丫头如何害人？更何况穆安宁10岁的时候，顾云溪才6岁，10年前的事情他哪里知道？好吧，我说过，我暂时没有证据，无凭无证就是污蔑。希儿，大哥不是不相信你，只是你不要生大哥的气啊。顾南风此时心情其实是真的很不好，这次他亲眼看到穆安宁将穆菲亚打成重伤，下手又狠又重。可穆菲亚是他的妹妹呀，就算不是亲生的，却也是一起长大，这下手的确是太狠心了。大哥，你真的不知道你身上的蛊毒是被谁下的？顾南风看着他，摇摇头。其实救我的人不是菲亚，是穆安宁，对吗？顾南风点了点头。就是因为这样，你喜欢上她了？可她是白檀教的圣女，此生不得跟男子在一起，所以你死活说自己不认识她，是不想害了她，是吗？顾南风依旧不说话，只是又点了点头。两人有片刻的安静，沉默了好一会儿之后，顾云溪才道：不管怎么样，我得先想办法解开你身上的蛊毒，或许等你身上蛊毒被解开之后，很多事情你自己就会明白了。刚才和八姐聊什么？聊得这么愉快？没什么，
就是听八小姐说你过去的事，原来你小时候如此木讷，还是近1年的事更好玩。顾云熙有些无奈，小时候的那个顾云熙不是他，只有近1年那个才是。希儿，怎么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若当初救你的人是我，你会喜欢上我吗？阿离，这世上没有那么多的如果。没有答案的答案，但不知道为什么君楚离反倒是松了一口气。我现在这样挺好的，若你以后有了喜欢的姑娘，给我一封休书便好。顾云熙举步走进院子，君楚离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纤细的背影，他低喃：不会有这么一天，一辈子都不会。哎，听不到也好，这话呢，他只说给自己听。很晚了，快回去休息吧。走到房门口的时候，顾云熙停了下来，回头看着他。你现在好了，你四皇兄最近却一直受伤，你四皇兄之前做的事情总得有人负责跟进。父皇见你真的好了，只怕也不会让你闲着。我知道，我这就回去休息。转身走了2步，又忍不住回头看着他。我会成为南陵国真正的离王爷，绝不再是一个徒有虚名的臣尉。顾云熙点了点头，目送他离开后才转身进了门。穆菲亚醒了，婢女正在伺候他。我去看过大哥，他服药之后暂时安静了。菲亚，有件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南风喜欢的人是穆安宁，对吗？是，并且他在你跟穆安宁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并没有被蛊毒控制。菲亚，大哥不喜欢你。你非要将话说得这么清楚吗？就不怕伤了我的心？不说清楚会影响你的判断跟决定的。什么决定？顾云熙看着他，无奈浅叹。之前你选择留在我身边帮忙，多少是看在了大哥的份上。现在你知道大哥心有所属，那个人不是你。所以菲亚，我现在给你重新选择的机会，这段时间你再好好考虑一下。等你好了，你若还想留在我身边，我肯定欢迎。你若想回乌琼，我也会请人送你回去。不要再考虑大哥的问题了，他的心并不属于你。做任何选择，你只需要考虑你自己。接下来那几日，顾云熙都在照顾穆菲亚。伤成那样，要一下子好起来是不可能的。听闻那乌琼人和西陵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表面上是乌琼派来的，实际上极有可能是西陵的死士。死士？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死士。应该说，他是那群死士的头。那帮死士太厉害，连大皇兄都被他们暗算了。但我们现在还没有查到这些死士究竟是来自乌琼，还是来自西陵。他们的武功路数也奇怪，这训练的方式非常的特别。死士还有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他们和一般的死士不一样，一般的死士身上都带着死亡的气息，浑身都是毒。他们呢？他们……君楚离脱了衣裳就想用膳，都快饿疯了。刚对着桌上的美食伸出爪子，就被顾云熙一把将手拍掉。脏死了，脸上和手上都有血迹，赶紧先去沐浴更衣。我想在你这里洗澡，求你了，我好饿，我不想回云离阁。东西放下，曲子若弹得不好，立即给本王滚。是。希儿喜欢的曲子。从前他曾在君夜璇面前哼过，还教他唱过。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尽头。君夜璇的心一瞬间颤抖得厉害，好不容易让自己冷静下来，他才拿起顾如秋放在桌上的手札本，翻开一看，心脏更是不断的收紧。是顾云熙的笔记，都是一些作废的设计图，一般人看不懂，君夜璇却能明白不少。她就是个想法很特别的姑娘，
脑袋瓜里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偶尔还会说几句什么你们这个年代，弄得好像自己跟他们不是一个年代的人一样。每次追问呢，他却会搪塞过去，不愿意说，他就不问了。曲子悠扬还在继续，都是顾云熙以前喜欢哼的曲儿。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时常会听到他哼给自己听。君叶璇的意识渐渐的就被带入到曲子中，原本愉悦的曲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幽怨、悲伤，甚至渐渐有种绝望的气息。他好像看到顾云熙在哭，他坐在山头上，漫山遍野全是他喜欢的花。他坐在花海中，一个人抱着双膝，又在轻轻地抽泣着。君叶璇想过去安慰，可当他靠近的时候，顾云熙忽然抬起头，狠狠地瞪着他。他看他的眼神里充满了厌恶，甚至满满的都是怨恨。都是因为你，你为什么要阻止我跟阿离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害我跟阿离？都是你的错，是你把我害成这样，是你害死我的孩儿，都是你。君叶璇，你为什么不去死啊？你活着让我们所有人都不快乐。你的母妃不爱你，你弟弟怕你，我也怕你，所有人都怕你。你为什么还不去死？为什么？君叶璇的大掌慢慢的在收紧，越捏越紧，锋利的指甲甚至陷入了掌心，掐出了血丝，他也浑然不觉。原来所有人都怕他，所有人都恨不得让他去死。顾如秋盯着他的那双暗淡的眼眸，唇角已经在渗血，但他没有理会，嘶哑着嗓子低声道：君叶璇，你去死吧，只有你死了，他们才会开心，只有你死了，大家才有将来。君叶璇，你快！琴声戛然而止，顾如秋的脖子被人一把掐住，他的力量太大，直接将他掐得撞在了桌角上。你为什么？区区蝼蚁之辈，竟敢对本王用摄魂术！君叶璇眸色森寒，眼底杀气浓郁，掐住他脖子的五指一瞬间收紧。你们所有人都想让本王死，本王偏要活得比谁都长久。小小之辈，本王先杀了你！君叶璇说杀就杀，下手果然没有半点留情。顾如秋立即就感觉到自己彻底的无法呼吸，胸臆间的空气被掐断，就连心跳都像是被掐断了一样，他真的要死了。王爷，他是离王妃的把剑，你杀了他，离王妃会恨你的。君叶璇没有说话，甚至没有一点点反应。燕北不敢上前阻拦，可若是再不拦着，顾如秋就真的要死了。王爷，你的夕阳会恨你的。砰的一声，顾如秋被扔了出去，撞在墙壁上，狠狠地摔在。若你是来给他求情的，本王劝你现在就滚回去。本王心情不好，不可能饶了他。我只是想进去看看他，也好看看他为什么会……你以为他跟顾南风一样，被什么所谓的蛊毒控制？但他今夜想杀本王，用的是他的摄魂术。摄魂术？顾云熙心头一紧。若是用的摄魂术，那便是在顾如秋意识清醒的情况之下使出来的。若是被控制，根本无法再对任何人摄魂。八姐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刺杀君叶璇？四皇兄，我八姐一向养在深闺里，从小到大过的几乎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日子，她不可能是受任何人指使。哼，你站得如此远，你以为你说的话本王能听得清楚？君叶璇冷哼，顾云熙明白他什么意思，但这男人太危险，靠得近了总感觉不安全。怕本王？如此怕本王，还来找本王做什么？给本王滚！顾云熙瞪了他一眼，这家伙今夜的心情似乎真的很不好。四皇兄，我八姐
你若是想说你自己的事情，本王还有那么点耐心听听。其他女人的事，根本没兴趣。哼，顾云溪瞪着他，如果不是八姐在他的手里，他连看都不愿意多看他一眼。好，那就聊聊我的事。四皇兄，我想去见我八姐。过来，倒酒。四皇兄，你愿意为此付出什么代价？既然不谈情，那就好好的谈谈交易。这一点顾云溪还真是没想过。代价？四皇兄想要什么？把衣服脱了。八姐，你到底为什么要刺杀玄王爷？看来八小姐是真心要刺杀四皇兄，否则四皇兄的人不会如此对她。小九，是我的错，是我没有本事。所以你是真心要刺杀我四皇兄？为什么要刺杀玄王爷？你是阵亡的人。他眼底透着寒光。顾云溪虽然不愿意相信，但此时看顾如秋的目光呢，也少了几分平日里的温和。我素来养在深闺，连将军府的大门都鲜少出去，我哪来的机会认识郑王爷？那你为什么要刺杀四皇兄？八姐，你不把事情说清楚，我们没法救你。刺杀四皇兄，罪大恶极呀！不远处的牢房里还锁着他们家大哥呢。那你到底为什么要刺杀他？顾云溪的语气加重了些。你不说实话，我们帮不了你。他死了，你才能真正活过来。你在这座王府处处受敌，被陷害，被欺负，被排斥，和玄王爷都脱不了关系。若是没有他，你和李王爷一定可以长相厮守，携手到老。八姐，很多事情未必就如你所见。不管怎么样，刺杀玄王也是罪大恶极。这件事情我会让阿离跟玄王爷求情，也希望玄王爷能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但是以后不要再犯了。小九，八姐，我现在很好，真的，不要伤害他，求你。小九求我，不要伤害玄王爷。小九自己也舍不得吧？小九自己也舍不得吧？已经发生的事情谁都无力改变，现在只能看看还有没有将功赎罪的机会。是不是受了伤？他的脊骨错位有一些严重。阿离，我需要带他回房间，给他做一个简单的正骨手术，在这里没有条件。好，我先带他出去，等治好了再交给皇兄处置。君楚离将牢房的门打开，顾云溪扶着顾如秋道：八姐，你忍着点，我们慢慢走。疼。我知道，八姐，我背你吧。顾云溪蹲了下去，顾如秋却摇了摇头，咬着牙道：我自己走，我可以。以后一定不能再做这种傻事了。你要知道，将军府里还有你娘，还有你弟弟。顾云溪扶着他，一步一步往外头走去。君楚离走在前头。三个人刚走出牢房的时候，果不其然，燕一闻讯来了。李王爷，顾如秋是刺杀王爷的重犯，不能带走。燕一冷声道。君楚离往前两步，温言道：他受了伤，我只是带他回去疗伤，等伤好了，我会亲自送他回来。没有玄王爷的命令，谁都不许将他带走。我说过，只是带他回去疗伤。燕一，你若非要阻拦，那就别怪我不客气。王爷，燕一，你知道我的脾气，没有玄王爷的命令，谁都不许，我一定要将他带走。君楚离掌下凝聚起真气，一掌朝着燕一拍去。我倒是要看看，谁敢阻拦。
却不想另一道低沉的声音从燕一身后响起：本王也想看看，本王要拿下的人，谁敢带走？四皇兄，四皇兄，四皇兄，我只是带一下。四皇兄，八姐。顾如秋惨叫了一声，人已经被扔回到牢房里。四皇兄，我求你，他的脊骨错位伤得很严重，不立即为他做手术，我怕是会影响他一生的。顾云溪被他扯着走，一边走一边求道：四皇兄，我求你，我给他治完，我会立即把他送回来，我保证，我求你了。可君叶璇根本不管不顾，铁青着脸扯着他继续往牢房外走去。君叶璇手一松，将他扔下，他冷哼道：谁再敢踏进去半步，给本王打到他服气，包括李王爷。哼！是。莲衣大人，我等会儿开一些药，命人煎好之后送来，还请大人能够宽容一下，允许我的人进入给八姐送药。燕一垂眸看了他一眼，掩去眼底所有的情愫，他淡淡道：王爷没说过不许送东西进去。阿离，我们先。阿离，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抬头一看，君楚离脸色苍白，两眼无神。阿离，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刚才动手受伤了？可他刚才分明看到是他伤了君叶璇，他四皇兄哪里舍得伤他呀？君楚离看着他，看着冰凉的大掌慢慢收紧，将他的手握住。我打伤了四皇兄。你不是故意的，他不会怪你。顾云溪回头看了眼紧锁的地牢大门一眼，知道自己没有机会进去了，只好拉着君楚离快步往宁熙阁的方向走去。君夜，唇被堵死了，话也没有机会说完整。他越是挣扎，他就吻得越深，甚至将他脆弱的嘴唇挑开，一举闯入。他终于放开他的唇，薄唇沿着他的下巴、脖子一路往下，很快就来到了让他流连忘返的地方，不轻不重地啃了下去。顾云溪闷闷哼了声，双手捧着他的脑袋，气得差点想哭。君夜轩，你混蛋，你放，不要咬！君叶璇终于从他的身体抬起手，垂眸看着他娇弱无力的模样，眼底的火焰瞬间烧得更旺。若想让本王在这里要了，你可以继续动一下试试。已经紧紧咬着唇瓣的顾云溪还是忍不住轻轻哼了哼。哼，又想勾引本王是不是？你若真喜欢这露天席地的旷野花海，本王也可以成全你。你又喝酒了？这混蛋明知道自己酒量不好，又是受伤又是生病的，还敢试酒。闻着味道，君叶璇今夜这酒啊可是喝得不少。宽心本王，只是怕四皇兄喝多了又开始耍酒疯。发酒疯？谁说现在不是？君叶璇不说话，突然躺了下去。你，顾云溪被他抱着，他一躺，他自然而然的也趴了下去，就趴在他的胸膛上。你至少让我先把衣服穿好。不高兴？你别太无耻了，你是阿离的皇兄。这话你说着不累，本王都听腻了。君叶璇，你是在逼我带着阿离远走高飞吗？君叶璇果然被激怒了，气息忍了又忍，忽然一个翻身将他压了下去，低头就是狠狠的锁吻，从额角亲到唇上，再沿着脖子一路往下。我不说了，你放开我。顾云溪终于意识到有些人是不能招惹的，可问题是他根本就没有招惹他呀。你放开，君叶璇，四皇兄，你放开我，我不说了还不行吗？你放，疼死了，你不要这样。你说
你想做什么？我不想，我什么都不想，我错了，你别这样，别这样。他是疯子，惹不起的疯子，跟他讲道理他不会听，骂他他也不在意，想要用道德来规范他，用情义来感化他，那些对他来说统统都是狗屁。你别这样！好不容易终于将他的手推了出来，这次顾云溪紧紧握住他，再也不敢放手，就怕一放手他又会乱来。四皇兄，阿离不舒服，还在等我拿药回去。哼，本王一没打他，二没骂他，他哪来的资格不舒服呀？本王累了，唱歌给本王听。我若是不愿意，那就继续方才没做完的事。顾云溪真有一种无语问苍天的感觉，这段关系畸形到了极点，偏偏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去改变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逃，逃得远远的，逃得让他永远抓不到。腰间那条手臂忽然收紧，顾云溪长吁了一口气，无奈悠悠唱了起来。醒了。四皇兄呢？四皇兄一早便出了门，如今应该不在府中，在你夫君的身边醒来，一醒来就问其他男子，你倒是对得起我。心情好了，昨夜不是还一直喃喃自语，说自己打伤了四皇兄，心里悔恨愧疚吗？今日清晨陪四皇兄用过早膳，见他精神不错，便没那么难受了。你四皇兄没生你的气？四皇兄从来不会真的生我气，都是我惹他伤心。对了，燕姨将你八姐送回来了，你要去看看她吗？去，当然要去。顾云溪抓住被子，正要一把掀开，忽然想起来什么，吓得脸色一变，尖叫了声，赶紧将掀开的被子扯了回来，手忙脚乱地盖在身上。君楚离瞅着他红扑扑的小脸，做什么啊？身上又不是没穿衣服，为何这般紧张？我不是没穿衣服吗？我们什么都没做。君楚离站了起来，下意识远离他的床，甚至转过身背对着他。想了想，怕他误会似的，他赶紧道：就算真做了什么，也没关系，我不在意，真的。当真是燕姨自己送回来的，你没有再去动手？真的没有。昨夜之后，我哪里还敢动手？一整夜噩梦连连，这样的经历一辈子难忘。他是打死也不会再跟四皇兄动手了，宁愿自己死。顾云溪走到床边，君楚离没有过去，男女有房，他守在外间。八姐，你感觉如何？没什么，就是有点不太好受。脊背很疼是不是？顾如秋原本还想摇头，犹豫了下，终于还是点了点头。真疼得有些受不得了。你别怕，我马上给你正骨，再打2支消炎针就没事了。八姐，你趴好，我要用银针为你正骨。阿离，你让婢女帮我打2盆热水过来，你出去等着吧。好。君楚离转身出了门，命人打热水去了。离王爷对你真的很好。顾云溪没有多说，只是淡淡的应了声。等婢女将热水送来，顾云溪连婢女都遣退了，才将顾如秋的衣裳脱了下来。正骨的时候会有一些疼，八姐，你要忍着一点。他柔声说：好。正骨用的是飞针加推拿的方式，在没有麻醉药的年代的确会很疼，尤其是对于一个姑娘家来说。八姐，他们为什么忽然把你送回来？我也不知道。今日一早，天还没亮的时候，燕姨大人便将我送过来了。顾如秋咬着牙，声音都像是从齿缝里挤出来的，真的很疼啊。顾云溪心情有些复杂，
没有任何原因。昨夜还野蛮的要死，不许任何人将顾如秋带出牢房。今日莫名其妙的就送回来了，这算不算是他昨夜陪了狗男人一整夜，给他唱歌唱到嗓子沙哑得回来的报酬啊？顾云熙不敢想。正骨的过程很成功，最后给顾如秋打消炎针的时候，他人已经疼得昏睡了过去。顾云熙收拾好一切，刚出门便看到君楚离从院门口快步朝他走来。希儿，有穆安宁的消息了，我这就亲自出门，给你将那坏女人逮回来。你竟然让楚离一日到晚在外头奔波劳累，你这个恶毒的女人！容妃，顾云熙只觉得头疼，转身果然就看到容妃朝他快步冲了过来。小九，当心！容妃简直是疯子，冲上来就要打人，但这次顾云熙只是随意一抬手，就将他的手腕给扣住了。你敢？你以为本宫不在，这座王府就可以任由你为所欲为是不是？你想得美！顾云熙，放开本宫！你敢对本宫不敬，宣王会杀了你！娘娘，顾云熙，放手！我尊称你一声母妃，是看在阿离的份上。上次让你打也是看在想要陷害你的份上，现在你还想如何？你终于承认了，上次就是故意让我打到的，你这个卑鄙无耻的贱人！顾云熙手一松，容妃差点没站住，若不是身后两名宫女快步过来扶了一把，她真的会跌倒在地上。这贱人现在连装都不愿意装了吗？母妃，若我是你，一定会好好想想如何挽回两个儿子的心，而不是继续跟我这个无关重要的女人纠缠。你赢了我又如何？难道你的人生就只有赢我这个目标？会不会太肤浅了？赢了我能为你带来什么好处？两个儿子会更爱你吗？不会，他们一定不会。从你决定要耍阴谋诡计的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输了。不会有人更爱你，谁也不会。他转身走了。顾如秋浅叹了声，无声地跟在他的身后。远处拱门边，那个一身玄衣的男子看着顾云熙走远的背影，薄凉的唇慢慢抿成了一条线。燕北怕他生气，忙道：王爷，虽然王妃对容妃娘娘无礼，可属下觉得王妃的话并没有错。玄儿，你刚才看到的是不是那贱人对本宫？他碰母妃的不是手腕吗？母妃的脚又是怎么回事？刚才他将本宫推倒，伤了本宫的。母妃不是说了，刚才的事情儿臣从头到尾看得清清楚楚吗？玄儿这话什么意思？君夜璇却不想解释，转身要走了。玄儿！容妃追了上去，急道：玄儿！母妃的脚又好了。君夜璇看着他走得利索的腿，容妃又是一愣，一张脸顿时涨得通红。本宫母妃，他有一句话，你该好好听一听。君夜璇看着远处的天际，声音很轻很轻，却也毫无温度。从你决定用阴谋诡计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输了。玄儿，他居然说顾云熙说的话是对的。容妃气得浑身都在颤抖，君夜璇却不再多说，举步走远了。容妃捏紧了掌心，眼泪终于忍不住滚了下来，是因为憋屈。儿子变了，他的两个儿子都变了。他们是不是找到穆安宁了？他看着身边的宫女，一脸狰狞。快去打听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找到了穆安宁。他要将穆安宁留在身边，只有穆安宁才能帮他。那天午后时分，穆安宁果然是回来了，不过这次是被绑回来的。希儿，我将那坏女人绑回来了。那坏女人还真是狡猾，将自己伪装得太好，之前原来一直就在闹市里，根本找不到。昨天好不容易有了消息，却又被她听到风声，提前跑了。要不要先回去沐浴更衣？不用，现在就带你去看看她。你要是不解气啊，就打她一顿。我把她绑好了，她没机会跑的。那夜我看到四皇兄带希儿去山顶了。
你都看到了什么？君楚离脸一红，赶紧低头躲开君叶璇的目光。没看到后来的事情。我在你解开衣带的时候就走了，我真的没有看到。我没要他，至少那夜没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君叶璇才道：有话要跟我说。四皇兄，我知道希儿对你的情谊还在，那夜他都没有对你出手，也没有拼死挣扎。君叶璇还是没说话，只是手里拿着笔，笔尖却迟迟没有落下。若他对四皇兄你无意，以我对他的了解，就算明知道敌不过，他也一定会出手。安夏的死在希儿心里始终是一根刺，这么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忘掉。不过有道是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等时间久了，他心头那根刺软化了，他会接受四皇兄的。你小子几时变得如此会说话呀？说了这么多口不干，那么你呢？我你们会永远将我当成一家人的，不是吗？所以有四皇兄，有希儿，便有个家。将来我还可以给你们带孩子，教孩子骑术、剑术、舞剑、弄枪，反正四皇兄你这么忙，你也没时间教，是不是？君叶璇原本想说，本王的孩子，本王自己会教。四皇兄，你信我，等这一战结束，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会给你带回来一个明朗乐观的希儿，一定是一个可以接受你的希儿。君叶璇没说什么，只是喝进嘴里的茶水，忽然间似乎多了一丝的甘甜。那夜，顾云熙收拾好行装，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就被闯进来的君楚离一把握着手腕。走，带你去一个地方。君叶璇，你自己投怀送抱，还怪本王不客气。四皇兄，刚才什么情况你自己也看得清楚，你何必自欺欺人呢？四皇兄，还请自重。这话本王是不是曾经听过？希儿，我们和好吧，好吗？和好，好吗？和好吗？可是那些已经消失的人，那些受过的伤，真的可以当作是不存在吗？我想四皇兄可能忘了我之前跟你说的话。什么话？我是不是跟四皇兄说过，我已经不爱你了？他没有说话，却只是浑身一阵僵硬。既然已经不爱，是不是和好还有什么区别？四皇兄，我已经不爱你了，我也不恨你，但你的确只是我的四皇兄而已。他还是没说话，用力闭上眼，浑身冰凉。我不知道阿离跟你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机会，但我想阿离这家伙自己从未经历过情爱一事，自然也不会明白，有些感情没了就是没了，淡了便是淡了，覆水难收。你要我怎么做才肯原谅我？说是想要我的命，你死了，阿离会伤心难过。四皇兄，这便是你死不死对我来说唯一的意义。君叶璇松了手，他一个字都听不下去。四皇兄既然没事，那我先告。王爷，外头燕北急匆匆赶来，一脸惊慌。王爷，容妃娘娘上吊自尽了。他怎么也来了？谁允许他来这里的？来人，给本宫将他赶出去！来人！几位宫女小太监立即闯了进来，可是两位王爷都在呀。无非四皇兄也只是在气头上，等他气过了，便会解除你的禁令。容妃偷偷看了大儿子一眼，后者始终面无表情，也不说话。离儿，母妃知道你疼母妃，可你四皇兄，是你发现娘娘自尽的。那小宫女惴惴不安的，没立即作答。跟你有什么关系？没什么，我只是好奇一下，一般人真有心寻死，定是会将房门锁上。这小宫女看起来柔柔弱弱，是如何做到将房门撞开？你休得在本宫的地方胡言乱语！既然母妃不愿意儿臣问，儿臣不问就是了。她站了起来，从怀中取出一瓶药，看着君楚离。阿离，这药你拿去给母妃抹一点。用来做什么？君楚离接过，有些摸不着头脑。上吊之人将全身的重量都压在白绫之上，脖子如此脆弱，自然是会有很深的勒痕。
你给母妃抹一些药，将她的勒痕早一些散去，否则浴血一直都不散的话，会留下一道很深的颜色，将来是会影响容貌的。母妃，你……本宫没事，还没来得及，就……对了，你是如何知道娘娘上吊冲进来救人的？你该不会是在撒谎吧？顾云溪，你什么意思？容妃猛地站了起来，顾云溪就往前一步，语气在一瞬间加重：“说，你是如何发现娘娘自尽的？”君夜璇忽然往前一步，那份冰冷刺骨的气势竟逼得容妃跌坐回椅子上。说，奴婢听到椅子被踹倒的声音，所以……是吗？你要不要看看你都在说什么？椅子有被踹倒吗？奴婢高了，将这宫女拖出去，杖打50。是。娘娘，奴婢都是听你的，娘娘救命啊！娘娘救命！奴婢都是按照您的吩咐去说。奴婢，王爷，奴婢错了，王爷饶命啊！你打死他有什么用？不过是听命行事罢了。难道宫女的命就不是命吗？璇儿，我只是……从今往后，容妃的一切事宜无需向本王汇报，谁敢汇报，先杖打50。璇儿，本宫不是故意的，本宫只是太想你和离儿。璇儿，可惜大儿子已经走远，根本听不见他的话了。离儿，不料君楚离竟后退2步，躲开了他的手。离儿，连你也不要母妃了吗？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拿着药瓶的五指不断的在收紧，最后竟啪的一声，整个药瓶子被他捏成粉碎。离儿，不料自己刚碰到儿子的手，就被儿子一甩手将他推开，他也走了，2个儿子都走了。离儿呀！顾云溪看了他一眼，眼底也是没有任何情愫，他举步离开。顾云溪，你这个心肠歹毒的女人，你不得好死！顾云溪脚步停了下，回头看着他，淡淡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些事情你做了就需要承担后果，与人无忧。你到底有没有一点点良心？你怎么能如此狠心？你一定不得好死，总有一日，你的下场会比本宫凄凉。你会众叛亲离，所有人都会厌恶你、嫌弃你、恨你。顾云溪，你不得好死，你不得好死！不得不说呀，这位容妃实在是不太会吵架，来来回回也就这么点诅咒的话。他的话，你无需理会。君楚离在院子里等他，我无情将他拆穿，你不恨我吗？是他自己咎由自取，与人无尤。四皇兄到底还想做什么？是气我把你母妃的把戏拆穿，阻止你们母子其乐融融吗？君夜璇不说话，只是看着他。我明日还要跟楚离一起出发，四皇兄若是没什么事，能放我回去休息了吗？我是不是真的一点机会都没有了？皇族有多黑暗，今夜又让他看得清清楚楚。皇族的生活不适合我，你自己心知肚明。如果是为了我，不管是为了谁，我都不要用这样的方式活着。更何况你自己都做不到对我全心全意的信任。现在说这种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他也不是在抱怨，只是陈述事实。君夜璇，我也曾经差一点死在你的王府，就在你的势力范围之内，你忘了吗？他没忘，就因为没忘，忽然发现自己头顶上那片天好像真的彻底陷入了黑暗中，再也没有一丝阳光。最后顾云溪将他推开走了。顾云溪回到宁熙阁，还有人在等着，是穆菲亚。母亲放弃了穆安宁，现在他们要接我回去，继任白檀教的圣女之位。你愿意吗？我没什么选择的，不回去又能去哪里？更何况母亲一旦认定了他，不管天涯海角都会派人来将他逮回去。你和大哥说过这件事了吗？说过了。他不留你？顾云溪打量着他的眼眸，穆菲亚却冲他摇摇头。不用试探了，我和南风心里都清楚，
感情这种事不能勉强。更何况，死过一回，我感觉似乎重生了一样。男女之情还真是没那么重要。得之我幸，失之我命。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不好的。高兴呢，就去闯荡闯荡江湖；不高兴，就回去做几日剩女。你能想通就好。明日一起出发。他问。我今夜就走。白檀教的人一直在等着，我只是想等你回来，跟你道个别。又想做什么？他竟一把将他抱住，旁若无人，亲密无间那种，双手抱住他的腰，抱得紧紧的。顾云溪，你又在耍什么把戏？四皇兄，我饿了，我想出去吃好吃的。四皇兄，我真的饿了。你饿了，跟本王有什么关系？顾云溪又看了他一眼，终于松开双臂，转身要走。你去哪里啊？我去找阿离带我出门。顾云溪头都不回，君夜璇差点被他气晕过去。这坏女人轻易的就将他放弃，去找楚离。回来！君夜璇冷声道。顾云溪住了步，回头看着他。四皇兄，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出门啊？婆婆妈妈的，你好烦啊！他眉眼弯弯，再次伸手将他一把抱住。四皇兄，要陪我出门玩吗？君夜璇觉得自己真的要死了，这女人不对劲。四皇兄，我真的饿了，你到底要不要跟我出去啊？哼，你确定要跟本王出门？你所谓的生育呢？不要了？你确定？你好啰嗦。顾云溪瞪了他一眼，再次松开手。这么啰嗦一点都不好玩，还不如去找阿离呢。刚转身，手腕就被身后的男人给扣住了。天一，去找根眉笔过来。片刻之后，眉角上画着一颗美人痣的君夜璇和顾云溪上了马车。四皇兄，你画着这颗痣还挺好看的。别再叫本王四皇兄。那我叫你什么？我可不想叫你夫君，你又不是我的夫君。你还知道本王不是你的夫君？方才大庭广众之下对他又搂又抱的算什么？过来。他忽然道。顾云溪歪着脑袋想了想，竟真的爬到他的跟前。顾云溪的手不知道碰到了什么，哐当一声，终于让君夜璇的霸道的吻稍微停顿了一下下。外头燕北急得满脸通红。王爷，我们在大街上。该死！他竟然在大街上彻底丢了魂。低头，冷冰冰的目光落在怀中女孩的身上。你把我弄湿掉了。君夜璇好不容易平复下来的气息，一瞬间变得凌乱不堪。这是什么虎狼之词啊！真的是了。君夜璇的声音沉重阴哑，滚烫的气息落在他的脸上，烫得人心里有点发毛。湿了呀，湿掉了一大片。君夜璇用力闭了闭眼。这女人，这坏女人，是不是故意的？顾云溪还在折腾自己的袖子。刚才他亲他的时候，不小心将车上的茶壶弄翻，茶水都弄到他的袖子上了，弄湿了一大片呢。君夜璇知道他真不是故意说那话的，大概这死女人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话对一个男人来说杀伤力有多大。那夜，君夜璇带着他去吃了路边的小摊，一碗面。四皇，阿离，你碗里的肉看起来更好吃，我能不能跟你换了？倒是君夜璇默不作声，将自己那碗牛肉面推到顾云溪的跟前。这就是顾云溪，但不是现在的顾云溪，而是过去那一年里他的小希儿。他的希儿回来了。你喜欢现在这样？现在这样是哪样？君夜璇没说话，将他那碗面拿了过来，又推到他的面前。君夜璇的心莫名有些酸楚。吃完面，顾云溪立即拉着君夜璇的手。我要去街上逛一逛。他没说什么，如同过去那一年，每次他想做什么，他都会陪着他。四皇，我和阿离商量过，想给浩城颁布新的法令法则，先从免除3年赋税开始。你心疼百姓，但有没有想过，将士们也是辛苦。当然，百姓是江山的根本，不能委屈。
可将士是江山的城墙，也是倒不得。身为决策者，如何保证将士们不受委屈，也是你必须要做的事。可有想过，你的将士不是你杀人的工具，他们也是你的百姓。他看着君叶璇，仿佛没想到这种话会从君叶璇的嘴里说出来。四皇兄，我想回去。他一把握住了他的手。君叶璇没有纠正他的称呼，只是任由他拉着自己上了马车。回去之后，顾云熙拉着君叶璇进了门，取出一张号城的地形图，展开在案几上。四皇兄，你们的大军平日里是如何训练的？骑射、剑术、木桩、拳术。你看，这骑射和剑术还有拳术都是比较专业，要提升他们的技能。但这木桩，我看着是要锻炼将士们的体能，是不是？君叶璇点了点头。顾云熙又道：但是锻炼体能的方式各种各样，其实并不仅仅练木桩，是不是？你有什么想法？四皇兄，你看，号城外头的浩山山脉，外围大片空地都是十分平坦。若是在这个上面开挖梯田，种红薯玉米，你觉得如何呢？那夜他们聊到午夜时分，不知道怎么回事，聊着聊着，顾云熙就坐到了君叶璇的腿上去了。若说和过去那一年有什么不一样的，那便是他对他的身体如今有了某种程度的渴望。这份渴望就连君叶璇自己都能感觉出来。最后他在他的怀中睡了过去。四皇兄，你难道看不出来他不对劲吗？他不对劲，我相信你一定也看出来了。你想说什么？想让大夫给他把脉看看吗？难道不需要吗？希儿有问题。他的确是顾云熙，可他是完全不一样的顾云熙。他的身子很好。四皇兄，君楚离脸色一沉，因为顾云熙就在房间里睡着。四皇兄，你在逃避什么？本王没有逃避任何事。四皇兄，虽然他如今看起来身子并没有任何问题，可他分明和往常不一样。他和从前是一样的。我不明白四皇兄的意思。君楚离瞅着他，人生第一次觉得四皇兄的决定未必是对的。他开始质疑。四皇兄是希望他一直都这样，所以四皇兄你其实早就看出来了他不一样。四皇兄，现在这样不好吗？君叶璇闭了闭眼，再睁眼的时候，眼底已经没有任何波澜。你为何一定要打破如今的局面？你到底想要做什么？可万一他这个现象的本身是以他身子来作为代价呢？万一这件事情发展下去，他会受伤害，四皇兄你也不介意吗？君叶璇脸色森寒，一言不发的。君楚离的声音更加低沉。四皇兄。阿离，你在做什么？里间的床上，那姑娘被他们的对话声惊醒了。她揉了揉眼眸，坐了起来，隔着屏风看着兄弟两人。阿离，这么晚了，你为什么还不睡？过来陪我睡吗？君楚离盯着君叶璇，迟疑了片刻，忽然眼神坚定了下来。好，我现在就来陪你睡。楚离，四皇兄不是觉得没问题吗？既然你如此认定，那我便也顺着你的意思。阿离抱着我睡。好。君叶璇扣住君楚离的手腕，一把将他的手甩了出去。她是我的女人，她是我的娘子。君楚离丝毫不愿意退让，回到床边看着顾云熙。希儿，你想要谁抱着你睡？顾云熙有些为难了，他两个都想要，两个都喜欢，怎么办？昨夜是四皇兄陪你睡的，那今夜我来陪你，可好？这话让顾云熙的烦恼一瞬间解开，他的薄唇勾了起来。哈！你敢！君叶璇气得恨不得掐死自己，这都算是什么事儿啊？君叶璇忽然一把擒住君楚离，脚步一错，房门被打开，君楚离直接被人从里头扔了出来。燕一，盯着他。是。燕一那道身影转眼落在门外，挡在了君楚离的跟前。明日清晨醒来，他就会变回那个疏远你的希儿。你如此做，
有何意义？君楚离想进去，燕一立即上前一步，将他拦了下来。李王爷，你不是属下的对手，还请不要为难属下，属下不想伤了你。王爷，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王爷为何连我家王爷那唯一一点快乐都要夺走？我不是。君楚离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最后他放弃了这个话题。王爷，请回吧。君楚离无奈，只好转身离开。房内，顾云熙盯着君夜璇，有些不高兴。我今晚想和阿离睡。阿离不能跟你睡。他脱下外袍，何一在他身旁躺了下去，轻轻地握住他的手。睡吧，我陪你。可我不喜欢跟你睡。为何？他竟然没有生气，定是因为他此时的脸色实在是让人气不起来。你太粗鲁了，弄得我好疼。我想跟阿离睡，阿离比你温柔。我也可以学着温柔，不会再弄他。告诉本王，你此时到底在想什么？我想要你。为什么想要我？若换了平时，此时的君夜璇早已经失控，可今夜他很冷静。你不想要我吗？难道不是每次他说想要他，或者想要阿离，他们就会很热情的回应吗？你不要我，阿离会要我的。我要，我怎么可能不要？但他眼底却一点冲动的回应都没有。希儿，告诉我，你到底在想什么？我想要你啊。这么简单的事情而已，难道也不可以吗？啊，我好疼！这个人咬人的时候没轻没重的，疼死了！我要去找阿离，你放开！你弄了梯田灌溉的问题，似乎还没有解决。我不是说了吗？可以用管道，用压力的方式将水送上去。可有实际测量过高度？你这个所谓的压力方式，是不是真的可以压上去？这地形图上没有高度标注，我忘了这个问题。明日我陪你去走一趟，实地考察一下，可好？好。君夜璇揉了揉他的脑袋，又一个翻身躺了下去，把他拉入自己的怀中。那现在赶紧睡，等睡醒了我就陪你去。可是顾云熙还是有些为难，可他想要他怎么办？要他们，要他们。他就是想要他们，心猿意马的，哪里能睡得着呢？哼，方才是如何睡着的？顾云熙抬头的时候，正好看到他微笑的模样，只是一眼，瞬间就看得入了迷。原来当他温和的笑起来的时候，竟然比往常还要好看，那么温和，那么肆意，那么美。后来君夜璇说，若是不好好睡觉，明日就不陪他去城外的山涧考察，然后他就强迫着自己努力入睡。王爷，看看他怎么回事，让他睡安稳些。蓝渊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走到顾云熙的床边，取出一只药瓶，在他鼻尖晃了晃。顾云熙的呼吸果然变得更加均匀。他回来之后，白天还是很正常的，可一到夜晚，就像是变了个人一样。君楚离盯着蓝渊，藏不住眼底的焦急。你快看看，他是不是被人下了蛊，还是说被人控制了？蓝渊执起顾云熙的手，开始给他把脉。如何？蓝渊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将顾云熙的手放下。王爷，我想看看他的心门。君夜璇的脸色当场变得十分难看。难道把脉也不能看出来什么？王妃被下蛊了。什么？但我不知道对方下蛊的手法以及位置。这次碰到的人是巫蛊之术的绝顶高手，别说我现在找不准位置，就算是找到，只怕也解不开。没有人说话，每个人的脸色都十分的凝重。王爷，听燕北说，王妃是被西陵三皇子掳去，但之后却又安然无恙的被救回来。那么三皇子掳劫他的意义又在哪里？君夜璇点了点头。蓝渊思索了片刻之后，才看着两位王爷道：王妃身上这蛊，目前看着对她自身似乎没有明显的伤害。可是西陵三皇子如此做，一定有他的目的。君夜璇脸色冰冷，好一会儿才道：只怕是想要利用他，
挑起我与楚离的矛盾。顾云溪回来不过2日，矛盾已经被挑起。大哥，让他看看希儿的心门吧。我只看心门所在。君夜璇终于走了过去，亲自给顾云溪将衣襟拉开。君楚离没敢看，背过脸。蓝渊仔细观察心门的位置，至于别的地方，他也无暇多看半眼。心门处也没看出来有被下蛊的迹象，但王妃如今这脉象显示，的确像是被下了蛊啊。所以，你也不敢肯定？蓝渊迟疑了下，才道：不敢确定。没有人在说什么，这次恐怕是真的遇到了高手。王妃回来之后，会有说过关于楚东义的事情？君楚离看了君夜璇一眼，摇摇头。希儿似乎不怎么提起。起初他以为顾云溪可能是被楚东义欺负了，毕竟抱他回来的时候他衣衫不整，所以他不敢问。他不说，他便连一个字都不敢提。白天他不肯与我说话，入夜之后，他和未出嫁之前一样，关于楚东义的事情只字未提。所以你怀疑是楚东义给他下的，也抹掉了他被掳劫之后的记忆。君楚离看着顾云溪，恨不得执起他的手紧紧握住。不知道希儿在山洞里遭遇了什么，也不知道楚东义到底给他带去多少伤害。这事儿我实在还是参不透，或许得要等王妃醒来，我亲自问问她，方能掌握一些信息。你敢面对他了？君楚离有些意外，蓝渊死而复生之后，别说是面对顾云溪，就是面对他们也几乎做不到。蓝渊点了点头，声音有些许的惨淡。不管能不能，也必须要做到。王妃早晚会知道我还活着，我总是要面对的。天亮了，顾云溪睁开眼的第一秒，立即发现房间里的气氛不对劲儿。屏风外头跪着一个人。王妃，我来领罪了。给我把脉了。蓝渊微愣了一下，便立即道：是。结论呢？我夜里为何不抗拒四皇兄？若我没有猜错，王妃只怕是被人下了蛊，但我才疏学浅，暂时还不知道对方以什么方式给王妃下的蛊，更别说要给王妃将蛊解去。这一点顾云溪没有意外，若是他真的有办法，如今已经在研究中，断不会跪在这里等自己醒来。所以你想和我商量，一起研究解蛊的办法？这话让蓝渊心头一震，抬头看着他，眼底还是有几分不敢置信。他点了点头，才又道：关于西陵三皇子的事情，王妃知道多少？王妃被三皇子掳去之后发生的事，王妃还能想起来吗？顾云溪在思考，没多久，秀气的眉心就皱了起来。他好像想起来一些，却又好像忘了一些。他想杀我，后来却又没能下得去手。可是他明明觉得自己是见过楚东义的，为何现在想起来，忽然间那张脸就变得模糊不清了呢？他用蛊术抹掉了我对他的记忆。顾云溪眉心皱得更紧。忽然他朝外头看了眼，去看看两位王爷在不在，请他们过来一趟。是。在君夜璇和君楚离到来之前，蓝渊又给顾云溪磕了个头。我知道王妃对我的恨意，此生只怕难以消除，但我……你不是已经死过一次了吗？顾云溪的目光终于正儿八经地落在了他的身上。若你不想以后跟我交朋友套关系，那么这些多余的话就没有必要说了。我不会原谅你，不过我也不恨你了。君子之交淡如水，若谈的不是私事，我不会为难你。我想不起来他的样子，应该是楚东义给我抹掉了那部分的记忆。他越是忌讳我，便越是说明我早之前是认识他的。所以四皇兄不妨从我在皇城中认识的人查起。穆公子，难道真的是他？顾云溪看着君夜璇，还是有几分疑惑。
为何你和摄政王都认定他是乌琼的人？当初他们的确认为那穆公子是乌琼的奸细。君叶璇看着他，让十儿重新去查穆公子。是。燕北领命出了门。方才的问题四皇兄还没有回答我。他身边带着乌琼的死士，所以不管是他还是郑王，都一致认为穆公子来自乌琼。难道别国的人就不能让乌琼的死士为他卖命？死士对于自己的主人会死心塌地，在死士培养的过程中，主子必须时不时出现，他们能认得主子的一切气息、容貌、声音，甚至一个眼神。所以你的意思是，能让乌琼死士对他死心塌地，他本人也必须时常出现在乌琼。顾云熙陷入沉思。乌琼这么一个小地方，虽然也是一个国家，但不管对于南陵还是西陵来说，都只是区区的一个小国。我现在不能确认是否是穆公子，不过我认识的人中，的确他的嫌疑最大。至于我身上的蛊毒，顾云熙看着蓝渊，蓝渊立即背脊骨一挺，静候他的吩咐。可有什么办法能暂时压制一下？或许有什么办法能够让我入夜便睡去，白天再醒来？与本王在一起，让你如此痛苦了？顾云熙没有回应这个问题，只是觉得头疼。王妃这个要求要做到不难，但王妃，你确定要如此？那日晚些时候，叶璇带着顾云熙出了门。蓝渊的问题根本不需要等到顾云熙来回答，君叶璇不允许，所以没什么好商量的。四皇兄有何指教吗？一直盯着我，压力很大，这样很没有礼貌，知不知道啊？本王在等。哦，等什么？等天黑。他的额角顿时挂满了黑线。是个混蛋！哎呀，可他无力去改变现状。天黑之后，能不能来个谁将他打晕算了？四皇兄，你几时回鼎城？又想赶本王走？没有将楚东义揪出来之前，本王还不打算离开。他或许已经不在浩城。他千方百计费尽心思的想要挑拨本王与楚离的关系，此时定不会轻易离开浩城。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本王会竭尽全力将他逮到。所以他这不是有责任也有义务要留在这里吗？又不是他不想走。楚东义从小就能在西陵皇族隐身，他隐藏自己的能力一定是无人能比，只怕我们是无法轻易将他找出来的。所以呢？所以是不是可以想个办法让他自己出现？你要亲自上去丈量。除了丈量，我还想看看山坡上的土壤如何，这些都要亲自上去才能看到。既然这样，本王陪你走一趟。君叶璇这话刚说完，忽然长臂一伸将他搂了过去。四皇，顾云熙的话还没有来得及出口，便觉得身子一轻，人被君叶璇带着往山腰的方向掠去。你做什么？下头好多兄弟看着。本王对你做什么了吗？是脱了你衣裳，还是亲了你的嘴？他们看到的只是本王无与伦比的轻功，谁会看你？你故意在他们面前展露你的实力。明日开始，所有人分派好队伍，分批上山修炼轻功。你是怕他们不愿意上来耕种吗？他们是战场的英雄，若是让他们像个百姓一样忙活，未必所有人都能接受。所有人入军营，谁心里没有一个英雄梦？若当了保家卫国的士兵，还像个农民一般干活，他们或许会感觉到落差。所以你要让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训练，而不是真正的忙农活，这样大家心中就不会有怨念了，是吗？他叫小玲的，以前在药铺里做过事，我见他对药材分得清，便将他请回来了。王妃若是不嫌弃，可以将小铃铛留在身边，当个婢女。你分得清药材？一般的药材应该问题不大。你是南陵人？樊城出事的时候去了青城，青城开战时辗转逃到浩城，现在既然懂药材，便留在这里做事。现在先下去安排一下你的住宿，有需要的时候我会叫你。是。小铃铛扶了扶身，低头出了门。王妃，不将她留在身边伺候吗？我不想再出现安夏这种事情。她一个不会武功的丫头，跟着我未必是什么好事儿。蓝渊的心顿时一沉，眼底浮起一丝暗淡。我只是在说事实，不是想要谴责谁。蓝渊，我说过和你一起研究蛊毒，就不会明里暗里再给你压力。
你所有的压力都是源自你对自己的愧疚。他不想安慰他，毕竟，他不值得。找我做什么？有什么发现吗？我研究了几种压制蛊毒的方法，不过暂时只是有一点思路，却都不成熟。他走了过去，将自己写的手札放在桌上。王妃，你看一眼，回头。蓝渊侧头看了眼，外头天色已暗，快天黑了。明日我再来找王妃你。王妃，我就住在隔壁院子的西厢，有什么问题随时派人来找我，任何时候都可以。顾云熙点了点头，蓝渊赶紧退到门外。顾云熙在认真看着手札，房门忽然又被推开。他皱眉道：你的思路我没那么快能做出评论，没有必要。他抬头看清楚从门外进来那道身影后，心头莫名的掠过一阵不安。是你？君夜璇不是没看出来他的局促不安，但他似乎没在意。进门之后，外袍一脱，随手就扔在了不远处的屏风上。四皇兄，这里是我的房间。你给本王安排寝房了吗？我现在就去给四皇兄安排。四皇兄，好，等你安排好了，本王再考虑去不去。君夜璇侧头看了窗外一眼，这个时间马上就会天黑，他一点都不着急。顾云熙却急死了。那四皇兄是不是该跟我一起？本王现在难道不是跟你一起？我不是这个意思。君夜璇终于在他身后走了出来，只不过步伐缓慢，还是走两步就停一下那种。他在抬头看天际，顾云熙几乎要被他气笑了。你是故意的？本王一整日在外头，很累。过来。君夜璇淡淡道，那声音低沉悦耳，充满了磁性的魅力。抗拒会难受吗？他低头伸出手，想要轻触他的眉心。顾云熙张了张嘴，轻声道：难受。开了口才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沙哑到这种地步。既然难受，何必抗拒？君夜璇长臂一伸，将他一把抱了起来，转身往房间里走去。顾云熙揪住他的衣襟，指尖还在微微颤抖。我不想那样，等白天我会难受，或许我可以试一试蓝渊的办法。蓝渊今夜给他的手札，顾云熙扫了一眼。有些办法虽然只是一个思路，并没有具体的方式，但对于顾云熙这种级别的医者来说，哪怕只是一个思路，都可以给他莫大的提示。君夜璇抱着他进了门，趁着现在自己还能控制自己的行为，顾云熙取出针包，将银针拿在手里。四皇兄，你方才想要做什么？拿银针，到底想要做什么？封住经脉，不让自己太冲动。只要本王不冲动，你又能拿本王如何？君夜璇有些没好气的。我不知道。过来。男人的身体在一瞬间绷紧，刚才还冷冰冰的声音顿时有些阴哑低沉。控制好自己。四皇兄真的很好看。别勾引本王，本王的定力没你想象的好。他故意板起脸，脸色比往常要冷上好几分，这模样还是有些吓人的。是你说你不会冲动的。唉，这话君夜璇竟无法反驳。别怕，我不会冲动。顾云熙又满意了，靠在他的怀里，指头在他的衣襟上轻轻拉扯，一边拉扯一边还悄悄地看了他好几回，仿佛正在筹谋着做坏事的孩子。一不小心，那只软软的小手竟然从他的衣襟探了进去，指尖在他脆弱的粉色上刮过。君夜璇呼吸一乱，隔着衣裳一把握住他作乱的小手。你的胆子是不是越来越大了？竟然连他的身体都敢碰，他疯了吗？顾云熙丝毫没有畏惧，
怔了怔，没有挣开他大掌的钳制，他竟忽然低头，一口咬在他的手背上。这不听话的女人！他说过不会冲动，可他现在冲动的一塌糊涂。但他不想做了那些事，让他明日早上醒过来的时候生气、难过、后悔、不安。楚离，四皇兄，他还没有完善，鸣人准备餐点，带2坛酒。好。一阵风似的跑了。君叶璇这才低头看着怀中还在作乱的姑娘，哑声问道：“你饿不？”“想吃什么？”那只手终于没有继续往下扒了，要不然呢，他裤子都会保不住。barbecue。喝点。顾云熙接过酒，慢慢的喝了几口。这酒不是普通的酒，是姑娘家爱喝的果子酒。君楚离知道他在想什么，等他喝醉睡过去，一觉就能到天亮了。但这个办法不可长久。他看着君叶璇，长久饮酒入睡会伤身。君叶璇看着蓝渊，他今夜想以银针封穴，是你教的办法？王妃让我想办法，她不想第2天醒来的时候后悔。这话多少有些伤人自尊了。就连燕北和燕一都忍不住的悄悄给蓝渊打了个眼色。以后会伤害他身子的方法不许用。是。好了，这酒烈气，不能贪杯。君叶璇随手将顾云熙手里的杯子夺走。顾云熙在听着他们说话呢，此时忍不住回头瞅了蓝渊一眼。会痛的办法也不许用。蓝渊一愣，燕北和燕十一忍不住互视了眼，就连一直不敢正眼看他的燕一也盯着他的脸错愕了一下。这一点都不像是王妃会说的话呀。王妃嫁入王府之前就是这般性子。好，我再想想办法。我要阿离。本王没说你的想法不对，但这办法太危险。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四皇兄上战场哪次就不危险了？反正他现在很不喜欢他，一点也不想跟他待在一起。你放开我，我要阿离。君叶璇是真的要生气的，但他气的是他自己。见他真的在用力，未免伤到他，君叶璇只能松了手。可他万没想到，自己松了手的结果便是这女人从他身边逃出去后，立即朝君楚离扑了过去。阿离，四皇兄欺负人。没有，四皇兄他只是……你也帮着他想欺负我？不是，四皇兄欺负你，我们以后都不理他了。别哭。没有人知道顾云熙为什么会忽然变成这样。君楚离好不容易将他哄好，之后他也因为喝了点酒，很快就在君楚离的怀中睡了过去。君叶璇和蓝渊在外头等了很久，终于等到君楚离来开门。刚睡着没多久，你动作轻一点。是。蓝渊小心翼翼走过去，绝对是蹑手蹑脚的。蓝渊走到床边，这次比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将自己的长指轻轻摁在顾云熙的手腕上。好一会儿之后，他眉头深锁，回头看着身后两人。蛊虫在他的体内非常活跃，说属下无能，属下真的不知道要如何解开这蛊，也不知道这蛊毒会对王妃造成什么影响。这次真碰上用蛊高手了，没想到西陵三皇子竟是如此厉害的角色。君叶璇盯着顾云熙的脸，指尖慢慢收紧。难道真的没有办法了吗？除非有更厉害的用蛊高手。王爷，属下心里有一人。四皇兄，你知道是谁？白檀教教主穆弘日。君楚离顿时皱紧了眉心。
他怎么可能愿意救希儿？白檀教虽然是江湖教派，但谁不知道他们和乌琼皇族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四皇兄，你不能去，我带希儿过去。王爷，不如让我和离王爷一起带王妃去一趟乌琼，找穆红日。你以为穆红日会无缘无故帮你们？君夜璇看着床上的顾云熙，目光慢慢沉凝下来。蓝渊是真的慌了。王爷，再给我5日时间，若是5日之内我还是没能想到新的办法，王爷再做决定不迟。四皇兄，这件事情我们从长计议好吗？至少等希儿清醒过来。四皇兄，答应我，等希儿醒来再说。君楚离如今心里乱糟糟的，他又看着蓝渊，你再想想办法，或是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接骨高手，名气比得上穆红日的。如果不是穆红日，换一个对南陵、对四皇兄没有那么大敌意，和各国皇族也没有那么大牵扯关系的，或许四皇兄还有一线生机。我想想，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再好好想想。王爷，5日，就给我5日的时间，可好？3日。王爷，若是不愿意，那便明日一早启程。好，3日。好，3日。3日之后，我一定会想到别的办法。阿离，四皇兄欺负我。君楚离快步走到床边，顾云熙立即抱住他的手，泪眼汪汪的。阿离，我不要四皇兄，我怕四皇兄，你让他出去。希儿，四皇兄不会欺负你。你到底要本王如何呀？四皇兄，要不你先出去。君夜璇憋了一肚子气，最后还是转身离开了。好了，四皇兄已经走了，希儿不哭。真的走了？真的走了。啊，终于走了，哭得我累死了。希儿，你刚才是故意在哭？四皇兄好像很怕我哭的样子，我一哭四皇兄就听话了，真的。王妃看起来怎么像个孩童那般？现在还是一样。王妃现在和谁在一起？在做什么？你吃慢点儿，还有很多，当心噎着。顾云熙点了点头，没说话，继续吃。怎么看起来像饿了几天几夜那般？昨夜不是还在后院吃烤肉？八姐昨晚为什么不来？昨夜都是你们王府的自己人，我哪里敢去？八姐，你还能不能给我画一张我娘的画像？我不能再给你画。为什么？那个小九，你别问。总之林夫人的事情以后你别问我，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大哥不让你画？别乱说。头好痛啊！他揉了揉眉心。顾如秋顿时感觉到不安。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离王爷说你最近身子不太好，得要多休息。小九，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真的不舒服？我让蓝先生过来给你看一眼。你认识蓝渊？那日他服毒自尽，眼看快要不行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便用你从前教的办法给他解毒。小九，你生气了吗？没事，总不能见死不救，更何况抛开他对我的残忍不说，事实上他的确对玄王爷忠心耿耿。小九，你真的没事吗？你和刚才好像有些不一样。顾云熙知道自己哪里不一样，他现在清醒了。小九，顾云熙的脸色十分不对劲，顾如秋越看越觉得不安。小九，要不还是请？不用，我现在很好，没事。大哥找过你，是不是？算了，这件事情我答应过大哥，暂时不追问。不过我真的很想要我娘的画像。画像里的娘有一双酷似妈妈的眼睛，
他很想再看一眼。不过，我们这个队伍里有一些不对劲儿。如何不对劲儿？那夜我去军营，楚东义似乎很清楚我的行踪。我怀疑我身边的人当中有奸细。顾云熙很努力回想那日自己和谁接触过，又有谁知道他会去军营找顾南风呢？可想来想去，似乎自己这个想法根本就没有跟任何人提起过。那日一整个上午，顾云熙都留在房间里。午后，从顾云熙的房间里却出来了一个脸色稍微有些黝黑发黄的小丫头。你是什么人？王妃命我去买布匹，我很快会回来。对了，王妃在午休，不要吵醒她。大哥。什么事？有什么话进来说吧。大哥，小九已经开始怀疑了，今日又来找我要林夫人的话。顾南风没有说话，神色凝重。大哥，下次小九再来，我不知道要拿什么借口去拒绝。他知道你找过我，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可是，为什么不能让小九看到自己母亲的画像？他有权知道关于自己亲生母亲的秘密。林夫人没有什么所谓的秘密，你多虑了。大哥，你不用骗我了，我记得很清楚，我那时候见到的林夫人和从前的林夫人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如秋，不要胡说。大哥，其实这件事情，你们越是藏得深，我和小九就会越想将它弄明白。还有，3年前我见过那位林夫人，我是说小九的生母。你说什么？如秋，你快告诉大哥，你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3年前你见过他？你在哪里见过他？我真的见过他。如果你将事情告诉我，我就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小九的母亲。大哥，你知道的，我不会骗人，我真的见过他。到底在哪里？顾南风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可他的呼吸依旧十分凌乱沉重，可见那位林夫人对他来说有多重要。顾如秋不明白，可她不是你的生母。兰夫人的事情是我们将军府最大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如秋，我们有苦衷。所以他也姓兰？他和林夫人的兰家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他们不是一家人。如秋，这件事儿关乎我们整个将军府的生死存亡，一点差错都会让我们将军府陷入灭门的灾难。为什么？不要问为什么。可我们现在必须得要找到兰夫人。你到底在哪里见过兰夫人？如秋，不要骗我。若是真的骗我，会害死我们将军府所有人的。我只是觉得她的眼睛很像兰夫人。我其实没有看清楚。3年前我们不是去过西陵皇城吗？我在皇城的大街上看到一个女子，她戴着帽子，蒙着面纱，可她的眼睛好像我当初在府中看到的小九的母亲。顾南风瞪着他，顾如秋咬着唇，不敢再说话。你见兰夫人的时候才丁点大，看到一个戴帽子和面纱的人，竟觉得是他，这不是胡闹吗？以后这件事情彻底忘掉，绝对不允许向任何人说起，就是祖父和爹也不许说，明白吗？顾南风不信顾如秋见过的女子是兰夫人，但顾云熙相信。能信任的人，君夜璇、君楚离、顾南风。四皇兄，你为什么在这里？你要做什么？你又为何在这里？你不是很信任本王？四皇兄，本王是你可以信任的人。你现在的心智如同孩子，但你的身子是个成年的姑娘，你自己没想过是什么原因？顾云熙这么想，他自己没觉得有问题啊，
什么叫心智如同孩子？哼，他才不是小孩子。不过看着手札上那句话，他却好像能感到自己当初写下这句话时的心情。我要去找我娘。你娘？你娘也在无穷？顾云熙摇摇头，还是有些纠结，到底要不要跟他说。过来。君叶璇放了个什么东西在桌上，顾云熙盯着那包东西眨眨眼。不过来吗？若是不过来，本王自己享用了。我来。顾云熙立刻蹦到他的眼前，正要伸手去抓点心，君叶璇却将盒子往里头推了推，躲开他的长指。四皇兄，坐上来，才给吃。上来，本王不凶你。真的吗？真。君叶璇低沉的声音能给人一种安心的感觉。你刚才说要去找你娘。顾云熙还没有回答君叶璇的问题，君叶璇的手在他腰上落下，问道：你娘也在无穷？我不去无穷了。顾云熙正在专心吃东西，他问什么他便答什么。我娘可能在西陵，我要去西陵找她。谁告诉你你娘在西陵？我偷听到的，八姐和大哥说她在西陵见过我娘。大哥还说我娘的身份很重要，关系到将军府的生死存亡，这件事情不可以对小九说。要不是我偷听到，他们打算一直瞒着我。你娘是南方大户人家的女人，虽然你外公在江南一带也有些权势，但终究也只是商贾之家，为何会与将军府的生死存亡扯上关系？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娘和大哥的娘不是同一个人。你说什么？大哥的娘叫林夫人，而我的娘叫兰夫人。我娘她……别说了，还没沐浴更衣。他低头看着他身上的衣裳，好脏，真是的，身上居然还有汗臭味儿。四皇兄，我们一起洗澡吧。君叶璇觉得这女人是故意的，一定是故意的。他坐在椅子上，虽然有屏风挡着，可他眼力好，几乎可以看清楚他身上的曲线。他甚至还趴在浴桶的边缘，隔着屏风呼唤他。四皇兄，你真的不要跟我一起洗澡吗？等你洗完，本王再洗。可是等一下水就凉了，会很冷。不过……顾云熙咬了下手指头，似乎想起来什么，表情有几分认真。妈妈说不可以让男生看到自己的身体。四皇兄，你还是不要进来了，被妈妈知道，妈妈是会生气的。妈妈？是娘的意思？对啊，妈妈就是娘的意思。就在君叶璇以为他会乖乖沐浴的时候，忽然哗啦一声，他竟从浴桶里站了起来，开始往外头爬去。我洗干净了，四皇兄你快来洗吧，要不然水就要凉了，冷水洗澡是会生病的。君叶璇抬头看了眼，顿时浑身血液猛地上涌，他下意识站了起来，脚步完全不听自己的使唤，朝屏风后走去。四皇兄！顾云熙吓得差点要尖叫，可不知道为什么，当他抱着自己的时候，他忽然间就觉得自己也好想抱抱他，完全就是身体本能的反应。在他如今这个小小的心智里，理智被冲动一压，顿时被压得支离破碎。四皇兄，抱我。君叶璇的呼吸越发沉重，低头，薄唇在他的额头上轻轻掠过，滚烫的气息仿佛让周围的空气都炙热了起来。四皇兄，怀中的女孩嘤咛了声，双脚垫了起来。四皇兄，你太高了，我抱不到。君叶璇的心脏被他娇滴滴的声音猛地撞了一把，他声音低沉沙哑：你要本王如何配合？顾云熙冲他一笑，双手抱住他的脖子，将他拉向自己，
等他弯身配合了自己的高度后，他踮起脚亲了上去。他无法拒绝他的女人。当他的薄唇碰到他唇瓣那一刻，君叶璇就知道自己逃不掉了。他用力将顾云溪搂在怀中，滚烫的大掌压在他的后腰，将他压向自己。顾云溪被他亲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浑身发软，倒在他的怀中。男人却不满意，依旧不知厌倦，勾着他所有的感官。张嘴！他哑声命令。顾云溪乖得犹如一头小绵羊，薄唇微起，他霸道的气息瞬间闯入。四皇兄。当他的唇从自己薄唇上移开，沿着脖子一路吻下去的时候，顾云溪下意识抬起手将他的脑袋抱住。四皇兄，我喜欢你。有多喜欢？很喜欢，真的很喜欢很喜欢的那种。虽然他很凶，也虽然他有的时候真的很怕他，但今夜醒来看到四皇兄，顾云溪其实是很开心的。我喜欢四皇兄的眼睛，喜欢四皇兄的鼻子、嘴巴，喜欢四皇兄的一切。四皇兄为什么可以美得这么好看？他觉得四皇兄的一切都美好的一塌糊涂，他就是想要他，身体想要，心也想要。四皇兄，抱我！顾云溪一刻都不想跟他分开，立即伸手抱住他的脖子，将他拉向自己。君叶璇用力将他抱住，这女人腰肢像蛇一般，又滑又细的。求我，如何抱你？君叶璇低喘了2口气，好不容易从他身上抬头，垂眸盯着他的脸。顾云溪一张小脸红扑扑的，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正一瞬不瞬地盯着他。我不知道。他摇摇头，不知道要他怎么抱他，反正就是让他抱着自己。可抱着自己之后究竟要做什么，他想不到。君叶璇用力握紧了掌心，呼吸依旧极度紊乱，但他的眼睛如此干净纯真，却让他的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负罪感。希儿，四皇兄，你的身体好热。顾云溪双手从他的衣襟探了进去，指尖熟练地找到他脆弱的地方，轻轻刮了一下。君叶璇一把握住他的手，理智和情感依旧在天人交战。要他，他会恨他；不要他，自己会憋死。他真的快疯掉了。关键时候，君叶璇一把放开顾云溪，转身出了门。顾云溪不知道他要去做什么，被放开也没有任何失落的感觉。很奇怪的是，抱住四皇兄的时候，就会很想让他紧紧抱着自己，可一旦放开，又似乎没有那么很浓烈的想抱他的感觉了，说不出的诡异。但以他现在这脑容量啊，想要想明白太难。你放开我，我不去乌琼。乌琼有可以救你的人，为何不去？不想去。担心本王？君叶璇浅笑。顾云溪不悦道：我对四皇兄只有敬畏，没有多余的感情，请你不要自作多情了。君叶璇却依旧只是淡然地看着他，对他的抗议和挣扎甚至讽刺视若无睹。要去哪里是我自己的事情，你无权给我做任何决定。放开我！君叶璇，别逼我对你动手。既然这样，那不如本王先对你动手。顾云溪只觉得后梗一阵刺痛，之后他浑身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我不想去乌琼，我也不愿意见到你为我冒险。四皇兄，我们回去吧，我求你了。君叶璇垂眸看了跌落在他怀中的顾云溪一眼。四皇兄，等穆红日替你将蛊毒解去之后，本王陪你走一趟西陵，去找你妈妈。不用担心，本王会与你一起回来。不管你说什么，本王也会与你一起去乌琼。如今整个乌琼所有人都想除掉你。顾云溪的目光落在不知名的地方，视线找不到焦点，心里真的不安。区区乌合之众，
本王岂会放在心上。我知道了，我没有办法阻止你。既然这样，我接受四皇兄的安排便是了。他抬头看着君夜璇冷肃刚毅的下巴，因为速度太快，话刚出口就几乎被吹散在风中，但他还是坚持道：四皇兄，我不会再逃，你先解开我的穴道好不好？你？哼，诡计多端，狡猾得很，本王怕你跑掉。我真的不会跑。阿离，你终于来了。阿离，我好想你，你快带我走。君夜璇高大的身躯一阵绷紧，随即瞬间冷却。阿离，我不要和四皇兄在一起，你快带我走，我们赶紧逃吧。顾云溪依旧紧紧抱住他的脖子，像个孩子那般在他身上慢慢的磨蹭。阿离，抱我。君夜璇僵硬的伸出手，将他轻轻搂住。阿离，你为什么不亲我？我喜欢你像上回那样亲我。你是不是怕四皇兄生气？可是我喜欢的那个人是你啊。阿离，你去跟四皇兄说清楚好不好？我一点都不喜欢他，我喜欢的人是你。阿离，你快点去跟四皇兄说清楚，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不喜欢他。阿离，一直得不到他的回应，顾云溪才松开了他的脖子，抬头一看，顿时就慌了，猛地将他放开。你不是阿离，你是四皇兄。阿离呢？阿离在哪里？我要阿离。不知道是被吓的，还是因为太失望，他竟然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边哭边闹道：我不要四皇兄，我要阿离，我要阿离。君夜璇站在床边，安静地看着他哭泣。我不要你，我要阿离。你走，我不想见到你，你快走。他哭得伤心欲绝，到处张望，想要寻找君楚离的身影。可这房间里头，除了他和君夜璇两个人，再没有旁人。你走，你走，我不想要你。你走，阿离，阿离。君夜璇忽然转身走了，房门被他砰的一声甩上。听那声音，可以想象他出门的时候有多生气。四皇兄，我不想跟你在一起，我要去找阿离。本王不知道你今夜为何没有变成孩童般的心智，不过既然你还是你，那大晚上的最好别在本王面前又叫又闹。君夜璇推开门走了进去，将他不轻不重地丢在床上。你该知道，只要是你，本王依旧很喜欢墙上的戏码，不信你试试看。顾云溪没敢再说什么，安静地坐在床上，看着君夜璇收拾东西。可以将我的穴道解开吗？我现在连走路都觉得费劲。君夜璇垂眸看着他，不过是看了一眼，便将他一把搂了起来，举步朝门外走去。顾云溪叹了一口气，十分无奈，却不想才走了2步，忽然腰间一阵轻微的刺痛，之后步伐明显轻快了起来，穴道被解开了。第3日快入夜的时候，顾云溪终于忍不住了。四皇兄非要这样跟我相处吗？既然不想理我，我们以后各走各的路好不好？油盐不进，到底要做什么？以为他会和之前一样对自己不理不睬，却不想君夜璇低沉的声音竟然忽然响起：等你身上的蛊毒解开，本王就送你回去。你若想和阿离在一起，本王不会阻拦，一切等解了你身上蛊毒再说。抱歉，本王习惯了，未曾想你可能不适应。顾云溪点了点头，又摇摇头，没说什么，又摇摇头，没说什么。不要杀他，不要！不远处的君夜璇眯起眼眸，瞪着他慌乱的背影，想过去，又怕他做戏。又想耍什么手段？周围并没有任何杀气，更没有埋伏。山清水秀的地方，连寒风都停了，安静的只剩下2人的动静。不要杀他！君夜璇脸色一沉，这不像是在演戏，他不对劲。
他从地上一跃而起，在顾云溪即将跨入小河那一刻，他急速掠了过去，将他一把抱在怀中，扯了回来。你怎么回事？顾云溪惊慌失措，当看见他的脸时，他忽然眸色一沉，一掌朝着他的心门拍了过去。不许伤他！看清楚本王是谁！不许伤他！楚东义，我杀了你！顾云溪根本不听他的，无法挣脱他大掌的钳制，他便抬起腿，一脚往他腿上踹去。楚东义，我杀了你！君叶璇终于看清楚了他的状态，这模样分明像是陷入了魔障一般。他轻轻地将他手中的簪子夺了过去，轻声道：希儿，是我是君叶璇，你看清楚。叶璇。顾云溪有片刻的怔愣，片刻之后，他又是一脸激动。不要杀他，不要杀叶璇，楚东义，不许伤他！他抡起拳头，用尽全身所有力量攻击君叶璇，意识分明被蛊毒彻底控制，一时间怕是难以恢复。君叶璇眸色深沉，忽然将他一把抱了起来，远离河边，找了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执起他的手，将自己的真气源源不断地灌入他的身体里，运功压制蛊毒，效果甚微。可他现在找不到别的办法。大敌当前，不要耗费真气。我没事了，四皇兄，你快松开，万一那些死士现在来了该怎么办？暗器。顾云溪心头一紧，那暗器转眼就来到了面前了。四皇兄，当心！可他说不出话，君叶璇的真气太过于霸道，真气入体，走遍他的全身，暖到发热的地方让他浑身软软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四皇兄，别再浪费真气了，快住手！四皇兄。君叶璇没有说话，甚至一点反应都没有。四皇兄，刚才那些暗器，四皇兄。岂料君叶璇那道高大的身影竟在他的面前直直倒下。四皇兄！顾云溪吓了一跳，立即扑过去将他抱住。该死！他万分懊恼，赶紧从君叶璇身上爬了起来，生怕自己将他压伤。我感觉到了，他一定就在附近。怎么办？他一定不会放过我们。可他现在连自己身上的蛊毒将会有什么变化都不知道，跟他在一起只会连累他。可他不能走，他若是走了，他怎么办呢？你会天涯海角寻我的，是不是？顾云溪忽然觉得自己是真的很傻，就算悄悄走了又怎么样？让他到处像无头苍蝇那样寻找自己，岂不是更添他的压力？四皇兄，你快点好起来吧，以后我再也不逃了，我们一起去面对，好不好？那夜后半夜，君叶璇如顾云溪所料发起了高热，他一直在照顾他，给他擦汗，物理降温。凌晨时分，君叶璇的高热好不容易才退了下去，顾云溪却已经精疲力尽了，最后趴在木床边晕了过去。一夜睡得极其不安稳，浮浮沉沉的，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意识才慢慢回到脑际。身体有些沉重，像是被什么东西在压着。顾云溪下意识抬起手，还没有碰到任何东西，就被人一把扣住压了回去，胸口凉飕飕的，忽然间一阵绷紧，他忍不住低呼了声，下意识抬起自己迎了上去。四皇兄，我们还在被追杀中，若你一病不起，就没有人可以保护我了。而我蛊毒尚未解开，如今脆弱的手无缚鸡之力，没了四皇兄的保护，只要那些人追上来，我就只有死路一条。君叶璇没说话。四皇兄昨日受了伤，还中了毒，如今继续泡在水里，很快就会着凉，再次高热，到时候四皇兄真的会没有能力保护我。四皇兄若是不听，我也没有办法，还请四皇兄自己决定吧。他转身就要离开，
身后却传来男人低沉的声音：“你以为本王不上来，是真的在任性故意为难你？”哗啦一声，身后的男人在河水里站了起来。顾云溪回头只看了一眼，顿时脸颊发烫，赶紧退了好几步。我不知道。他都在冷水里泡了这么久了，身体怎么还会这样？那你现在知道了，回去歇着，本王很快就回来。过来。他没有过去，君夜璇反倒主动打招呼。顾云溪看了他一眼，犹豫不决。哼，本王还不至于禽兽到这地步。唉，顾云溪松了一口气，终于走了过去，在他身边不远处坐下。四皇兄，现在感觉如何？君夜璇瞅了他一眼，虽看似面无表情，但其实满腹怨念。你猜？我是说，四皇兄昨夜中了毒，还发高热，现在感觉好些了吗？原来问的是这个。君夜璇眼底掠过一丝不自在，还以为他问的是刚才差点跟他做了的事。这难得的一丝尴尬，让顾云溪心头有些愕然。还真是绝少有机会见到玄王爷窘迫的一面。已经无碍，绝不会保护不了你。顾云溪松了一口气，还是伸出手想给他把脉看看。君夜璇却瞪着他：“别再勾引本王。”四皇兄，我只是想看看你的脉搏如何。本王说了没事，不用把脉。君夜璇却还是不愿意让他碰到自己。顾云溪有些不安：“四皇兄，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难道他的毒还没有彻底解去？”君夜璇只是淡然地看了顾云溪一眼，最终还是没有让他给自己把脉。是不是给我运功压制蛊毒，耗费了你太多的真气？四皇兄，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君夜璇瞅着他，俊逸的脸上依旧没有多少神色。只要你蛊毒发作，本王一定会为你运功压制。既然如此，何必多问？顾云溪心头一阵酸楚，他其实也知道，不管怎么样，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他也不会不管自己。所以，给本王把脉有什么意义？只会让自己不安。不过君夜璇这话倒是没有太多责备的意思，只是在陈述事实。还是我来吧。顾云溪将君夜璇手里的烤鸡拿了过来。等会儿吃的时候，一点一点将肉撕下来，可别大口啃，会吃到里头的脏东西。哪儿来的脏东西？顾云溪用刀子轻轻地拍了拍鸡肚子。这里头和人一样，有内脏。君夜璇顿时觉得那鸡肉看起来不那么香了。他将鸡腿撕了下来，递到顾云溪的跟前。你吃这个。顾云溪也没有推却，接了过来，慢慢啃了起来。鸡肉没有味道，却反倒让鸡肉的鲜味显得更加明显。以后本王可以慢慢学。四皇兄日理万机，肩负重任，哪来的时间和精力去学这个？君夜璇将顾云溪的手一把抓了过去，摊开掌心，上头那一团乌黑让他的脸色瞬间沉凝了下来。几时发现了？刚才我感觉楚东义或许就在附近，他真的来了。君夜璇没说什么，想要将他抱过去，却发现自己身上的衣裳还没有干透。最后他站了起来，唤道：“玄影。”玄影从不远处奔了过来。君夜璇将顾云溪抱到马背上，他自己牵着马儿，继续沿着山涧的路往前走。楚东义早就知道你一定会来乌琼。你怕？君夜璇眸光森寒，看着前方的路。四皇兄，我们走得太慢了，他们很快会追上来。走快了，你身子受得了？本王的心脏承受不住。四皇兄，你有想过将来吗？这个问题君夜璇没有回答。一路上两人再没有更多的交流。数夜之后，君夜璇找了一个山洞，
不过今夜这山洞呢，明显不如昨夜的舒适，太原始。都是幻觉，只是幻觉，只要不想就不会有问题。可是为什么今夜的幻觉会如此真实，如此清晰？顾云熙深吸一口气，拿着刀子继续折腾手里的野山雀，嘴里还不忘念念有词：只是幻觉，不要想，都是假的，全都是假的。河面里倒影的男人戴着半张面具，看不清脸上的表情。听着他的自言自语，他薄凉的唇却缓缓勾了起来，那声音仿佛远在天边，却又像是近在眼前。真的只是幻觉吗？顾云熙握紧短刀，再次用力地闭了闭眼，他咬着唇，眉心紧紧皱在一起，手里的野山雀吧嗒一声掉入河中。他拿着短刀的手还在不断地颤抖。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顾云熙，不要相信眼睛看到的，没事，不会有事的。这女人还真是有趣，昨夜该是蛊毒发作过，出现幻觉了吗？哼，那我若是再靠近一点，你是不是还觉得是假的？他低头弯身靠近，手朝着顾云熙伸出去。这样，你……唰的一声，顾云熙手里的短刀竟在他弯身靠近那一刻，一刀朝身后刺出。该死！顾云熙从河边一跃而起，趁着他后退的时候，赶紧朝君叶璇离开的方向跑去。可他实在是跑不动。顾云熙，你以为你能逃掉？楚东义的声音转眼来到身后，呼的一声，那一掌朝着他的背门袭来，掌力不重，分明没想过要他的命，但要伤他却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顾云熙咬着牙，努力地往前冲去。轰的一声，顾云熙睁大眼睛，楚东义竟然被他一掌逼得连退了好几步。背门上暖暖的，他忽然感觉到有人站在自己身后。四皇兄，没想到玄王爷竟然也会做出这种趁人不备的奸诈之事。刚才自己只是随意送出一掌，连3成的功力都没用上。君叶璇这一掌呢，却十分的狠，给他打了一个错。怎么回事？是他伤的你？我怕陷入幻觉，我自己割伤了自己。楚东义一定会追来，四皇兄不要再为我耗费真气压制蛊毒，我不需要。不知道陷入幻象之后的自己会如何，或许熬一熬也就过去了。等天亮之后，他说不定就会好起来。不要给我运功，我会好起来，天亮就会好起来。可他的头好痛啊，真的好痛，他快忍不住要尖叫了。有人执起他的手，一股暖暖的气息渗入，很快头不那么疼了。顾云熙睁开眼，视线里那张脸逐渐变得清晰。他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四皇兄，不是还要留着一条命回去见阿离吗？为何现在就放弃了？顾云熙摇摇头，他不是想放弃，而是不想2个人都死在这里。好美。原来他们置身在一片花海中，淡淡月光洒落，给金黄色的花儿铺上了一层银色的光泽，竟是说不出的好看。这个季节怎么会漫山遍野开满了鲜花？是金菊。顾云熙想说什么，君叶璇又道：看看天上的星辰。被他这么一提醒，顾云熙便忍不住抬头看着前方的天际。从前你也是这样带着我去山上看星星。你后悔认识本王吗？君叶璇眼里没有金菊，没有星辰，只有他。希儿，后悔吗？从不。叶璇，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想跟你说一句话。君叶璇低头凑近他，我其实真的很喜欢你。这一次，顾云溪真的尝到了死亡的气息。我很庆幸那一年与我在一起的人是你，而不是阿离。我没有办法喜欢上阿离，因为阿离不是你。死女人！君叶璇是真的被镇住了，他甚至都忘了自己该要说什么。别以为你这样说，本王就会。他亲上来了，起初浑身无力，却依旧用尽全力地攀住他的脖子。最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虚弱到连走路都快要坚持不下去的姑娘，将那个强悍到无所不能的玄王爷给推倒了。他躺在花海中，大掌与他的手心还连在一起，真气却不知道何时散去了。软得像是没有骨头的身躯趴在他的身上，犹如一条纠缠在他腰间的蛇。那只手不仅解开了他的衣襟，甚至还沿着他的胸膛一路往下，继而去拉他的腰带。死女人，你到底要做什么？明明那般亲近，但为何总感觉不对劲呢？今夜的他太放纵了。你不喜欢吗？喜欢，当然喜欢呢，喜欢到浑身的肌肉都有一种紧到几乎要疼痛的地步，喜欢到血液沸腾。别再对我耍手段。这话几乎是哀求的。顾云溪心头微酸，本就是那么喜欢，那么想要。今夜月色如此美，花还美得一塌糊涂，便更想。他坐直身躯，将他的腰带解开。君叶璇眸色微沉，手竟有一种无处安放的局促感，想要碰他，却被他一把摁了下去。还有力气起来？看来我还是没将你伺候好。他说着，伸手就要去抱他，顾云溪却轻轻地推了他一把，怨念道：别闹，他们随时会追上来。勾引我的时候，怎么就没想到这点？折腾了那么久，现在结束了，反倒来担心。顾云溪脸一红，虽然确实很累，但还是坚持在他身边跪坐起来。叶璇，我们该走了。去哪里啊？花海如此美，还有他们绝美的记忆，这个地方竟然是有些不舍得离开。这周围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们去高处看看。他爬了起来，整理好自己的衣裳，转身就往山顶上走去。希儿，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一起面对。我可以保护你，相信我。怎么了？顾云溪被他抱住，不能转身，只能侧头看着他。这种话可一点都不像是冷漠无情的玄王爷会说的。君叶璇没说话，只是紧紧地将他抱住。玄王爷几时变得像个姑娘一般优柔寡断？君叶璇还是不说话，他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就是莫名不安。好一会儿，他才道：不用上去，出去便是村庄。山上未必有什么危险在等着，可他就是不想上去。你不是说这段山涧路的出口一定会有埋伏？我们上去看一看，或许能找到别的出路。大晚上的，你能看到什么呀？先看了再说，好不好？顾云溪牵着他一路往山上走去。君叶璇不知道他为何如此坚持，总觉得他心里有些他不知道的想法。玄王爷该不会是怕了吧？你觉得自己没办法保护我？胡说！那就走吧，磨蹭什么？最后，君叶璇只能任由他牵着自己的手，一路往山上走去。这里真美。他抬头看着满天星辰。我如果说我是一缕来自未来，1000多年之后那个时代的幽魂，你信吗？他还是没说话，依旧只是安静地盯着他的背影，离他不过只有2、3步远。我在跟你说话呢，你为什么不理人啊？1000多年后的时代是怎么一个时空？所以
你是相信了？你若不是开玩笑，我便相信。世事无奇不有，他身上本来就有很多自己解释不通的秘密。他的医术，他所用到的东西也不像是这个年代的。所以，你是在开玩笑吗？不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他认识他的时候，他便是这个性子，这个模样。他绝不相信中途换了人。1年半之前，你怕我不是你喜欢的那个顾云熙？你是。如果我死了，我会不会穿越回我那个年代？不料这话刚说完，身后的男人竟一步上前，将他一把扯入自己的怀中。不管是死是活，你都只能留在我身边，休想到处乱跑。顾云熙抬头看着他，君叶璇的眉心却锁了起来，回头看着山脚的方向。有人来了。他没说话，眼底也没什么情愫。很快黑衣人就来了，为首的是楚东义。